抱歉，这里没有你们要找的儿子。现在站在你们面前的人，是来自九幽魔地的最强魔神，是世界的终结者。3年前，你意外穿越成了万族之首的长子，老爹是北海位高权重的剧本大魔王，老妈更是至高剑宗的最强宗主，就连年迈90的外公都是成仙的圣人。可你却成了整日于街边乞讨的留守孤儿，每天不是狗嘴夺食缓饥，就是路边脏水解渴。只因20年前异族大肆入侵中原，身为人族领军的父母为拯救天下苍生，便将你托付在了一个老妇人家。但他们这一去就是20年，期间从未回来过，就连你也曾怀疑过自己真的有父母吗？如今妖族大败，赢得一身功名的他们终于回来了。可就在你以为能结束这凄惨的生活时，你却发现他们看向自己的眼神充满了厌恶。一旁被他们唤作你弟弟的人更是直言：你回来干什么？你还不如死在外面。你们给我听着，不是你们不要我，而是我不要你们了。其实，在此之前，你早已觉醒了魔神血统，只是你心中还对他们抱有亲情罢了。而听到你这话一出口，虾元眉头一皱，压抑着心中的怒火。我怎么会有你这么一个混账儿子？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一身的市井气息，简直丢尽了我虾家的颜面。闻言，你眼神彻底冷漠了下来。他们从回来到现在，从未关心过你一句，他们只看到了你那少得可怜的修为，以及那一身的市井气息。父亲的怒骂，母亲的无视，想到这时，再也不顾尊卑了。从你们回来到现在，有对外承认过我的身份吗？还有你们说什么身不由己，却能把他带在身边，给他的东西都是最好的，还口口声声说什么为我好。这不是你放纵的理由。当年若不是我们平定了动乱，整个天下都将生灵涂炭。你知道我们背负着什么吗？我虾元一生光明磊落，怎么生出你这么一个自私自利、只会为自己着想的混账玩意？见父子俩越吵越凶，苏婉清终于忍不住了。虾儿，这件事确实是我们有欠考虑，忽略了你的感受。不过你也不应该和你爹这么说话呀。说完，苏婉清直勾勾地看着你，她也没想到自己10月怀胎生下来的儿子，如今成为了这个模样，一个混迹市井的流氓，人人唾弃的害虫。你给你爹认个错，这件事就过去了。你已经是个大人了，应该懂事一点了，多和你的弟弟学习一下为人之道。至于你的身份，等过段时间娘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你说的对，我是样样不如他，他多宝贵啊！他从小衣食无忧，每天有人伺候着，修炼更是有名师指导。你究竟是读了哪本圣贤书，教你这么忤逆父母的？我可不配成为你们的儿子，正如你们所看到的，我就是一个市井小混混。你们家大业大，我可攀不上这个高枝。谁允许你这么和爹说话的？你一个享福者而已，有什么资格来教训我？又有什么资格看不起我？你无非就是仗着他们的偏爱，才走到今天这一步的。你不会真以为自己很优秀吧？此话一出，直接否定了虾长生这18年的努力，他内心的怒火瞬间点燃了。你找死！看着你一脸痛苦的表情，苏婉清内心一阵自责，正想上前时，却看见了你那冷漠的眼神，他内心插实。同时，你脸色惨白地捂着自己胸口，你却突然发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在自己口部鲜血后，似乎是检测到了血的气息，你体内的力量突然变得狂躁了起来。这就是你们悉心栽培了多年的好儿子，实力是比我这个地痞流氓强得多。现在你们可以放心了，在经过你们这么多年的悉心教导下，你们的宝贝儿子现在已经可以随意欺辱我了。不是弟，虾儿，爹娘从来没有这么想过。够了，不要再假惺惺了，你的眼神骗不了人。从我踏入这个家门开始，你们打心眼里就瞧不上我，现在又装出一副伟大母亲的样子给谁看？说着，你又直接怒指高台之上的虾元。你要不爽，现在你们就可以当场杀了我，你少给我摆什么大家长的土，你们配当父母吗？此话一出，直接呛得虾元脸色通红，气血上头，整个大厅都陷入了一阵死寂当中，所有的仆人更是被吓得浑身发抖。为何沉默不语？是你们那虚伪的面具被揭开了，无言以对了吗？既然如此，那你们一家子就好好团聚吧。从今天开始，我虾人与虾家再无半点瓜葛，至此形同陌路。你如果有点血性，最好一辈子也别回来。你默默转身便想离开这伤心之地，可正当你走出门时，外面却走进来几个人。韦小姐驾到，你还不滚开！这女人乃是黎阳世家连家的小公主连峰，她和虾长生更是被誉为万年不遇的修仙奇才，被无数人奉为天生一对的神仙眷侣。不过真正和她有婚约的却是你，自作清高的烂货！为何从他的眼神中，我察觉到一种说不上来的厌恶，犹如看待一个毫不相干的陌生人。他这是怎么了？就在这时，
虾长生发现闪口失魂落魄的连峰，骄傲的少年一改往目的傲慢，脸上露出了一丝温柔的笑容，缓缓走了上来。长生，你哥这是怎么了？别给我提他，这混蛋忤逆父母，目无尊长，辱骂爹娘，更是出言不逊，要和我们断绝关系。断绝关系？那岂不是说自家小公主和虾人的婚约作废了？那可太好了。虾阳，去给我把他的所有东西都丢了，就当我们从来没有过这个儿子，以后也不许再让他踏入我虾家的大门一步。王爷，大少爷在府里，根本没有房间呢。全场气氛似乎在一瞬间安静了下来。苏婉清错愕地回过头，下意识地以为自己听错了，只觉不可思议。你在胡说八道什么？他已经回家族1个月了，怎么可能没有房间？要知道，从虾家到补天圣地，以他那点微弱的修为，至少也要走上1个多小时。王爷，属下真的没有骗你，是您说的要好好磨一下大少爷的性子，打压一下他的这些年在外沾染的陋习。这1个月来，大少爷一直都是来回奔波于补天圣地和家族，他从来没有过一句怨言，一直按照你的指示去做的呀。而在虾阳这一番话说出的那一刻，整个大厅一片寂静无声。若不是虾阳亲自说出来，谁也不知道，原来虾人在这个家中一直以来都没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虾儿他说的对，你根本不配当一个父亲。我今天算是彻底看清你了，你当你的大英雄去吧，我走了。从今往后，我不想再看见你。虾人彻底慌了，他根本没想到今天这一件小小的事情竟然会演变成这样。都是那该死的虾人，若不是因为他，爹娘也不会反目，我要他死。人总不能活在过去的阴影里，也该和过去做一个体面的告别仪式。这件事我已经帮你做了，你就安息吧，我会替你好好活下去的。弯了20年的腰，也该是时候挺直了。小大人，你已经很累了，需要好好休息，不应该去想这么多烦恼的事情。接下来的事就交给我来吧。你喃喃自语道：“没有人知道你在和谁说话。”3言2语这句话下去，身体里存在的某股执念终于消散了，你只觉浑身一阵畅快，有种前所未有的舒爽感。从此刻开始，这个世界准备好迎接你们的新王到来吧。家人，给我出来！你以为躲着我就可以蒙混过关了吗？大河之剑天上来！张月惊了，不敢置信地看着眼前这个熟悉的面孔。他可是2级1品的修士，以前对付虾人就如同拿捏小鸡一样，任何事情好不计于事。张月，我们是不是该算一下旧账了？告诉你，家人，你最好给我乖乖跪下认错，兴许小爷心情好，可以饶你一命。小爷我乃是黎阳张家的人，可不是你这种小人物能得罪得起的。我和你的差距，从一出生就已经注定了，任凭你再怎么挣扎，也挣脱不了这个牢笼。张月眼神中的傲慢、不屑展现得淋漓尽致，哪怕刚才他吃了亏，也无法击垮他那一颗傲慢的心。与此同时，听到这争吵的动静，附近的一些弟子纷纷从房间里走了出来。张月这个混蛋又来欺负人了，真该死啊！仗着自己家里有钱有势飞扬跋扈，目中无人，平日里没少欺负我们这些普通弟子。这话你私底下抱怨抱怨也就算了，可千万别给他听到了，小心祸从口出。见声势这么大，张月更无法回头了。这么多人看着他，要是连一个虾人都镇不住，以后还怎么在这一片活路？虾人，你在我眼里，你只不过是一只随时可以捏死的蚂蚁，甚至是玩乐的工具。你真以为自己是个东西了？张少爷，今天我们就新仇旧恨一起算算吧。大河之剑天上来！这小子今天疯了吗？竟敢把张月杀了！一旦张家的人知道，以后圣地可就没有他的容身之地了呀！完了，张家的人明天就可能上山问罪了。与此同时，听朝剑阁之中，一名白发苍苍的老者单手执剑匣，却不见剑身一个人独坐楼阁之上，听着外面潮水翻涌，一股剑意涌动，似有万千杀意。此人正是苏婉清的父亲，听朝剑阁的主人苏朝风。桃花神剑出世了，怎么可能？这老怪物可是亲口立下誓言，无出无上剑道，绝不出世的。今天桃花神剑怎么出鞘了？难道他已经悟出了无上剑道了？抱歉，这里没有你们要找的儿子。现在站在你们面前的人，是来自九幽魔地的最强魔神，是世界的终结者。虾人，好大的胆子！杀我张家后人，我要让你死无葬身之地！黄口小儿，无知贱民，竟敢杀害我儿！给我全城搜捕，找到他，给我带回来！我要亲手宰了他！
一声怒吼下，身边的几个黑影同时窜了出去，朝着虾仁离开的方向直接追了上去。诸位，实在抱歉，我们无意破坏你们的闲情雅致，但使命在身，还请见谅。你算什么东西，也敢打扰本少爷的雅兴？找死吗？实在抱歉，老夫也是没有办法，我家老爷亲自下的命令，让我们前来追查凶手，如有得罪之处，还请见谅。你们听说了吗？张家这一次兴师动众要追杀的人，是补天圣地的一名普通弟子，叫做虾仁。前脚刚和叶伯父断绝关系，后脚就把老张家的崽子给杀了，这也太莽了吧！别说了，跟我找人。虾仁，你犯下滔天罪过，就算你逃到天涯海角，也难逃一死。不管了，这是你们逼我的。眼下已经走到了绝境，你也顾不上许多，当即拿出了一碗鲜红的血液，强忍着血腥味，你直接一口吞了下去。这就是剑气长城的威力吗？果然恐怖，只可惜我实力还是太弱小，若是再提升几个档次，或许只需一剑便可解决战斗。眼看周围的气息越来越近，你已然无路可走，虾仁纵身一跃，直接朝着身后的深渊跳下去。这小子跳下死灵深渊了，怎么办，家兄们？你想找死吗？那可是号称生命禁区的死灵深渊，下面厉鬼无数，杀气冲天。别说我们几个，哪怕是九境绝顶，也不敢轻易踏足这片领域。就这么回去吗？不好跟族长交代啊！族长可是下的死命令，要我们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啊！他们跟随张洞虚多年，自然清楚他的脾气。几人议论纷纷，两个儿子被人无端杀害，后果不敢想象。你们安排个人回去禀报族长，告知他这里的情况，其余人留在此处守着。我下去找那小子，就算是绝地3尺，我也得给他揪出来。你不要命了？那可是死灵深渊，里面冤魂无数，更有一头吞天牛蟒盘踞其中，其中的凶险你可清楚？那又何妨？今日纵使是龙盘虎穴，老夫也要闯他一闯。疯了！1个月才几百灵石，玩什么命啊？死灵深渊果真名不虚传，竟可以屏蔽神魂，这样根本无法探知周围的环境，也不知道后面到底有没有追兵。狗系统，我怀疑你在玩我，人家其他穿越者哪一个不是混得风生水起，到处装逼打脸，怎么轮到我反而变成丧家之犬了？宿主，魔神之路道阻且长，区区困难不过是些许风霜罢了，你能克服的。你个狗！好沉重的煞气，不过为什么我没有受到煞气的影响，反而有种十分舒服的感觉？难道是血魔神天赋的缘故？此地不宜久留，那几个老东西还没有完全甩掉，我还是先找个地方调养一下伤势为好。幽谷黑暗的深渊之下，回荡着死灵凄惨的笑声。虾仁只觉浑身汗毛都竖起，狂奔了数十里后，闯入一个狭窄的裂缝。九叶钟楼、幽魂草，我如果用血搭配这2个草药炼酒的话，那魔神天赋岂不是无限开启了？这么多死灵，要是不好好利用一下，实在是太可惜了。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修仙世界有一件逆天至宝，叫做人皇幡，对吧？虾仁瞬间发现了异样，他体内的浩然之火竟然是这种邪恶的特性。让他感到更惊奇的是，原本枯竭的灵力，在杀死这些死灵后，他竟然得到了恢复。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光是这一片深渊存在的死灵没有几万，估计也有几千了吧？要是全杀了的话，这不得起飞！这个该死的人类，他疯了，他竟然冲我们来了！这些死灵怎么回事？怎么突然都走了？不可能啊！我这么香，你们不吃我了吗？虾仁顿时着急了，小心翼翼地从山洞里探出个头，只见这数百米外一路火花带闪电。死灵大哥们，可否放老弟一马？这老东西还真敢下来啊！1个月给你开多少月工啊？这么拼命！你刚与家族断绝关系，就遭遇张家全族追杀，你迫不得已跳入死灵深渊，而他们却不知你老爹是北海位高权重的巨美大魔王，老妈更是至高剑宗的最强宗主，就连年迈90的外公都是成仙的圣人，这下想杀你的张家族长再也坐不住了。王爷，不好了，您快去看看吧。3天前，大少爷杀了张东旭的2个儿子，逃出补天圣地，此刻已经不知去向了。如今张家的人还在满世界追杀他呢，再晚了，我怕您就再也见不到他了。虾阳几乎是带着哭腔说了出来，没有人比他更清楚虾仁在补天圣地的遭遇。这20年来，
虾仁所忍受的所有屈辱，他都看在眼里。小小的张家也敢追杀我虾园的儿子，你干什么吃的？王爷，您吩咐过，没有您的命令，我们所有人不许去找大少爷。我们想告诉您，但您一直将自己关在密室里。3天，也就是说，我儿子被人追杀了3天，而且是黎阳张家整个家族所有人出动的情况下。虾园，儿子被人追杀了3天，你竟然还能坐在家里面不为所动，我当年真是瞎了眼才会嫁给你。夫人，你听我解释。解释什么？若不是莲儿跑到剑阁告诉我这件事，我还蒙在鼓里。虾园，你这个人面兽心的家伙，我今天才算真正看透你。为了自己所谓的颜面，连自己儿子的生死都置之不理，你简直不配为人父。夫人，你放心，我现在就是张家。虾园，我告诉你，如果虾仁有什么好歹，你这辈子再也别想再见到我。与此同时，张家家主收到虾仁跳下死灵深渊消息的那一刻，愤怒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一群废物，连一个小小的选址修士都抓不住，我养你们干什么吃的？一声怒吼之下，台下众人低头不语。10个人抓不住，那就100人、1000人，家族里所有人都给我出动，给我找到他，然后杀了他。随着张家族长的一声令下，整个张家都跟着动了起来，数千人倾巢而出，前往死灵深渊寻找虾仁。当看见屋檐上那一个不怒自威的男人时，张栋旭感觉自己腿都软了，连滚带爬的从里面跑了出来。不知距北王驾到，有失远迎。张栋旭，我儿子呢？把人交出来，否则我今日便让你张家灭族。话音刚落，一股惊天剑意瞬间笼罩整个张家。那一刻，离阳城内外所有人手中的剑都在蠢蠢欲动。不会吧？难道那虾仁真是他们的儿子？不可能啊！他们不是只有夏长生一个儿子吗？据我所知，虾仁好像是黎阳一普通农户家的孩子吧？怎么突然又和巨北王府扯上关系了？谁知道呢？现在夏家兴师动众的过来问罪，张栋旭这次可惨了，这几天可把他们扭坏了，弄得满城风雨，没想到竟然踢到了铁板上。王妃，我真不知道您的儿子在哪呀！对天发誓，我都没有见过令王，怎么会对他不敬呢？还没等苏婉清开口，一旁的虾园再也坐不住。张栋旭，现在把你张家的所有人撤回来，儿子虾仁若是有半点闪失，我让整个黎阳城300多万条性命为我而陪葬。这一刻，全场傻眼了，许多扎根在黎阳城多年的世家大族更是一脸懵逼。真你妈霸道啊！你儿子有危险，拿我们陪葬，你牛逼！虾仁，不可能，怎么会是他？还看，立马给我赶到死灵深渊去，告诉他们停止追杀，把人给我找回来，快去！而张栋旭这一句死灵深渊出现的那一刻，所有人的心都凉了下来。死灵深渊，完了，这哪还有活路啊？虾哥，我们的孩子。张栋旭，我虾园从不是蛮不讲理之人，不过你最好祈祷我儿子还活着，若是他有个什么3长2短，我保证你会死得很难看。王爷，我真不知道虾仁是您的儿子啊！我要是知道，给我10个胆子，我也不敢动他呀。虾园来不及和张栋旭瞎扯，在得知了确切的位置后，便马不停蹄地赶往死灵深渊。与此同时，死灵深渊内在随着时间一点一点流逝，昏迷了半天的张思远终于醒了。当他醒来的那一刻，心中的怒火勃然而生。小子，你放开我，有种像个男人一样和我一决生死。老东西，是不是惊讶？是不是很绝望？你的噩梦还没有真正到来呢，别急，等会我再来收拾你。虾仁一边练酒，一边回头冲张思远微微一笑回应。不过此刻他的笑容更像是一个魔鬼。选址6品，好家伙，不愧是我花费3天3夜献祭了一个老头后炼出来的酒，太硬核了。在收拾完张思远炼成百裂罪后，虾仁便将目光放在了山洞深处。与此同时，死灵深渊上空，人山人海，千百万年来，这里还从未出现过如此壮观的场景。奇怪，怎么会突然冒出来这么多人？这些难道都是族长找来的？族长现在的人脉都这么牛逼了吗？我的天，直接把整个黎阳城一半的修士都邀来了，这牌面要是再出去，我都不敢想有多美。连巨北王都喊来了，老天爷，族长也太硬了，这人脉这关系，我感觉我们都能称霸一州了。族长，您怎么亲自来了？这一点小事还用得着您亲自出手吗？你放心，在你来之前，我已经布下天罗地网，只要这小子赶出来，定叫他死无葬身之地。族长，你让这些前来帮忙的人都撤了吧，请相信我们的能力。一个小小的虾仁，老夫单手便可斩他。
此话一出，现场的气氛顿时诡异到了极致，而张栋虚更是脸色一黑，一股怒火涌上了心头。我为你办事，你怎么还打人呢？看那是谁？巨北王，杀人他父亲，还说呢，收你们来了！死灵深渊之上，苏婉清眼眸无光地看着下面那一片深不见底的深渊，心里已经凉了一大截。看着地上的血迹以及之前战斗过的痕迹，他不敢想当时自己的儿子遭受了怎样的磨难。夫人，你先别急，我现在就下去找，我亲自去找。到了这一步，虾元也顾不上许多了，正要冲下死灵深渊，突然，下面飞上来几个人，抬着一具只剩骨头的尸体。苏婉清看到了那具尸体上的一块玉佩，她两眼一抹黑，险些昏厥了过去。死了！完了！在那一具尸体抬上来的那一刻，所有人心中只剩下这一个念头：你刚与家族断绝关系，就遭遇张家全族追杀，你迫不得已跳入死灵深渊。身为巨北大魔王的父亲之后，率领100万大军前去寻找你，却只找到了你残缺不堪的尸体。平日里优雅大方的王妃，此刻已经彻底失了分寸。不是的，这不是我的虾儿，他还没死。我要亲自去找，他还活着。东区，我让你血债血偿！来自于9境强者的怒火，让这一片天地失去了色彩，所有人都仿佛看到了自己的死期。王爷，您请看这具尸骨，骨龄已过100年，怎么可能是您儿子的尸体？他还没死。大家所有人听好了，你们最好祈祷我儿子没事。就算逃到天涯海角，我也能找到你们。虾元话音落下，无数张家之人全都闯入了死灵深渊之中，寻找起了虾人。3天前掉下来的那个年轻人去哪了？吉兄，别跟他废话了，这种鬼东西听不懂人话，只知杀戮。这里面的煞气很强烈，即使是我们这个级别的强者，也只能达到这一层，再往下便是无尽的深渊，绝无生还的可能。方圆100里的巢穴、洞窟，我差不多都寻了个遍，还是没有找到虾人的身影。你可知，如果找不到他，我们真的会死的。与此同时，在这一刻的苏婉清一改往日的知性优雅风范，散发出了一股冰冷的煞气。夏阳，可有少爷的消息？王妃，旁边这一处隐秘的洞府中，好像有少爷之前在此活动的痕迹，我能感觉到他的气息。闻言，虾元一头闯入了洞府之中，只见着满地狼藉的血迹，洞府中间还有一个药炉，之前好像有人在这里煮过什么东西。不要！为了活下去，他甚至认不清什么东西能吃，什么东西不能吃了吗？听到虾元这么说，苏婉清眼泪就止不住流了下来。这20年来，她的孩子就没有享过一天福，如今更是遭受到如此惨重的打击。难道真的做错了吗？虾阳，你老实告诉我，少爷为什么要杀张家的2个儿子？此话一出，虾阳心头一颤，这是虾元第一次主动向他询问关于你虾人的事情。王爷，这件事属下已经查清楚了。那天少爷离家后便返回了补天圣地，第2天就遇到了上门找他麻烦的张家次子张悦。此人多年来仗着家族的权势，经常欺压一些无权无势的普通弟子，少爷也是被欺负的其中一个。我堂堂巨北王的世子，在补天圣地被一个小小的张家次子给欺负了。继续说，我倒想听听这20年来虾人到底经历了什么，导致他变成今天这个模样。之前您不是说，为什么少爷身为您的儿子，资质却如此愚钝，3年连一个小小的2境都没有突破吗？其实少爷一直都没有时间修炼，他每天不仅要为谋生计到处奔波，还得讨好张家2子，通常每个月赚到的那一点零食都不够自己花的，还得孝敬人家。你若敢不给他，便是一顿拳脚交加，打得你1个月下不了床。为了活下去，他只能放弃修炼，经常与2明志同道合的朋友混迹于市井，寻找赚钱的门路。在听完这一番话后，虾元沉默了，他意识到了自己的疏忽。回来后，他竟然一句都没有询问过儿子的情况，只看到了他那一身市井混混的气质，恨其不争，恨其给自己丢脸。虾元啊，虾元，你真是个畜生！你的清高自负，自诩天下第一流，却连儿子都庇护不了，你配当一个父亲吗？苏婉清心痛交加，完全没有了往日的剑仙风采。此刻的她，只是一个失去孩子的母亲。张家连我虾元的儿子都敢欺负，我要你们血债血偿！饶命啊，王爷！随着张栋虚的尸体倒下，张家所有人都慌了神。虾阳，凡是张家族人一个不留！在得到虾元指令的那一刻，忍了20多年的叶阳终于露出了獠牙，看着如此血腥的杀戮，无一人敢上前阻止。待张家族人被灭后，于混沌之中，虚空一阵破碎。是指如今张家已灭，怒火可消，能否听我一言？孟大长老，你想说什么？
早在虾仁出逃之时，老夫已然占卜天象，算过令郎的天命。两位放心，令郎命不该绝，不必迁怒于众。至于张家，老夫也管不了这么多了，你自便。此话一出，苏婉清猛然抬头。如果这句话是别人说的，他肯定不信；但如果是孟天正说的，那可能性很大，因为这老头一手占卜推演之法可以说是天地之最，其达到的成就是别人一生都只能仰望的高度。孟长老，你说我儿子还活着，他在哪？求求你告诉我他在哪。也罢，看你们寻子心切，老夫今日便折损寿元，告知你们一个方向，令郎应该是往北边去了。北边？这绝对不可能！如果他还活着，不可能当着我们这么多人的面逃出去而不被发现。就在这时，虾阳急急忙忙地从狭小的缝隙中走了回来。王爷，我们在里面的通道中发现了一条逃生之路，通往的方向正好就是大雪坪。大雪坪？苏婉清一愣，听朝剑阁就在大雪坪，自然对这个名字熟悉。此时此刻，百里大雪山中，一道孤独的身影默默穿行在群山之巅，身形略显狼狈。我不能死，我还没有实现自己的毕生抱负。若是就这么轻易死了，那我岂不是白穿越了？在死灵深渊中，已被那一头吞天牛蟒瞪了一眼，差点气血逆流，爆体而亡。若不是当时刚好有个奇怪的老头路过，一剑逼退了吞天牛蟒，估计虾仁伤得更重。小二，最近这寒江城是发生什么大事了吗？怎么这么热闹？这位爷，我们寒江城最近要举行诗词大会，由白鹿书院一手操办，邀请天下高雅之士前来，一同吟诗作赋。这群修仙者这么闲吗？不好好修道，还有闲工夫搞这种闲情雅致？少侠，我听说这一次白鹿书院大长老下的血本，此次大会的魁首奖励是一株仙药。仙药？那是什么仙药？可有消息透露？我也只是听说，但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这次的奖励好像是一株双生彼岸花。在听到这一句话的那一刻，虾仁猛然吸了一口凉气。双生彼岸花，若是能拿到手，以各种宝药配合熬制成炼血汤，可以塑造魔神之躯，让肉身近乎达到完美的地步。等自己的魔神之躯出来，宏图霸业指日可待啊！我还听说这一次具备王世子也参加，那可是传说中的人物啊！哪怕只是远远的看一眼，我此生都无憾了。家长生竟然也会来！我亲爱的弟弟，自从离开家以后，哥哥无时无刻不在想你，你可要等着我啊！说完，虾仁也没有停留。现在这个特殊时期，已不希望被任何人盯上，保险起见，已准备换个地方。虾仁哥哥，我终于找到你了。虾仁也没想到，你都已经跑到几百万里外的寒江城了，还能碰到这个女人。你打我噻！你打我噻！你本是万族之首的长子，却从小独自在外生活了20年。你的未婚妻每次见到你就疯狂女骂，只因她喜欢的是你亲弟弟。当知道你被张家追杀时，她却彻底坐不住了，开始四处寻找你。虾仁，一伙人来了寒江城，跟我回去吧。你知不知道夏伯父和苏伯母有多担心你？连峰死死地盯着你，眼神里充满了怒火。回去？你当我跟你们闹着玩呢？他们担心我，但凡这1个月来他们有过半点关心，我何至于沦落至此啊？早在那惺惺作态，你和他们一样，让我感到恶心。一声呵斥，直接给连峰骂愣住了。他不敢置信，你竟然敢骂他。记忆中的虾仁从来不敢对他发火，无论连峰让你做什么，你绝无二话，马上就去做，哪怕是很丢脸的事情。你这人怎么这样？你就算再有火，也不能对连峰姐姐发呀！你知不知道，这几天他为了救你，奔波数百万里，忙前忙后，眼睛都没合过。他可是你的未婚妻啊！你还是不是男人？还有没有半点良心？我虾仁一人做事一人当，用不着你们在这猫哭耗子假慈悲。怎么，你现在又成我未婚妻了？你不是一向看我不顺眼吗？不是心心念念想着你的长生弟弟吗？我走了，不是刚好成全你们？听完虾仁的这几句话，连峰仿佛被揭穿了虚伪的面目。虾仁，你真不怕我杀了你吗？你这小小2斤的废物！想杀我，你可以试一试。以后少给我摆出一副委屈的样子，我不找你麻烦，已经算是对你最大的宽容了。以后别再来打扰我，大路朝天，各走一边。真的回不到以前了。他怎么这样啊？亏得我之前还一直觉得他这人还挺有意思呢，没想到也是个没教养、没礼貌的家伙。别说了，他没做错，生活在那样的家族里，对他而言也是一种痛苦。随他去吧。陆芷刚想说什么，忽然看到城外一支气势如虹的队伍飞了进来，抬头望去，那龙头船架上站着的年轻人无比眼熟。虾长生，虾仁的亲弟弟，他来寒江城做什么？几天前大长老便飞书传信，说白鹿书院将在下个月初举行诗词大会，邀请天下有才学子前来参加。他应该是来参加诗词大会的吧？这一位可不得了啊！
竟然是巨北大魔王的世子。看来这一次帝王州誓词大会有看头了，不知道莫桑那一位会不会来？我听说巨北王这2天也要来寒江城参加帝王州诗词大会。我的天啊，这一个个全都是闻名天下的人物啊！街道上众人不停的议论声传来，连峰微微一怔。虾伯父也会来吗？虾人，这次你还准备往哪里跑呢？与此同时，不远处的一座阁楼中，虾人注视着大街上招摇过市的队伍，以及连峰和陆之两人。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为什么他们会找到这里？本来还想在这里休整一段时间的，顺便再想办法拿到那一株仙药，然后再杀回死灵深渊炼制人黄帆的，可如今却被暴露了。走，还是留？王爷、王妃，天空之城我们已经搜寻过了，目前没有发现大少爷的踪迹。罪恶之都我们也去找过了，依旧没有大少爷的身影。整天的时间，苏婉清已经不知道听到多少次这个回答了，内心沮丧失落。你每在外面流浪一天，他一天就放心不下来。夫人，你别着急，孟长老说的你也听到了，咱们的儿子鸿福齐天，肯定不会有事的。虾元也是心中一痛，他不忍心看到妻子整日以泪洗面的样子，他已经好几天没合眼，脸色也憔悴了许多。虾儿的命太苦了，都是我这个当娘的失职，没有照顾好他，我有罪。等他回来后，我会好好补偿他，给他全天下最好的，不管什么。好，我答应你，我们一起弥补他，给他全天下最好的。就在两人说话间，虾阳急匆匆地从外面跑了进来。王爷，属下得到一个准确的消息，少爷很有可能就在那里。什么消息？快说！属下今日特意去跟踪少爷那2位从小玩到大的结拜好友，听他们偶然提到，少爷此次离开，很大可能会前往寒江城。寒江城距此100万里，他一个小小的异姓修士是如何穿过那一片荒原的？回王爷，属下也不敢保证消息准确，不过那2个少年乃是少爷唯一的挚友，想必这天下最了解少爷，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的人，也只有他们了。此话一出，虾元和苏婉清不由得内心一颤。身为虾儿的爹娘，我们竟然还没有2个外人了解自己的儿子。走，我现在就要去寒江城。不，夫人，我们还不能去。虾元，难不成你不想把儿子找回来吗？好，你不去，我自己去，就当我瞎了眼，孩子也没有你这个父亲。我没说不找，这小子现在明显就是在躲着我们，又怎么可能轻易让我们找到？再说了，天底下哪有老子向儿子认错的？要让天下人知道了，我虾元还如何立足于天下？那你说怎么办？你忘了几天前白鹿书院不是发来请柬，邀请我们去参加帝王州诗词大会吗？我们就以这个名义传出消息，让他放松警惕，等到时候我再让手底下的人围住他，直接给他绑回来。虾元啊，虾元，你这点阴险的手段倒是全用在对付儿子身上了，我就再听你一次，要是这一次再找不回儿子，以后你休想再碰我。见夫人终于妥协，虾元才总算松了一口气，还没等他安排下去，门外一封飞信传书便飞了过来。连丫头，他怎么来信了？莫不是他找到虾儿的下落了？虾元很疑惑，但苏婉清则是等不及了，当即拆开了信封，里面只写了3个字：寒江城。他果然在寒江城，好小子，竟然跑这么远，等回来看我怎么收拾他。你还想干什么？还想再把他逼走一次吗？夫人，你不知道，这孩子从小在外面久了，被外面混混带坏了，就受了一点委屈，就要和我们断绝关系。若是不好好打压一下，将来指不定给我们闯下什么弥天大祸。在得知了虾人的下落，知道你安然无恙之后，虾元好似又恢复了他往日的作风。打压，你除了打压还会做什么？同样是你的儿子，怎么就不见你打压一下长生？这么多年来，你可曾见过长生给我们惹过什么祸吗？他从小就听话懂事，体贴爹娘。你再看看虾人，他竟敢当众顶撞我，甚至要和我们断绝关系。原本还有些抗拒的苏婉清，在听到这一番话后，沉默，好似认同了虾元的说法。儿子要找，但也要教，将他重新带回正轨。听着2人的对话，虾阳心头一颤，莫名有种心凉的感觉。大少爷并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差劲，他也曾是孝顺父母的好儿子。你身为万族之首的长子，每天却连饭都吃不上，而你亲弟弟在外面却受万人膜拜，只因你从小在外生活了20年，如今回归成为万族之首大公，却被你那不尽孝的老爹赶出家族。你错过了你逃往寒江城，只是随口做了什么事，便当场震惊酒馆所有人，就连以前看不起你的未婚妻都震惊不已。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无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
当你虾人写下第一句诗的那一刻，周围的气场恍然一变，一股天地浩然正气骤然散发开来。这难道就是传说中儒道修士最神往的境界——猖狂境？此子年纪轻轻，竟然拥有了如此意境，莫不是有千古绝句要面世了？妾身今日怕是要见识到一篇足以流传千古的奇文出现了。随着来到阁楼之上的人越来越多，这一篇诗所带来的震撼也越来越恐怖。所有人都惊叹于那一篇惊世奇文，更震撼于写下这篇诗，并且引来如此巨大动静，竟然只是一个20出头的年轻人。不可思议，我的境界竟然在突破！系统，这吞天魔功也修儒道吗？至尊魔典包罗万象天地之法，儒道自然也在其中。好家伙，不愧是至尊魔典！就在所有人都惊叹于那一篇惊世奇文之时，一道倩影竟飞奔而来。怎么可能？这还是我记忆中的虾人吗？还是我打心眼里看不上的那个地痞流氓吗？随着那最后一句落下，整个天香阁响起一阵剧烈的轰动，滚滚千雷袭来，寒江城上空掩盖上一层漆黑，似有黑云压城之势。没想到世间竟有如此少年天才，小小年纪便写出了这等洒脱不羁的诗来。差距，这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差距。人家喝多了，随手即兴就是一首千古奇文；我喝多了，就是你听我说。听着耳边这些个天下名流、高雅之士的评论，连峰心头更是一颤。这不是真的，他怎么可能写出此等人间绝句来？你虾人不就是个地痞流氓、市井小混混吗？怎么能写出这等千古绝句？若是当初你能展现出这等文采，我何至于瞧不上你虾人？姐姐，你以前瞧不起的未婚夫，现在可是名扬天下了。妹妹，我真的错了吗？短短的半天时间，一首《将进酒》便席卷了整个寒江城。无数人在初次听闻这首诗的那一刻，无比惊叹震撼，而你虾人的名字也成功进入了大众的视野。委屈受多了，接下来该是讨债的时候了。那些之前在补天圣地霸凌我猖狂虾的人，你们可准备好了？林师弟，瞧瞧，我们现在这日子过得多滋润啊！还得感谢虾人，若不是因为他爹是巨北王，家族怕我们被日后算账，也不会秘密将我们送出黎阳。这下摆脱家族的约束了，我们可以好好的快活了。杨师兄，现在虾人就在这寒江城中，你不怕他找我们麻烦吗？而且他好像比以前猖狂了许多。要知道，以前张灵宇干的那些事，很多都是我们指使的。一旦让虾人知道了，以他现在的身份，我怕……他甚至还得感谢我们，要不是当年我们打压他，磨练他的性格，压制他的生存空间，又怎么可能练就出他如今的一招绝技？听完杨不义的话，林然觉得他说的有点道理，两人当即在望春楼开怀畅饮，好好的放纵了一下。才哥呢，招你们来了！说的烂醉如泥的两人，甚至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等到他们再次醒来之时，发现自己被捆绑在一个漆黑的山洞之中。阁下是何人？为何绑架我二人？你难道不知道我们身后可是杨家和林家吗？你知道得罪我们的代价是什么吗？你他妈把嘴闭上吧！你没看出来对方是有备而来吗？他既然敢动手，就说明他根本不怕我们两家的报复。这个时候你还威胁他，你是不是嫌自己死得不够快？林然真的怒了，如果不是被绑着，他真想给杨不义一个大巴掌。他就是狂妄过头了，连自己什么处境都意识不到，动不动就拿家族出来威胁别人。这位兄台，如果此前我们真的有得罪之处，我们可以向你道歉，给予你补偿，条件任你提。他说的很卑微，甚至是祈求。听到这一番话，那一道血衣背影明显微微一颤，似乎有些惊讶。还记得我吗？两位虾人，完了！你想干什么？我告诉你，别乱来啊！当初欺负你的人是张家兄弟，和我们没有半点关系。就算你爹是巨北王，也不能蛮不讲理，胡作非为。我俩身后的家族也不是好惹的。一旁的杨不义眼神里满是慌乱，他想挣扎，可椎骨钉已经定住了他的全身骨，越挣扎，那钻心的痛苦越强烈。虾师弟，你忘了当初你被张灵宇打得鼻青脸肿的时候，是我让他住手的，你难道不记得了吗？你不说，我差点忘了。我谢谢你啊，若不是你及时制止，我差点就被打死了。不过我好像记得是你指使张灵宇动手打我的吧？不可能，你怎么可能知道？我在书院时可都是一直扮演一个好好先生的身份，不管做什么都是暗中指使，很少露面。好了，我都知道的。如今诗词大会就要开启了，你们两个如果能用术编出一首诗句，我就放你们离开。Super Idol 的笑容都没你的甜，8月正午的阳光。家人，今日落到你手里，要杀要剐，悉听尊便。用这种手段把我们绑来算什么男人？你敢不敢堂堂正正和我们打一场？
我只不过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罢了。当年你们是怎么折磨我的？又用了什么手段？我只不过是把你们对付我的手段重新用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受不了了。你不能杀了我们，你可是巨北王的儿子，你这样做，一旦事情暴露出去，天下人如何看待你父亲？巨北王府颜面何存？竟然试图用家园来威胁我，这不是给我叠 buff 吗？本来你还能好死，现在好了，你不得好死了。在你这一场斗争里，刀光一闪，他的另一条手臂也被砍了下来，鲜血瞬间流了一地。你就是斗争队，我只是打压你，你却想要我幸福。没有我对你的打压，你怎会成为最有希望打破儒道300万年来的金氏奇才？然你仅是洗刷我家人冤屈之耻，这世间若以后谁敢欺压我家人，便死。你刚与家族断绝关系，就遭遇张家全族追杀，你迫不得已跳入死无深渊，濒死时却被神秘老人救下。殊不知他的真实身份竟然是你大成仙的外公。为了你以后平平安安，一人一剑来到了琅琊洞天。曹峰，当年让你侥幸逃走，怎敢再来透天门？江燕，当年你是诈骗了老夫，导致老夫到心破死，数百年无精进，这个仇我可一直都记着呢。世间有2条成仙的道路，一条为飞升之路，当修为突破10境之后，便可脱胎换骨，飞升仙界；另一条则是直接从天门打上去，走肉身成仙的道路。从天门设立开始，僵尸一族便世代守护着这里，并且存在着一个诺言：成功后，僵尸一族就得给挑战者一片桑叶。有这一片桑叶在，其后世子孙若受到威胁，僵尸一族必须出手庇护，无法拒绝。苏朝风，你当真要闯天门？你现在的身体早已经到了油尽灯枯的时候，不好好的颐养天年，寻求什么成仙之道？一旦失败了，你绝无再生还的可能，我们也绝对不会手下留情。何须你们留情？今日老夫前来，不仅仅是为了了结这一场恩怨，更是为了我那苦命的孙儿。说到这里，苏朝风眼神暗淡了许多。经过他前几日的观察，心中已经有了预感，以虾仁这辈子是不可能回到虾仁的身边，更不可能原谅他们。一旦他撒手受欺负，又能找谁撑腰？废话少说，开始吧。若是我胜了，只求你们能遵守承诺。酒精巅峰，放弃吧，以你现在的这副身体，根本不可能闯过3000青石路，更不可能挡得住我们这些人的围攻。你们一起上吧，老夫又有何惧？该死！这老头听朝几百年，竟然领悟出了如此恐怖的剑诀，不能再拖下去了，一起上吧！江燕不再保留，他必须阻止苏朝风。一旦让他靠近天门，成功扣门，就意味着他们僵尸一族今后要对苏朝风信守一个承诺，哪怕你举世皆敌，被天下人所不容，只要有这个承诺在，僵尸就会直接全面去亡。八荒炼狱阵！一声怒吼，刹那间，数百人瞬间响应，以天罡地煞之位，形成了一个杀气腾腾的阵法。八荒炼狱阵，来吧，今日我便来领教一下你们僵尸一族的阵法。这一战昏天暗地，10万里荒原，百兽惊走，无数仙人堆头之上，站着一个个围观之人，脸色凝重。好恐怖的剑意，没想到是个多年老夫，还能再一次见到桃花神剑的风采，不枉此生。竟然连八荒炼狱阵都逼出来了，这老怪物究竟达到了怎样的一种恐怖境地？许多听到动静的世家大族也纷纷跑了出来，观看着这一场大战。当他们看见那八荒炼狱阵出现的那一刻，所有人都难掩心中的震撼。此时此刻，八荒炼狱阵中，苏朝风紧闭双眼，恍如完全融入这汹涌的浪潮中一般，恐怖的剑意越发的强烈，隐约有突破仙境之势。苏朝风，现在放弃还来得及，一旦八荒炼狱阵出现，等待你的只有一个结局，那就是陨落当场。天地无心，日月穷光，我就是太阳。这一刻，苏朝风犹如一步踏入仙境，桃花神剑从天外飞来，一剑打斩，刹那间，天地恍若被隔开了一半，与9天之前，天门大开，巨龙被这剑斩成了2半。孩子，等着我！与此同时，在寒江城，羚羊2家的几名长老已经在虎视眈眈了，他们目不转睛地看着你虾仁。夏少爷，我家少爷初到寒江城没几天，人生地不熟，根本不可能得罪人。如果说这城内有和我家少爷有恩怨的人的话，那这个人只有你虾仁了。什么意思？你家少爷被绑，你怀疑是我干的？
夏少爷，老夫知道，当初在补天圣地时，我家少爷年轻不懂事，经常为难你。但那会不是还不知道您是巨北王世子吗？这件事确实是我们的错，但他现在已经诚心改过了，希望夏少爷能放他一条生路。你这话说的挺有水平啊。那按你的意思，我如果是一个普通百姓家的儿子，就活该被你家少爷欺负呗？你虾人此话一出，杨天行瞬间脸色一变，意识到自己可能说错了话，连忙改口：夏少爷，我不是这个意思。别叫我不是谁家的少爷，如果你们觉得是因为我血缘上和虾园有一点关系就有所顾虑的话，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们，我和虾园没有任何关系，你也不用顾虑什么，尽管放马过来。你义正言辞地说道，一身浩然正气瞬间显现了出来，浑身上下透露着几个字：正的发血。不少在周围观察的读书人，在感觉到这一股浩然正气的那一刻，顿时疯狂了。造次，哪里来的狗东西，敢在这里造次，给我滚！八境强者。小伙子，你别怕，有什么委屈尽管与我说来，我还就不信了。这世道已经污浊到了这等地步，竟然还容不下一个小小的公道。前辈，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陷害我，我只想安安静静的读我的书，没想到他们一大早就跑过来说我抓了他们家少爷，晚辈冤啊！我连他们家少爷都没见过，又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情？话没说完，四周的空气骤然降了下来，一股无形的杀意笼罩着整个黄鹤楼。杨天行和林北直接傻眼了。以后谁要是敢说你老实本分、正直善良，老子绝对第一个劈死他！你这是要把我们往死路上逼啊！欺人太甚！孔云峰已经不想去证实谁对谁错了，世家一贯的作风不就是只要怀疑到不是你干的，也得变成是你干的？今天孔某把话放这里了，这小伙子我保了，任何人胆敢再找他的麻烦，那就是在和我过不去。道理讲不通，本人对拳脚也是颇有研究，谁要是不服气，可以来试试。我本以为我已经够无耻了，没想到有人比我还要无耻，现在怎么办？他父亲乃是巨北城的扛把子，他的外公更是那成仙的圣人，再加上现场的读书人，再不走，一会谁也别想活着离开。一个月才1000月工，玩什么命啊？死的又不是你儿子。多谢前辈为我主持公道，今天若不是有前辈在场，晚辈指不定被他们怎么污蔑呢。虾人，别说了，我相信你，我辈读书人绝不可能干出这等苟且之事。无数人开始纷纷表示支持，只因你身上的浩然正气太过于明显了，那可是儒道至圣真气，唯有真正有德有才之人才配拥有。多谢诸位，大恩不言谢。我相信，只要天下读书人团结起来，我们一定能守住我们心中的那一片净土。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吾辈读书人亦不容此。天空一声惊雷，划破9天，惊醒所有人。恐怖的气旋之下，一条光明大道从天而降，光柱缓缓照耀在你身上。这一刻，全城都沸腾了。你身为万族之首的长子，却被你亲生父母打压了20年，你迫不得已逃往寒江城，而他们却不知你靠着藏尸300首修炼成为一解毒圣。曾经嫌弃你的父母得知你出名后，竟想用你来这里观赏狮子大会的借口把你绑回家。王爷，我们已经打听到大少爷的消息了。那逆子现在何处？今早看见我们大张旗鼓进城，却不现身，是不是在躲着我们？少爷刚刚才返回寒江城，此刻正在黄鹤楼中。虾园微微一皱，心想这个逆子莫不是又去那种风月之地放纵了，心头当即一怒。夫人，我说的没错吧？就该继续打压他，小小年纪就能天天去酒楼风花雪月。王爷，你就只会打压吗？大少爷可不是你眼中不学无术之辈了，现在的大少爷可厉害了。你把话说清楚，大少爷怎么厉害了？少爷现在可是整个寒江城最出名的少年天才，仅凭一首诗，荣获大家一致的认可，授予诗仙之名。此话一出，整个大厅瞬间寂静无声。虾园有点不敢相信，这还是他记忆中那个玩世不恭、游手好闲的儿子吗？金色传说，这小子什么时候学的一手好文章，能写出此等气势如虹的诗来？好美的意境，这真的是我儿写的吗？没错，夫人，是大少爷亲笔所写。就在前2日，黄鹤楼上，大少爷登高即兴而坐，惊呆了在场的所有人，就连白鹿书院的院长白鹿鸣来前辈都为之惊叹，称大少爷无愧诗仙之名，乃万古无双的奇才。说到这里，虾阳也是热泪盈眶，他太能体会大少爷诗中的那种心境了。我现在就要去找我儿子。与此同时，天空一声巨响，缓缓出现一个惊天巨手，抓住你虾人，并把你拉进虚空之中。
前辈，你的手是遇到了什么难缠的对手吗？为何弄得如此狼狈？一群土鸡瓦狗，就凭他们也想伤我？要不是他们当年使诈，老夫几百年前就把他们宰了。这是我自己斩断的，这天底下，老夫若想走，没有人可以拦得住。自己都被打成这个鸟样了，咱能不能别那么嘴硬了？怎么，你不相信啊？没想到苏朝风突然往左边猛然打去，刹那间一股惊天剑意瞬间袭来，数十里外，一座山头赫然被炸成了粉末，甚至还有一个老头从里面被炸了出来。这招帅啊！怎么样，想不想学啊？老前辈，其实我不想打击你的，不过单论剑诀，我其实也挺能打的。好小子，有够狂的！老夫修炼剑道几千年，你还是头一个敢在老夫面前论剑的。我倒是想看看你学了什么逆天剑诀，展示给我看看，说不定我还能指点你一下。老前辈，看好了！说话间，一股惊人的剑气以一种兀忽的速度在你虾人两指之间凝聚。我这一剑名曰一剑神法，冰冷的语气中透露着滚滚杀意。只见这滚滚天雷落下，一道剑气出现，犹如天地落下。好恐怖的剑势，这是什么剑诀？难不成这是传说中的无上剑道真意？这一刻，苏朝风惊了，他震惊于这一剑的恐怖威势，更震惊于你小小年纪竟然能领悟此等至高无上的剑诀。或许老夫命不该绝吧，我这大外孙算是给了我一个天大的惊喜。若是真能解开我苦苦追寻一生的剑道真意，剑仙之境也未尝不可实现。孩子，老夫今天喝了你这么多酒，今天刚好有份礼物送给你，就当是付酒钱了。苏朝风微微抬手，两指指着你虾人的眉心，只见着那一片桑叶化作一团光芒，飞入你的眉心中，一股无上法则之力瞬间爆发，一个迷你树叶的印记出现在额头上。孩子，你不用担心，此物的存在不会影响到你的修行，你也无需去理会它。未来或许有一天你遇到危险的时候，它就是你最后的一线生机。家漂泊半生，未逢明主，今公若不弃，愿拜为义父。就在你和苏朝风举杯畅饮之时，此刻的寒江城中，巨北王府一众人已经来到了黄鹤楼门口。晚辈萧无一见过巨北王王妃。虾人呢？让他出来见我。虾元，他怎么会来找虾人？难不成之前的传闻都是真的？小姐，我已经去打听过了，那虾人真的是巨北王虾元的儿子。虾元的儿子？怎么可能呢？若是他的儿子，这20多年为何默默无闻，从未听说过？我之前让下面的人亲自去了一趟黎阳打听，发现虾人竟然真的是虾元的儿子，只不过是他抛弃了20年，最近才找回来。原来他是从小被父母抛弃的可怜人。此时此刻，站在虾人身边，萧无一已经紧张的汗流浃背了。他也没想到，你虾人前脚刚走，这具北大魔王后脚就找上门来了。王爷，虾人他刚走，此刻并未在楼中吗？哼，这个逆子，莫不是知道我们要来，故意躲着我们？他是不是真以为所有人都得围着他转？现在立刻让他出来见我，否则拆了你的酒楼！王爷，我真不知道他去了哪儿啊！刚才突然来了一个独臂老头，抓起他就跑了，我都没来得及看清那人的长相。不过我能感觉到他的气息非常恐怖，初步估计至少也是8境强者之上的存在。到底是谁敢动我虾元的儿子？给我找到他！我儿子少了一根毫毛，我让他生不如死！随着虾元此话一出，在场的所有人才反应过来。我的天，虾人真是他儿子，难怪我看着有几分相似呢，这下乐子可开大了。刚才到底是谁抓走了虾人？你们谁看到了？谁主意那个？都在看时呢。现场顿时一阵议论纷纷。楼阁之上，明月默默地看着这一切，他倒是知道是谁抓走了虾人，不过他并不想说。儿子丢了不关心，出事了开始着急了吗？这种关心有几分真几分假？是出于对儿子的关心，还是出于自己的颜面问题？小姐，我觉得虾人最好不要跟他们回去，太气人了。大儿子被人追杀四处流浪，他们还有心思给小儿子办什么生日宴？换作是我也接受不了。就在众人议论纷纷之时，一声急促声传来，只见着密密麻麻的人开始涌入黄鹤楼中。王爷，不知令郎身在何处？老夫有件事想问他一下。你想问什么？令郎把我儿子绑到哪里去了？如果我儿有什么得罪令郎的地方，我可以在这里给您赔礼道歉，还请令郎把我儿还给我。放肆！你们凭什么说我儿子绑走你们儿子的？有什么证据吗？众所周知，令郎不是第一次干这件事了。先前张家二子就是因为曾经和令郎不对付，才被他残忍杀害了。我儿子在补天圣地的时候，和他有过一些过节，如今他又刚好在寒江城中，很难不让人怀疑。就凭你们一个怀疑，就想让我把儿子交给你们审问？当年你们的儿子仗势欺人，欺负我儿子的事情，我还没找你们算账呢，你们倒还想找我要人？
一时间，黄鹤楼中剑拔弩张，谁也没想到这段时间出尽风头的虾仁，竟然会引来这样的麻烦。我相信这件事不是虾仁小友干的，我相信他的人品，他绝对不可能干出这种事情来。孔云峰，这件事和你有什么关系？用得着你在这里多管闲事？你们说他绑了你们的儿子，有证据吗？没有证据，我可就当你们是在对我们读书人发起挑衅了。我喜欢讲道理，但我的巴掌可不喜欢。此话一出，黄鹤楼全场的读书人齐刷刷地站了起来。等一下，抱歉，这里没有你们要找的儿子。现在站在你们面前的人是来自九幽魔地的最强魔神，是世界的终结者。等一下。你目光凌厉停留在了虾长生身上，露出了一丝意味深长的笑容，随后又看向了羚羊两家的一众人。你倒是有点明白今天这是怎么一回事，全是来找你麻烦的。虾仁，你最好把我儿子放回来，否则老夫哪怕拼着一死，也不会让你好过。我听不懂你们在讲什么，不过如果你们觉得我好欺负的话，尽管放马过来，不用有所顾虑。纵使千军万马，我虾仁也可一剑挡之。此话一出，现场的气氛再一次剑拔弩张。杨毅很大怒，正想出手逼问，忽然看到虾仁身后的孔云峰往前走了一步，而他身后的读书人更是不由自主地拿出武器。看到这一幕，他心知今日想问出个什么来，几乎是不可能了。孩子，娘终于找到你了，快让娘看看有没有伤到哪，有没有被欺负。王妃，请自重，这里没有你的儿子。冷漠的一声王妃，让在场的所有人为之一惊。虾仁更是愤怒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这才离家几天，连娘不会叫了，现在是翅膀硬了是吧？不知王爷此话何意啊？我有点听不懂。当初我好像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吧？至此与你巨北王府再没有任何瓜葛，今日又为何找上门来？逆子，你当真要与我们断绝关系？虾仁被气得脸色铁青，眼神充满寒意，一股恐怖的压迫感突袭来，压得在场所有人心头一重。以虾仁面部红色，眉心处隐约散发着一股淡淡的光芒，扛住了这一波压迫。王爷说笑了，我虾仁3尺微命，可不敢攀上你们巨北王府的高枝。孩子，你别这么说，不管你怎么想，你都是娘的孩子，是娘10月怀胎生下来的。你就算再怎么恨我们，娘也不怪你。只要你能跟娘回家，你想要什么，娘都答应你。够了，少在这假惺惺的装什么伟大母亲形象。我不需要你们的怜悯，也不需要你们的任何施舍。混蛋，谁让你这么跟娘说话的？虾仁话音刚落，一声少年的稚嫩声传来，带着万分怒火。只见这虾长生一掌从人群中拍了过来。给我住手！风浪一怒，恐怖的气场瞬间碾压而来，所有人都被压得骤然身体一沉，险些跪倒在地。突然一股巨力爆发开来，两人同时被分开。逆子，你心肠如此歹毒，连你弟弟都下得去手。此话一出，在场的所有人都懵了，孔云峰更是瞳孔震惊。不是虾长生先出的手吗？怎么还成虾仁的错？就因为他吐血了。好一个心肠歹毒，虾远，你终于露出你虚伪的真面目了吗？明明是他先出手偷袭的我，被我反制了，反而我还成心肠歹毒了，那他又是什么？卑鄙无耻的小人吗？此话一出，虾远脸色顿时一沉，才意识到自己刚才过激的反应，说错了话，极力想要辩解时，苏婉清却说道：“不是这样的，虾仁，你听娘解释，你爹也只是不想让你们兄弟相残，他不是有意责怪你。”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口口声声说什么为我好，你又干了什么？你眼里只有你的小儿子，只看得见他受伤了，却没有想过我也受伤了，这就是你所说的为我好吗？不是这样的，虾儿，你听娘解释，我也是一时心急，你们2个都是娘的心头肉，无论哪一个受伤了，娘都会心疼。别再假惺惺了，我不需要你的假怜悯。见此声势，虾远脸色更铁青了。他没想到以虾仁竟然能忤逆他到这种程度，刹那间的怒火爆发，一股冲天的杀意席卷而来。孔云峰险些被这一股力量给震碎，还好虾元还能保持一点理智，没有下死手。而在场的众人在真正见识到他的实力之后，才明白为什么他能被异域生灵称为巨北大魔王，他的实力根本不是孔云峰一个8境强者能抵挡的。怎么恼羞成怒，想要杀人灭口？好啊，你动手啊，你杀得了我们这些人？难道你还能杀了全天下的人吗？你堵得住这悠悠众口吗？逆子，你给我滚！从今天开始，你不再是我虾元的儿子，生死也与我再无瓜葛。虾仁，你快给你爹道个歉，娘答应你，以后不管你想要什么，娘都给你，我求求你不要这样。该滚的人是你们，这里不是你的王府。
杀了你！虾长生杀心暴起，你的所作所为已经彻底点燃了他的怒火。我的好弟弟，就让哥哥好好疼爱你吧。吃了这么多保药灵药，浪费了这么多资源财力，连我这个地痞流氓都打不过，这就是你引以为傲的东西吗？说句不好听的话，就这些保药灵药拿去喂一只猪，它都能成仙了，你连猪都不如。正如当初在王府时我说的一样，你不会真以为自己很优秀吧？你无非就是吃了几年的家族红利罢了，在我眼里，你连我一根毛都比不上。即使没有这些资源，我杀你如屠猪宰狗，轻而易举。随着你虾仁这一句话说出来，全场顿时哗然了。我的老天爷，什么叫诛心？这也太狠了！人家好歹也是堂堂不老山圣子啊，竟然把他贬低得如此一无是处。杀了你！我要杀了你！混账！还不嫌丢人？给我退下！虾长生还未来得及杀出，虾园那冷冰冰的声音便传了过来，如同一把利剑一般，狠狠地戳中了他的心口。他满脸不敢置信地看着父亲。我输了，输给了一个曾经连给我提鞋的资格都没有的废物哥哥，更是让父亲你对我产生了失望之意。长生羞愧难当，只能自刎归天。你想做什么？一点小小的挫折就想了结性命？爹娘养你这么多年，你就是这么报答我们的吗？随着苏婉清冷冰冰的声音传来，彻底击垮了虾长生的骄傲。他无力地瘫倒在地，连最疼爱他的娘亲如今都动手打了他。世界恍如陷入了一阵昏天暗地之中。我弟儿，娘没有责怪你的意思，但娘希望你明白，爹娘永远都是爱你的，哪怕你没有那么优秀，即使沦为一个废物，爹娘都不会抛弃你。娘，香儿错了。好孩子，知错能改，你还是爹娘的好儿子。我们回家，娘带你回家。要不说人家是一家人呢，瞧瞧这母子之情，真让人感动啊！混蛋，你给我等着，今天这一剑，迟早有一天我会还给你。以你的资质，见我如井中蛙见天上月，一粒浮游见青天。如若我不浪费这20年的时间，你连见我一面的资格都没有。我今天才发现，他虾仁也是如此狂妄之人，难怪能写出《将进酒》这样的傲气冲天的诗句。好一句浮游见青天，太猖狂了。可是我为什么突然有种特别爽的感觉？现场一阵议论纷纷，都惊叹于你虾仁的傲慢。舆论犹如一把利剑，狠狠地戳进虾长生的心窝里。昔日威风凛凛的巨北大魔王，此刻终于低下了那一颗骄傲的头。你想好了，真的不跟我们回去吗？抱歉，这里没有你们要找的儿子。现在站在你们面前的人，是来自九幽魔地的最强魔神，是世界的终结者。家园，苏婉清，你们听好了，从今以后我们之间毫无瓜葛。你做你的巨北大魔王，我当我的市井小混混。这里没有你的儿子，带着你的人滚出这里！不，虾儿，娘错了，跟我们回去吧。夫人，也许我们应该放手了。只要他能过得开心，过得幸福，即使不在我们身边，又能怎样？就随他去吧。我只想听他叫我一声娘，我没敢想他能回到我们身边，哪怕是这一个小小的请求，他都不愿意成全我吗？只能尽力去弥补他了。等诗词大会结束后，我们再找机会好好去挽回他吧。在结束了这一场闹剧后，虾园失望地回头看着你虾仁，嘴唇微微颤动间，还是没有开口。虾园无奈还是带着恋恋不舍的苏婉清离开了黄鹤楼，尽管他百般不愿意，也不得不接受这个现实。儿子真的不回来了。孔云夫，老夫跟你没完。林兄，你说吧，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此事关乎你我小儿的性命，多耽搁一日，他们便多一份危险，不能再拖了。刚才的事情你也看到了，这对父子的关系已经彻底到了无法缓和的地步。我们只需要避开孔云峰，趁他不在，就能将那小子抓来。只要能把那小子抓回来，老夫就有把握让他开口。可是，一旦事情败露，让虾园知道了，我们两家又该如何自保？你放心吧，刚才他虾仁的那一番话，早已经把他爹娘的心伤透了。他又怎么可能会管虾仁的死活？这会还在想着如何安慰他的小儿子呢？只要我们办得隐秘一些，就不会出现任何差错。豁出去了，就按你说的办。从今天起，你我两家派出所有的高手去秘密监视那小子，一旦他有任何风吹草动，及时汇报，千万不能让他跑了。在两家的密谋下，那一间灯火辉煌的酒店顿时多了好几双监视的眼睛，但是这些监视的眼睛并不知道在黑暗的更深处，还有一双眼睛在看着他们。这么迫不及待吗？看来我最近有的忙了。云顶之上，一个偌大的平台，人山人海。当你和孔云峰缓缓落地之时，顿时引来了不少人的注意。以你虾仁现在的名气，也当得起这一份关注度。毕竟你现在可是有着少年诗仙的名号。哎，虾仁，今儿个来的可都是世间的名流贵族、风云人物。文焕，你看我眼色行事，我带你认识几个不错的前辈高人。多谢前辈大恩。时，一阵喧闹声传来，你突然注意到
虾仁和苏婉清就跟在你身后，和一些上山观摩诗词大会的各大家族族长，或者一些世间的至强者攀谈。你现在知道虾仁的威望有多高了吧？他一出场，几乎全场的焦点都聚集在他身上，连带着他身边的人都有数不清的人去巴结。怎么样？有没有一点后悔？但凡你肯低个头，你还是巨北王世子，一样可以成为所有人仰慕的对象。前辈说笑了，虾天生贱命，可享受不了这样的待遇。再说了，即使没有这个身份，我一样能成为举世瞩目的风云人物。小伙子，有志气，老夫没有看错人呐。在你和孔云峰闲聊之时，那边的苏婉清也注意到了你虾仁，下意识地想往这边走，突然想起来什么，眼神突然暗淡了下来，流露出几分失落之意。夫人，放手吧，他已经不是当初的虾仁了，以前都还好，不管怎么骂他，虾仁都会虚心接受，不敢还嘴。现在不行了，你敢骂一句，他能对到你哑口无言，无地自容。虾儿，等着你啊，终有一天我会让你回心转意的。与此同时，人群中，虾长生默默地关注着爹娘的情况，他自然也发现了你虾仁的存在，眼神中闪过一丝冰冷的寒意。他应该就是你说的那个不成器的哥哥吧？废物罢了，资质平庸，在外染上了一身坏毛病，连最基本的贵族礼节都不懂，经常给家里丢人，而且还经常在外面鬼混，丝毫不顾及王府的形象。倒是和你说的差不多，毫无贵族公子的气质，倒是和那些混迹市井的痞子有的一拼。不过话说回来，我听说昨天你被打了，有没有这一回事？只不过是大意了，没有闪，被他打了一个猝不及防。若是此刻在队上，我一剑便可斩他。无妨，你爹娘在场，你不好动手，回头看我的。身为好兄弟，我怎么也得给你出口恶气。两人不知道的是，他们的对话刚好被从身边路过的明月听到，他嘴角微微泛起一丝不易察觉的弧度。虾仁，等一下，我们应该不是第一次见面了吧？正式认识一下，瑶光圣地明月。闲杂人等，虾仁，幸会幸会。我听说你之前有个未婚妻来着，怎么交往不利，掰了？仙子真会说笑，感情之事讲究的是两厢情愿，岂能强求？正所谓人到离杨花似锦，偏我来时不逢春。此话一出，周围瞬间寂静了下来。短短的两句诗，在现场突然引起了一阵骚动，连白鹿鸣都露出了惊诧之意。好一句人到离杨花似锦，偏我来时不逢春。不知道你是否还在对你那个未婚妻恋恋不舍呢？说句实话，曾经我也曾想过，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可最终却发现自己所做的一切，在别人眼中不过是一个笑话。后知后觉的恍然大悟，才明白，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啊！只听着这两句诗落下的那一刻，全场瞬间寂静无声，而明月则是表情有些古怪，他总感觉这两句诗另有所指啊。我的天，真是老天爷赏饭吃啊！他怎么随口就来啊？这还怎么玩啊？诗词大会都还没开始呢，他就已经开始炸场了。现场瞬间响起一阵激烈的讨论声，人群中一道白色的身影默默地注视着这一切，眼角闪过一丝哀伤。气死我了！正宫还在这儿呢，他勾搭别人男人算什么？好了，别说了。为什么不说？你不应该把心事都藏在心里，明明是他的错，现在他倒是装出这一副深情模样，你反而成了那个薄情寡义的负心人。你根本不了解事情的真相，你站在我的立场上去看待问题，当然觉得他有错。可从始至终都是我一直在伤害他，我就是一个薄情寡义的女人。听完他的话，陆芷也沉默了。连峰面对着世人的冷嘲热讽，却一句话也还不了嘴。在场的这些世家大佬，谁不知道他与虾家的婚约？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谁是明月？谁又是沟渠？世人谁不知，那不老山圣子虾长生与圣女莲峰一直被众人视为神仙眷侣，从小感情就好，加上虾家与莲家自小便有联姻，你稍微琢磨一下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你的意思是说，其实和莲家小公主指腹为婚的人不是虾长生，而是他那个被遗弃的哥哥虾仁？难怪我总觉得不对劲，原来这当嫂子的和小叔子好上了。逆天啊！这女人怎么这么不检点啊？明明已经有了未婚夫，还和小叔子走一起。这么多年来，我一直以为他们是一对呢，还喝了好酒。这弟弟也不是什么好东西，连哥哥的女人都惦记，简直不是人。一时间，众人议论纷纷，渐渐的，现场的气氛逐渐变得诡异了起来。特别是联想到你虾仁的那一句“人到离杨花似锦，偏我来时不逢春”时，气氛直接达到了顶点。虾仁，早晚有一天我会杀了你。要不要我帮你教训一下他？你有把握吗？看不起谁呢？我好歹也是堂堂浮光洞天的圣子，连一个小小的弃子都打不过，说出去岂不让人贻笑大方？柳青风谈笑一声，压根就没放在心上。在他心里，你虾仁始终就是一个不入流的平民罢了，没了巨子世子这个身份，你甚至连出入这等大雅之堂的资格都没有。登徒子，等一下，虾仁，元丰不能没有你，不要离开我好吗？
抱歉，这里没有你们要找的儿子。现在站在你们面前的人，是来自九幽魔地的最强魔神，是世界的终结者。连峰，当初的你对我爱答不理，30年河东，30年河北，现在的我你高攀不起。很好，很好，很好啊！虾仁，你就只会欺负女人吗？是男人就来与我一战。一坨罢了，在我虾仁面前装什么大义法郎？虾仁，你不过是一个市井，有什么资格说我是？我成名的时候，你虾仁还不知道在哪个犄角旮旯的地方捡垃圾吃呢。以你的资质，能见到我已经是你莫大的荣幸。能和我待在同一个屋檐下，你家祖坟已经冒青烟了，你更应该感到庆幸。毕竟我能这么心平气和的跟你讲话，已经是对你最大的尊重。随着你虾仁这一句话说出来，全场瞬间沸腾。他是真狂啊，这种话都敢说。要知道，那可是浮光圣子啊，好歹也是一代天骄，在他眼里竟然也成了不入流的货色。孽缘太甚，我要杀了你！这，你别上了他的当，他这是在故意激你呢。要是杀了他，你可能就无法参加后续的大会考核了。我如何不知道他在故意羞辱？可我忍不了这口气。就这点攻击性，还想找我的茬？我都还没发挥呢，你就已经破防了。虾仁，少在这里装腔作势，真打起来，我不输你。母鸡娃犬也敢在我的面前摇舌死河，吟吟狂吠。和我作对，你是蚍蜉撼树，可笑不自量。我杀你们如屠鸡宰狗，轻而易举。你虾仁俯瞰而下，犹如看待2只蝼蚁一般，眼神里满是悲哀。虾长生瞬间气血上头，眼里仿佛冒着火光，牙齿都在打颤，极力地克制着心中的杀意。怎么不信吗？不如你们一起上吧，我让你们一只手。说完，你自顾地将一只手背到身后，向世人真正展现了什么叫做傲。这一刻，所有人都惊了。这家伙真是有够气人的，我听了都想打他一顿。那家长生和柳清风好歹也是6境强者，天之骄子，在他眼里难道就这么不堪吗？羞辱一个普通修士也就算了，他竟然用这种方式去羞辱一个天才，这无异于用一把利剑狠狠地戳进他们的心里，将他们的尊严狠狠地踩在脚下。柳清风很快他清醒了过来，他逐渐意识到你虾仁言语的攻击性有多可怕。虾仁，你不过是一个被家族遗弃的弃子罢了，连和本少爷说话的资格都没有。自以为写了几首诗就能改变你悲哀的命运吗？还天真！在真正的世家面前，你只是一个随手可以被捏死的蚂蚁。若是聪明点，夹着尾巴讨本少爷乐一乐，或许还能从牙缝里扣点什么赏呢，便已足够你苟活一世。此话一出，现场的气氛顿时凝固了下来。在场的人基本都已经了解到了你虾仁的身世，都知道你乃是他虾仁的儿子。柳清风竟然在这个时候提起这件事，甚至还说什么从牙缝里抠出来点什么这种恶心的话，无异于是对你虾仁这个尴尬的身份的一种践踏。试图用我的身世来攻击我，觉得我是一个不被家族认可的可怜虫。区区巨北魔王世家，我虾仁还不放在眼里。再说了，即使没有这个身份，我一样能成为举世瞩目的风云人物。我的乖乖，这是何等狂妄的姿态！天下间能写出《将进酒》这样的狂妄之诗之人，必定也是一个极度轻狂高傲之人。他做到了，真正目空一切，只是不知道他的实力能否支撑得起他的狂妄。现场瞬间议论纷纷，大殿之中，虾仁等一众特邀嘉宾此刻也全都在目睹这一场闹剧。在听到了虾仁那一番弱者言论后，心中也是一颤。虾儿怎么感觉像是变了一个人一样？以前的他不是懦弱无刚、优柔寡断吗？夫人，到了今天，你还没觉得自己错了吗？他早就不是以前的虾仁了。这场闹剧就让孩子们自己解决吧，我们不必插手。眼看着现场的气氛越发的不对，周围一个个异样的目光看了过来，柳清风脸色逐渐变得阴沉。这一刻，他终于意识到自己被降维打击了。虾仁，我承认你的嘴上功夫确实了得，不过想要在这片天地立足，光凭打嘴炮可不行。你敢与我一战吗？这是要下战术了吗？好家伙，这应该是本届诗词大会的第一场重头戏吧？来自浮光洞天的圣子对补天圣地的不知名弟子兼曾经的巨北王世子，这场戏越来越好看了。一时间，所有人都激动了起来，因为这场诗会从始至终都不只是单独的写诗，其中当然也加了一些以武会友的环节。不如这样吧，你们这样的货色打一个太没劲了，干脆2个一起来吧，反正都是顺手的事。欺人太甚！虾仁，我柳清风今日必定斩你！与此同时，家长生同样用杀人的目光看着了虾仁，他没想到你竟然这么不把他看在眼里。刹那间，杀心四起，股狂风席卷而来，两人的气势彻底爆发了出来。
虾元，你说我们要不要制止？无论是虾仁还是虾长生，他们两个哪一个受伤，都是我不想看到的。先看看再说。长生虽然个性傲慢了些，但下手还是有分寸的，应该不会出现什么问题。再说了，就算有危险，有我在，虾仁不会有事的。这场战斗，虾元并不认为你虾仁能赢，哪怕之前你打伤过虾长生，但那也是因为虾长生大意，一开始只用了1成的力量，更何况这是1打2，绝无胜算。我的好弟弟，你知道我等这一天等了多久吗？虾仁，我今天一定要你为你的狂妄付出惨痛的代价。执笔绘天地，随着那水墨天地形成的内容，一道笔墨从天外落下，勾勒出璀璨的一幕。柳青风和虾长生顿时脸色骤变，感受到一场惊天的剑意从四方天地席卷而来。在这种极致的压迫下，虾长生终于选择爆发。至尊宝术，到底是巨北王虎，底蕴雄厚，连这等至尊宝术都传授给了他。以他的身份，这种宝术不都是他想练什么？家里都上赶着给他封吗？如此一来，虾仁怕是要吃亏了。原本他就荒废了20年，又没有这种庞大的家族底蕴支撑，想要打败他弟弟，仅靠一个儒道至圣领域，他是有点难。与此同时，9天之上，那炸裂的古文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虾长生的剑意直接提升了数个档次，那恐怖的气势令人叹服。虾仁，你给我死！醉舞长剑指虚空，脚跟细灭群星斗，长啸难争天地红。身为听朝剑阁的传人，苏婉清他能感觉到，以虾仁的剑意中蕴含着无穷的天道法则真意，没有8道招式，有的只是来自于上苍的碾压之势。不好，长生要输了。无敌道3000州，你身为万族之首的弃子，论体质灵根，你不及你亲弟弟分毫，却在寒江城一人独占2大天骄，曾经嫌弃你的父母和之后，竟要出手抹杀你的存在。虾仁，快住手！娘不想看到你们兄弟2人手足相残，快下来给你弟弟道个歉，你还是我们的好儿子。王妃，当初我好像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吧？我虾仁与你巨北王府再没有任何瓜葛。现在站在你们面前的人，是来自九幽魔地的最强魔神，是世界的终结者。面对你虾仁再次展来的夺命之剑，苏婉清轻轻一挥手，万千剑意瞬间涌动，你所有攻势都被瓦解，虾仁也被利剑洞穿了心口。我就知道如此，苏婉清，早晚这一剑我会千倍万倍的还给你。虾仁，不要怨恨娘，娘也是为了你好啊！你是大哥，让着点弟弟又如何？被苏婉清的这一击打得猝不及防的虾仁也是气血攻心，出了一口血。另一边的柳青风见状，以为抓住了机会，当即一掌拍了过来。虾仁，你重伤，今天就是你的死期。大河之剑天上来。早就说过了，从始至终你们都不配成为我的对手。你们20年如一日的努力修行，夺机缘，争天命，从万人之中杀出重围，脱颖而出，也只不过是为了能拥有一个见到我的资格罢了。连峰身躯微颤，不敢想象，这才短短1个月的时间，以虾仁竟已然变成了他只能仰望的存在。这可是天下所有天才为蝼蚁的无敌气势，不正是他连峰心目中理想的如意郎君形象吗？不过你还不错，比起某个只能靠家人保护的废物好一点点。见虾长生脸色逐渐好转，虾仁连忙补了一刀，害怕他真缓过来。身为巨北王家园的儿子，我又何曾受过这样的耻辱？虾仁，今日我必定杀了你！长生，你不要再和他打了，你不是他的对手。杀气，虾长生已经顾不上什么了，出手便是最阴狠的杀招。众人看见他的杀气腾腾的剑势，不由得心头一颤。这是打出真火，准备生死决斗了。这对兄弟是越来越有意思，谁都在置对方于死地啊！到底是因为什么才会导致他们兄弟走到今天这个局面？众人议论纷纷，眼看着2人越打越凶，虾长生身上的伤口也越来越重。虾仁坐不住，他发现你虾仁根本没有使出全力，一直都在戏咬虾长生。只听着一声怒吼从外面传来，滔天的气势瞬间碾压而来，你只觉身体一沉。这好不要脸，一次又一次的欺负虾仁，真当我被读书人是好欺负了不成？虾仁，偏心也不能这么偏吧？你们眼中难道就一点也容不下虾仁吗？让你误会了，我的本意是为了分开2个孩子，无意之间伤到了虾仁而已。为了小儿子
出手将大儿子重创。杀人与你们断绝关系，跟你们的偏心脱不了关系。难怪这两人明明是亲兄弟，却形同水火，剑拔弩张。这虾仁对待他们两个人的态度，简直就是天差地别。为了小儿子出手将大儿子重创，这是一个合格的父母能做得出来的吗？这就是偏爱与嫌恶之间的区别。之前听闻虾仁与虾莲断绝关系的时候，我还觉得此子离经叛道无可救药。现在我突然觉得他走得对，在这种爹娘一味的宠爱次子的情况下，身为嫡长子的他绝无收还的可能。可笑，堂堂巨北王，大英雄，大豪杰，为天下人表率，坦坦荡荡的光明形象，没想到却隐藏着这么虚伪的一面。众人实在不理解，既然如此偏爱小儿子，之前又轰轰烈烈的闹什么找儿子的戏码，害得整个黎阳的人都跟着动了起来。他们更想不通，明明大儿子更优秀，无论是其天赋还是才学，实力都远胜小儿子数倍乃至数十倍，他们为什么还嫌弃他？吾辈读书人当如虾仁，吾辈读书人当如虾仁。家园，你说我尖嘴猴腮，样样不如他。现在你再睁开你的狗眼，看看到底谁不如谁。你的宝贝儿子连给我提鞋的资格都没有。滚滚乌云之下，柳清风重新站起身来，他的眼睛透着血丝、愤怒、冲动，俨然冲昏了他的头脑。我堂堂福光圣子，柳家嫡长子，今日却在此让你这个弃子给羞辱了。虾仁，我今天是杀肉。皮虎也敢企图撼树，可笑不自量。哪怕是得罪巨北王府，我今天也要杀了你虾仁，以泄心中之愤。柳清风体内的神骨再一次爆发出璀璨的火光，恐怖的至尊神威铺天盖地碾压而置身于那漫天火海之中。虾仁一身白衣显得格外孤独。长生，你以后老老实实的，不要和你哥打了，你现在还不是他的对手。他没有以后了。柳清风的神骨威力，我可是见识过的，六境之中几乎很少有人能扛得住他的攻势。若是我出手救下虾仁，天下人会怎么看？会不会觉得我们巨北王府输不起？火海中一声又一声震耳欲聋的声响，所有人都看不清里面发生了什么，只知道里面长得异常激烈，各种宝术符文涌动，虚空都快被震碎了。你看那家人被少爷打得像老鼠一样的乱窜。不对吧？我看着那个人怎么这么像咱家少爷？你说刚刚跑出来的那个人是少爷？不可能吧？少爷的神骨威力，我们可是见识过的。那家人虽说实力强大，但那也仅仅能勉强压制得住未开启神骨的少爷。一旦少爷神骨开启，将会单方面的碾压。就在几名长老暗暗交流时，突然那一道身影再一次从火海里面跑了出来。还真是少爷！几道身影顿时一闪，一瞬间便冲入了火海之后，将奄奄一息的柳清风从里面抱了出来。随着火光散去，虾仁的身影逐渐重新展现在世人的眼中。先送少爷回去治疗，回头再来找他算账。顾不上什么，柳家的几名长老急匆匆地离开了。而目送着他们离开后，以虾仁嘴角泛起一丝不易察觉的弧度。重瞳本是无敌路，多根神骨多条路。柳家的人都没有发现，他家少爷最大的仰仗那一块神骨已经出现在我的储物袋之中。等他们回去发现后，可能我虾仁已经跑到天涯海角了。怎么感觉原本应该精疲力尽的虾仁，在打完柳清风之后，好像满血复活了一样？他到底做了什么？不对劲，十分的不对劲。这家伙当真正的发泄。比武会有结束，双方都很遵守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原则。不过问题不大，诗词大会照常开始，请诸位学子入席，准备开始最终的考核。胜者可以拿走我白鹿书院精心准备的礼物。随着白鹿鸣的声音落下，这一场诗词大会的最终对决才正式开始。只是经过刚才那一场闹剧过后，众人看向虾长生的眼神发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原本一向被他们捧得很高的虾长生，此刻就像是一个人设崩塌的小丑，饱受唾骂。长生，别丧气，娘相信你，你还是这天底下最出色的天才。就算世人都不认可你的存在，你在娘心里依旧是那个身穿黄金甲的男人。苏婉清在一旁温声细语的安慰，她不想看到小儿子因为这一场挫败彻底迷失自我，自甘堕落。这毕竟是他们培养了18年的儿子，一直是他们心中的骄傲。抱歉，这里没有你们要找的儿子。现在站在你们面前的人是来自九幽魔地的最强魔神，是世界的终结者。既然没有人上来出这个风头，那我家人便来试试。他想干什么？他难道不知道这种大会越早出风头的死得越快吗？他就这么对自己有信心吗？谁知道呢？说不准知道自己夺光无望，他已经放弃了。在场众人纷纷疑惑不已，连虾元和苏婉清也皱眉的看过来。他很想说一句让你虾仁退下，但张了张嘴，还是没有说出来。如此着急的展现锋芒，很容易就会变成别人的垫脚石。都怪我平时没有好好管教。
稍微有点成绩就轻狂傲慢，不懂得收敛。我看一会儿你怎么办。一群土老帽，真以为我不懂啊？骗你们的罢了。我这一篇一出，有种的你就来接，能接得住我，叫你们一生一副。只见这虾人缓缓走上台，浑身透露着一股自信的气息，以目光扫视了一圈，心中一阵好笑。既然无人提笔，虾某今日便来写一篇，给大家提供一点思路。哗众取宠罢了，自以为自己能写出几篇了不得的作品，就可以在这场大赛中脱颖而出，一举夺魁吗？真是自视清高，狂妄自大，不把天下才子放在眼里。这样的人，迟早会因为自己的自大而惨遭一次巨大的打击，至此一生沉沦。一旁的明月默默地关注着这一切，他能感受到周围那一个个冷嘲热讽的眼神，心里不由得一笑。真不知道这家伙到底想干什么。不过他虾人鸡贼得很，什么弯弯绕他都一清二楚，跟他玩心机，可能会被他玩死。今天这个逼，我是非装不可了。耶稣来了也拦不住，我说的。豫章杜鹃，洪都仙府，清分一枕，地阶横庐。老生常谈罢了，不值一提。众人一笑，嗤之以鼻。但随着下面的几句出来之后，在场的一众人突然脸色一正。所赖君子见机，达人之命，老当益壮，宁以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随着这一句落下，全场所有人的脸色瞬间骤变，那些一个个坐等着你虾人出丑，然后踩着你事先的名号登顶，此刻全都露出了惊恐的表情。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好一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看到这一句的那一刻，白鹿鸣的身躯都开始微微颤抖，目光看向阁楼之外，忽然天地阴沉，恍若陷入了一种无穷意境之中，水墨写天地滚滚，竟然引来了异象。置身于尸海之中的虾人丝毫没有受到任何影响，那天地气运却如醍醐灌顶一般，疯狂地涌入你的体内。看到这一幕，全场所有人都惊了，虾园更是惊得直接站了起来，苏婉清更是一脸不敢置信。这还是我所熟悉的那个从小在外漂泊的儿子吗？他虾人能有今天这成绩，离不开我的打压式教育，真不愧是我儿子。天高地迥，绝宇宙之无穷，信尽悲来，时盈虚之有数，妙，太妙了！无法想象这世间竟有如此才学之士，能写出这等天作之诗。人群躁动，整个阁中都陷入了一阵混乱，无数读书人投来了崇拜的目光。此刻，以虾人就是他们心目中的神。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阁中弟子今何在？剑外长江空自流。随着这一句落下，白鹿鸣身躯微微一颤，一股浩然之气就要爆发。登临仙境，这一刻，全场沸腾了。竟然登临仙境了！他竟然打破了数万年来读书人无法登临仙境的诅咒。在白鹿鸣登临仙境的那一刻，凶猛疯狂地朝你虾人打。随着万千财气入体，那一刻，你虾人的身体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至圣之躯，不是你有没有搞错？我已知宇宙最大的魔，你给我整这个！家人小友，今日我算是见识到了什么叫做天下之作。老夫修炼的这万年的才气，就当是对你的赠礼了。多谢前辈厚爱。老夫还得多谢你这一篇滕王阁序，醍醐灌顶才能登临仙境的，何台谢之？这株双生彼岸花，乃老夫神游太虚，在黄泉彼岸的禁区之中所得，今日便作为奖励赠予虾人。说话间，他白鹿鸣将盒子亲手送到了你虾人的手中，你脸上没有任何表情，非常平静地将其收入囊中，没有感谢，没有致辞，这是你理所应得的东西。今天开始，这间阁楼就叫滕王阁，为天下学子的至圣学府，供天下读书人公开使用。我白鹿书院也会安排长老每日在此免费授课，为造福天下学子，为往圣继绝学，为儒道之盛世。随着白鹿鸣的话落下，全场瞬间响起山呼海啸般的欢呼声。滕王阁真正意义上成为了天下读书人心目中的至圣学府，是他们能摆脱贫贱，能够改变悲惨命运的地方。与此同时，虾长生脸色阴沉地看着上面那一个万众瞩目的身影，心里恨得咬牙切齿。这本该是我的荣誉，这所有的光芒都应该照耀在我的身上。虾人凭什么？你只不过是一个泥腿子出身，凭什么能写出这等旷世神作？不甘、愤怒、屈辱，一时间全部涌上了心头。虾长生眼神逐渐变得通红，仇恨似乎已经完全占据了内心。虾长生逐渐变得神志不清，察觉到他的异常，虾猿一惊，当即闪拍了过去。长生，你怎么了？我没事，刚才运功出了些差错，导致心魔作祟，失了理智，多亏了爹及时发现。那就好，回头娘送你去剑阁湖底，好好沉淀一下，
你现在心太乱了，是该好好冷静冷静了。3000周青年大赛也快开始了，你的志向不应该在诗词大会上，应该把重心放在那里，那才是你真正的舞台。说到这里，苏婉清目光看向了台上的虾仁，内心满是骄傲，那眼神赫然被虾长生收入眼底，心中的怨恨似乎变得更大。夫人，我们走吧。那虾仁怎么办？虾元，你已经抛弃他20年了，难不成你还想把他丢下？他不会和我们回去了，就放他去吧。现在他身边有天下所有读书人的拥护，又有儒道2座大山以及孔云峰的庇护，只要他不惹祸，天下间没有人敢为难他。闻言，苏婉清眼角的泪水落了下来，她无法接受就这样放任儿子离去。她不祈求儿子能原谅她，但哪怕只是远远的看儿子一眼，她已经心满意足了。虾元，要走你自己走，我不会走。已经缺席了他的童年，不能再缺席他今后的人生。我要守在他身边，哪怕他心里再憎恨我。看着苏婉清的眼神决绝，虾元也是无奈的低下了头。就在这时，虾长生重重的咳嗽一声，一口血吐了出来。他的五脏六腑都受到了巨大的重创，得尽快送回北海调养，否则一旦落下病根，怕是要影响今后的修行。长生，走，娘带你回家，我们回家。虾元也顾不上许多了，夫妻2人当即带着重伤的虾长生离开了白鹿书院。他们的离去也引起了不少人的注意，其中就有林阳2家的特别关注。我伟大的魔神之路，我虾仁来了！今天你就算插上翅膀，也逃不出我的手掌。这么迫不及待吗？那就好好玩玩吧！虾仁，今天你的死期到了，识相的把我的儿子还给我，我可以看在虾仁的面子上，我放你一条生路。我真没有见过令郎，你们怎么能诬陷一个老实本分的读书人啊？虾仁，你的这些鬼话，骗那些愚昧无知的读书人还行，想骗我门都没有，就你还老实本分，天底下没有人比你更阴险狡诈了。林兄跟他废什么话？现在虾仁刚走，孔云峰还在和那些读书人谈天论地，无心顾及这里，正是我们下手的好时候。此时还不动手，将迟则生变。林旺当即眼神一冷，一挥手，四面八方无数道身影瞬间杀了过来。不到几万年才出的这么一位旷世奇才，谁敢动啊？老子劈了他！林峰，又是你这个多管闲事的家伙，人家亲爹都不管他，你来多管什么闲事？我孔云峰一生行事光明磊落，遇见不平之事就是要管一管，你们又该怎样？一起上，我就不信了，我们这么多人还抓不住一个小小的虾仁。孔云峰，今天别说是你来，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也没用，虾仁今天我杀定了，我说的。数道身影骤然出现，于四面八方直接将这一片天地围得水泄不通，而他扬言更是直面孔云峰，设局牵制，让一众族人前去捉拿你虾仁。这么大排场啊！好你个林阳2家，给我等着！眼看孔云峰被几百名高手牵制住，四面八方的强者瞬间朝着你一拥而上，你虾仁也顾不上什么，一股天地浩然正气骤然爆发，于9天之上炸出了一朵璀璨的道花。这小子修的是什么逆天宝术？速度竟达到了如此恐怖的地步，可以直接破碎虚空遁走了。族长，他的气息就在前方，应该没有走远。一声令下，数百名手下瞬间追了上去，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角逐战。而外面的这一声动静，很快就引来了白鹿书院一众人的注意。外面这是发生了什么事情？秦王、杨延平，尔等敢惹我儒道气运，我孔云峰立誓，此生不灭了你们2家，誓不为人。此话一出，全场的读书人立马意识到了什么。不好，虾仁可能遇害了。一时间，将近大半的读书人纷纷飞上了9天，1个、2个、100、200，慢慢的，天上密密麻麻的一群读书人将2家彻底包围了起来。看见这一幕，林旺瞬间呆愣在全场。这都什么情况？那虾仁何德何能，能让这么多读书人以命相保？别愣着了，快撤！林阳2家也顾不上什么了，当即准备撤退，却没想他们还没来得及，一掌便从天外打，隔着数百里，狠狠地将他俩拍飞了回去。敢在我的地头找茬，还试图斩我儒道气运，你林阳2家怕是活够了吧？一股冲天的杀意骤然碾压而来，2人腿脚一软，险些跪了下来。这压迫感太强烈了。老前辈，这件事怕是有误会，我们并没有要为难虾仁的意思，我们只是想询问的我儿子的下落，绝无斩断儒道气运的想法。放屁！我若是不来得及时，虾仁他怕是要遭你们毒手了。白银平，刚才你不是叫嚣着
虾仁，你杀定了，天王老子来了也不管用吗？随着孔云峰一声怒喝，此话一出，所有读书人顿时怒了。这些该死的世家，见我儒道好不容易出了这么一位天才学子，竟想用这种方式将其抹杀。是可忍，孰不可忍？给我上，碾碎他们！短短2分半的时间内，羚羊2家上千人，除去追杀你虾人的那一批，全都被当场控制。有些试图反抗的，直接被当场击毙。白鹿明懒得听他们解释，于空气之中捕捉到你虾人的气息，瞬间朝着一个方向闪去。其余人见状连忙跟上，一路追踪数百万里，一直赶到幽冥湖好，众人才发现你虾人的踪影。就你们这些臭鱼烂虾，还想找我的麻烦？你们已经被我包围了，准备好束手就擒吧！听话一点，我还能留你们一条狗命。绝对不能放这小子离开，此死过于危险，且报复心极强。一旦让他活着离开，我们2家谁也别想消停。可是现在处于下风的好像是我们啊。玄虚罢了，我承认他那一招剑诀确实很恐怖，但此时他已经是穷途末路，绝无可能再使出第2次。只要我们一同联手，不再给他任何机会，今天他必死无疑。听完这一番话，羚羊也是下定了决心。只见着他一剑正向你虾人斩去，恐怖的力量猛然爆发了出来。突然，天外一道刚猛霸道的掌力拍了过来，一个照面直接将羚羊拍成了血。这是什么情况？还没等杨家长老从震惊中缓过来，天外密密麻麻的身影如约而至，整个海域站满了人。这群读书人吃错药了，不好好待在滕王阁搞他们的诗词大会，跑到这个鬼地方管什么闲事？没事吧？哪里不舒服跟我说，我给你毙了他们。真以为我们读书人好欺负？就是趁我等不注意，进行此下作的手段，企图斩我儒道气运，欺人太甚。随着你虾人虚弱的咳嗽一声，配上你那惨白的脸蛋，显得格外的憔悴。看见这一幕，所有读书人瞬间怒了，竟然伤得这么重，兵家众人，你们已有取死之道。前辈，你听我解释，他根本没有受伤。住口！老夫的眼睛雪亮如明火，你当我瞎不成？给老夫死！白院长，今日之事，晚辈确实有错，但何至于此啊？明明他虾人才是那个欺世盗名、阴险狡诈的小人，为什么你们都相信他？是啊，白前辈，我才是那个受害者，我们只不过是想找回我们的儿子，我们何所之有？试图用这种栽赃陷害的手法污蔑我儒道天命所归之人，此罪当诛。如果说这天底下谁最信任你虾人，当首推孔云峰。听着他义愤填膺的为你开脱，你心里太感动了，心里的委屈仿佛全都不重要了，因为在这个世界上还是有一个人愿意相信你虾人的。多谢诸位前辈，今日若不是你们来得及时，虾怕是要遭歹人所害了。被歹人所害，虾人，我死了这么多的族人，你反而像个没事人似的。你被害，白前辈，这一路过来，死的都是我们的人呐。所有人都懵了，但敢怒不敢言，因为一旦张嘴，可能一旁的读书人的大逼斗就要扇过来了。山人，你有什么话只管说，你不用害怕。今天我们这么多人在这里，我就不信了，还主持不了一个小小的公道。没错，你不用有所顾虑，有话直说，老夫在这里为你撑腰，他们翻不出什么浪花来。一时间，全场响起一阵激烈的吵闹声，一个个暴跳如雷。诸位前辈，请听我讲完整件事情的经过，或许你们就明白了。闻言，现场瞬间安静了下来。林旺等人也是虎视眈眈地看着你虾人，想听听你狗嘴里能吐出什么话来。反正他们今天说什么也要揭开你这个欺世盗名的家伙的真实面目。抱歉，这里没有你们要找的儿子。现在站在你们面前的人，是来自九幽魔地的最强魔神，是世界的终结者。告诉世人我的名字。今日我虾人即便身死，也不许任何人污蔑我的清白。说完这句话，地上的一把剑赫然出现在你手中，便作势要自刎归天。看到这一幕，在场的所有人都惊了。孩子，我们都相信你，这件事肯定不是你干的，千万别犯傻呀！只是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竟要用自己的鲜血来冲刷冤屈，这样的人，你们竟然说他绑架了你们的儿子！诸位前辈，世家以尸山血海铸成一把权柄天下的利剑，企图抹杀世间所有的公道。岂不知我辈读书人修的是天地正道，行的是公道人心。我辈读书人岂能为此强权，而卑躬屈膝，苟活于此浑浊的世道？这一刻，虾人身上仿佛有光，显得格外的神圣。全场都疯狂了，所有人的情绪都被你的这一番话彻底搅动了。你们千万不要相信他的胡说八道，他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子。林旺慌了，他明显能感觉到周围这些读书人身上暴躁的火气，而在场的所有人在听到你这一番话后，身躯猛然一颤，如遭雷击。今日别说这件事不是他干的，纵使真是他虾人干的，也是你们2个的儿子罪有应得。
全军听令，让羚羊众人全部自刎归天。警官大长老法旨。这一刻，林旺的脸色煞白到了极点。在你虾人拿起剑的那一刻，他已经意识到，今天就算他说的天花乱坠，也无法维持。多谢前辈，今日若非诸位舍命相救，家怕是早已经饮恨黄泉，遭受歹人所害，平白受这莫大的冤屈而死。家人，你别说了，你的人品是经过天地认可的，我们非常的相信，你绝对不可能干得出这种事来。没错，哪怕真是你干的又能怎样？这些世家打压我读书人这么多年，也该到我们反抗的时候了。谁也没想到，这场闹剧会以这种方式结束。原本计划开始亡命天涯的虾人，竟然又一次回到了寒江城，回到了黄鹤楼。前辈今日大恩，家终生不敢忘。区区小事，不足挂齿，你就安心养你的伤吧。剩下的事情你就不用操心了。孔云峰原本还想着诗词大会后就返回书香阁的，不过现在他没有想到，相比于自己那一件破书，明显如到天子之子，性命更重。他要留下来，全程为你虾人保驾护航，任何邪祟也别想靠近你。族长，大事不好了，少爷不行了。柳絮脸色一沉，目光瞬间锁定在后面奄奄一息的儿子身上。刹那间，一股惊天的杀意瞬间笼罩整个柳家，8境巅峰强者的气势瞬间压得几个丫鬟暴跳。是谁干的？竟把我儿伤成这样？少爷应该受的都是皮外伤，回来的路上我们查看过少爷的伤势了，应该伤得不重。柳絮眼睛一冷，只见着他一摆手，刹那间掩盖在柳清风身上的一层阴霾咒术被清扫而空，那血淋淋的衣服上赫然出现了一个巨大的伤口。看到这一幕，在场的所有长老脸色瞬间吓得煞白。少爷的神骨竟然被挖骨了，这不可能！他当时根本来不及挖骨，而且在场的强者这么多，他怎么敢行此歹毒之事？难道他不怕身败名裂，不怕折损他巨北王府的威名吗？到底是谁？老夫要让他血债血偿。少爷是被虾人所伤，虾人乃巨北王虾原的嫡长子。好你个虾原，我柳家与你虾家本是世交，当年更是一手助你封王，没想到今日你竟纵容儿子挖我儿神骨，斩我柳家气运，此仇不报，我柳絮是不为人。此话一出，所有人不由心头一沉。身为柳絮多年的归族，他们太清楚这脾气，一旦真动了杀心，天下间无人能阻拦。族长，我们真是那虾原的对手吗？哪怕拼上我柳家几万口人，也不敌他虾原一只手啊！更何况那虾原的背后还有着一个庞然大物虾家的存在。柳絮内心一沉，他当然知道刘长口中的那一个庞然大物。传闻中，虾家的那位老爷子已然达到了半步仙人境，乃是9天之下活得最久的巨头之一。族长，之前在寒江城时，我们听到了些流言，好像是说那虾人从小被虾原遗弃，2个月前才刚接回来，后因为父子不听管教，与虾原发生了一些矛盾，父子隔阂。那虾人更是发出话，要与虾原断绝父子关系，至此两不相欠，老死不相往来。你是说虾人现在已经不认这个儿子？应该是这样的，当时被虾人打伤的还有他的亲弟弟，而虾原当天就带着他的宝贝儿子返回了北海疗伤去了，根本没有想要管他虾人的意思。召集所有人，即刻前往寒江城，给我抓住这小子！我儿若是有半点闪失，我让他生不如死。柳家一众高手瞬间倾巢而出，浩浩荡荡化作一道光芒，朝着寒江城而去。这一次，柳絮势必要让天下人看看，惹怒他柳家是怎样的代价。鼻血，鼻血，是鼻血。刘族长，如此兴师动众来此，有何贵干？柳家，他们这个时候来寒江城做什么？不会是柳家长子在诗词大会丢了脸，长辈的想回来要点画面吧？真当我们读书人好欺负啊？管他是来干嘛的，反正只要是来找虾人麻烦的，那就是找我的麻烦。老夫平生就见不得这种仗势欺人的混账玩意。在场的一众读书人蠢蠢欲动，羚羊两家的事情发生过一次就行，他们绝不允许再发生第二次。我柳家无意与天下读书人为敌，我只想找回我儿子的神骨，讨回一个公道。但如果你们非要胡搅蛮缠，多管闲事，我柳家也不是好欺负的。一股煞气瞬间笼罩住整个寒江城，8境巅峰强者的气息瞬间压得许多人难以喘息。你儿子的神骨不就在你儿子身上吗？这也能赖到虾人身上吗？难不成你还想污蔑虾人挖走了你儿子的神骨吗？你说神骨是虾人挖的，就是虾人挖的吗？你为什么不当时说？难不成当时在场的这么多人，你觉得他们都是不辨是非之人吗？又是一场栽赃陷害，这群该死的世家，为了打压我儒道圣兴，还真是什么借口都找得出来，欺人太甚。给我滚开！谁敢拦我，杀无赦！
天我孔云峰在这里，我倒是想看看你能不能走进这个门。孔云峰，你当真要与我柳家为敌？就在两股强大的气势分庭对抗之际，天边一道身影闪烁。这一刻，在场的所有读书人脸色骤变，完全没想到这一次为了对付虾人，对方竟然连9境强者都出动。该死的世家竟然如此咄咄逼人，跟他们拼了！好你们这群穷酸儒，竟不自量力到这种地步，都给我去死吧！你身为万族之首的弃子，靠着武士300手修炼成为异界毒圣，却遭柳家全族追杀，只因你在擂台中一不小心挖走了柳家圣女之身，而他们却不知你已成为儒道天权之人，身后更是有成千上万读书人的保护。我虾人修的是天地正法，走的是人间正道，何惧任何栽赃陷害？纵使世间污名着我身又如何？我被读书人令为玉碎，不为瓦全。要杀我儒道圣子，就首先踏入我尸体。为了一个无关紧要的人，去和一个庞大的世家硬刚，这是多么愚蠢的行为！若非你们头上有2座大山撑着，这天地早就没有儒道存在了。都给我去死吧！刹那间，柳无须一掌猛然拍了下去，其杀心一动，根本没有留任何余地。在他眼里，杀一个读书人和杀一个普通老百姓没什么区别。东西，你当这是江陵城吗？敢在老夫的地盘撒野，你几个胆子！刹那间，天人威压瞬间袭来，柳无须脸色瞬间惨白，差点口吐鲜血。白鹿鸣，你也想替虾人出头吗？堂堂儒道至尊，莫非也是是非不分之人？那虾人心狠手辣，借着与我孙儿切磋为由，将其神骨残忍地挖走。难道你们自诩修天地正道的儒生，要包庇这个十恶不赦的刽子手吗？明明是你孙儿技不如人，恼羞成怒，还想杀人泄愤，最终被打败离场。你说虾人挖你孙子的神骨，当时为什么不说？虾人为人，我们心如明镜，他绝无可能做出这种事情来。现场瞬间响起一阵激烈的吵闹声，柳无须也是一脸错愕地看着这群读书人，他不理解，记忆中的读书人不都是一些满嘴仁义道德、闭嘴道德仁义的穷酸儒吗？现在我们怎么办？这些老家伙明显不打算教人了，要不我们直接打进去？在场的这些读书人，无疑全都是儒道顶尖的高手，哪怕我柳家拼上家底，也只不过是白白送命，更何况还有个白鹿鸣虎视眈眈。那您大孙子的仇就这么算了？他白鹿鸣无法在人间停留多久，最多也就1个月的时间，等着吧。等他飞升的那一刻，便是虾人的死期。此话一出，柳须顿时脸色一喜，也就是说，白鹿鸣会在1个月后变化飞升，而他这一群区一个孔云峰，怎么可能拦得住他们两家？孔云峰，你给我等着！今日之仇，改日定当100倍奉还。你是这世间唯一的9幽魔帝的最强魔神，却修得一身浩然正气。论体质灵根，你不及天下英雄；要论才气，这世间共一担，你独占12等，天下众生更是倒欠你2等。如今却被别人说你做的事平淡无奇。天下才子千万，又何止一个虾人？他只不过是沾了一点盛世的光罢了。若放在乱世之中，能不能活下来还是个问题呢。还有他写的那几首诗我都看了，一个囚徒而已，格局也就那样，没什么好说的。你格局大，你能说出为天地立心、为民生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样的至理名言来吗？侮辱我偶像，你得死啊！小伙子，这里不让睡觉。你虾人自己都被吓了一跳，完全没想到自己的粉丝竟然这么疯狂，为了维护他的名声，直接和人争得面红耳赤，一副要大打出手的样子。你们住手！不要再打了！你们难道不知道前几日的诗会上，虾人以一首《滕王阁序》一战封神，压得全天下的才子不敢提笔吗？当时那场面，我这辈子也没见过，有一个人竟然能压得天下才子，无一人敢动笔。滕王阁序竟有这种事情，快展开说说。不可能，要是真有这么厉害，这首诗早已经名动天下了，我们怎么可能没听说？吹过头了吧？真有那么离谱？有人保持质疑，而有的人却是无比坚信。酒楼的窗外，一艘花船轻轻划过，酒楼里嘈杂的声音传来，船中之人能清晰地听见。虾人，这是何许人也？为何从未听说过？
你连虾仁都没听说过，那你白读书了呀。听说此人乃是巨北王虾仁的儿子，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离开了家族，后来在韩江城与人斗酒，写下了这一首名动天下的《将进酒》。虾仁的儿子，这怎么可能呢？他儿子不是只有一个吗？什么时候又冒出来一个？虾长生他见过，是挺优秀的，不过对于其他各族天骄而言，还是稍差一筹，完全不足以匹配那具北王世祖的身份。与其说他是天才，倒不如说他是被捧上去的天才。与此同时，只听着酒楼内陆续传来议论声。我跟你们说，当时白院长亲口命题，以阁楼为题，让天下才子尽情发挥，却无一人敢先提笔，都想着后来居上。在这紧要关头，他毅然决然地站了出来。他就是虾仁，一个才气足以碾压一个时代的天选之人，他就是当之无愧的救世主。此话一出，现场瞬间传来山呼海啸一般的惊呼声，主要是这个人讲的太他妈生动了，给他们也整得热血沸腾。我当时这么牛逼吗？对呀，这种名动天下的感觉很爽吧？前辈说笑了，功名利禄过眼云烟罢了，真正能掌握在手中的是知识，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虾需要学习的还有很多，要走的路也很长。闻言，孔云峰投来了赞赏的目光，有这样的成绩还能保持不骄不躁，光是这一点已经吊打很多人。但他没想到的是，虾仁只是表面不在意，嘴角却极其的难压。雕虫小技罢，儒道终究是小道，难登大雅之堂。吴越公子，我们读书人没有招惹你吧？阁下何至于出此言论，羞辱我读书人？我即便是辱你又如何？就你们这些穷酸儒，也敢妄谈天地之志？看着窗边坐着的妖艳男子，现场的读书人内心一沉，不敢言语。此人乃是陌上有名的古族嫡子，其天赋极高，拥有着尊贵的黄金血统。又传闻古族血脉里甚至还一丝真龙血脉。真龙血脉，保真吗？管他是真是假，你先在这里住一晚，别惹事。我在陌上有几个朋友，这次路过正好去拜访一下他们。等我回来，明天我们再一起赶路。孔云峰实在没有兴趣跟一个小辈计较，年轻人的事情就交给年轻人去解决，他可不会干那种以大欺小的事情。惹的就是事，不惹事，那还是我吗？从你虾仁决定走上这一条不归路开始，你就不允许有人敢在你的面前装嫩，更何况对方还是一个拥有半真半假真龙血脉的遗种。我就喜欢看你们一副想打我却又不敢动手的样子，这世道就是这样，即使你们心里对我再怎么不爽，也不敢奈何我什么。听着他那极其傲慢的声音传来，在场的所有读书人都在压制着怒火，但谁也不敢动，因为古族的恐怖根本不是他们所能招惹的气物。就在这时，一道身影缓缓从人群走过，那血红的长袍在人群中显得格外的亮眼。哪里来的野狗，敢挡小爷的道？你想找死吗？小子，你知道我是谁吗？你知道我是谁吗？刹那间，一股浩然正气骤然爆发开来，整个酒肆一阵狂风席卷而过，卷起江上一阵涟漪。阁下到底是谁？如此羞辱于我，莫非是想与我古族为敌？我只是稍微说了你两句，你便受不了了。那方才你对在场这些读书人的羞辱，又算什么呢？这群穷酸儒不过是一些贱民罢了，岂能与我高贵的古族血统相提并论？是哪个没管住裤裆的家伙，把你这么一个玩意给露出来了？你在高贵什么？就凭你那微不足道的血脉！打人都没力气，还妄谈什么大道小道？这就是你引以为傲的东西吗？我看也没什么了不起吧。骤然间，全身的古文爆裂，一股金色的光芒闪烁，古月彻底怒。虾仁明显能感觉到，在这一股金色古文浮现的那一刻，他的气势在不断变强。浩然天地正气，今天我便告诉你，什么叫真理，什么叫浩然大道。太霸道了，这种力量的冲击感，他真的是一名读书人吗？肯定是他虾仁，没想到他竟然来了陌上，难不成是被我陌上第一美女的美色所吸引，特意来找人家的？与此同时，山林之中，柳家一众眼线此刻正在观看着湖岸上的战斗，看着手底下的族人蠢蠢欲动，柳峰也十分纠结，因为族长此刻还没到。二长老，动手吧！趁着这小子与人交手，无法分心，只要我们一拥而上，绝对能擒住他。干了，不成功便成仁。这次只要抓住虾仁，我们就是大功一件。切记不要放跑了他，哪怕杀了他，也别让他溜走了。在柳峰的布置下，柳家上百名潜伏的高手立马展开了行动，而镜湖之中的你俨然感觉到了一丝危机感来临，眉头不由得一皱。奇怪，这股危机感从何而来？是古月吗？
虾仁拿命来！就在所有人惊叹于虾仁的个人表演之时，耳边突然传来一声愤怒的嘶吼。只见这森林之中，上百道身影飞快地杀出，现场引起一阵剧烈的骚动。这怎么可能？我们讨论了半天的虾仁，竟然就在我们身边。谁能想到，刚才跟他们凑在一起听八卦的人，竟然是虾仁本尊。更让他们没想到的是，在古月出言不逊、诋毁天下读书人之时，是你站了出来。这一刻，李猛的眼眶里包含泪水。自己崇拜追捧的偶像，没有让他失望。以高风亮节，不畏强权，敢于为天下读书人发声，这样的人怎能不让人迷恋呢？虾仁，今日就是你的死期。你觉得你能杀死我？好戏现在才真正开场。混蛋！你们想干什么？我可是古族圣子。抱歉，这里没有你们要找的异界儒圣。现在站在你们面前的人，是来自九幽魔地的最强魔神，是世界的终结者。柳风，你觉得就凭你这些臭鱼烂虾就能杀死我吗？现在好戏才真正开始。该死，情报有误，这小子的实力绝对不止6境。柳风瞬间意识到了不对劲，开始为自己的冒失感到懊悔。不过如今已经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刹那间，上百人再一次杀入。想抓我，就凭你们这些臭鱼烂虾可不行！虾仁，你不过是一个家族弃子，拿什么跟我斗？你没有出手攻击，而是对他柳风露出了一排洁白的牙齿。执笔绘天地，儒道至圣领域。惨了，这可是堂堂古族大少爷，传说中的真龙血脉继承者，你们摊上大事了！此话一出，柳家一众人更是心如死灰，他们竟然把古族大少爷给捅了个透心凉。这要是让古族知道，指不定会怎么找他们麻烦，到时候怕是家族也难保他们。虾仁，你少在这胡说八道，分明就是你故意把我们往这里引，将古族少爷推出来给你当挡箭牌，你才是那个十恶不赦的贼子。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你们可不能血口喷人啊！分明就是你们嫉妒古族的权势，故意找的理由，想除掉古族的麒麟耳，斩古族气运。好一个伶牙俐嘴的家伙！虾仁，我知道你能说会道，我说不过你。不过今天你就算有再大的本事，也不可能逃出我们的手掌心。乾坤地，给我招！柳风冷喝一声，只见着头顶一个巨大的顶骤燃，那恐怖的气势瞬间压得所有人难以喘息。只见着你虾仁逍遥御风，火力全开，几个闪身间便躲过了一众柳家高手的围追堵截，趁乱一脚将想要离开的古月传送进中。好你个柳家，现在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可怜的古族少爷，就因为长辈不在，竟受到你们这般羞辱。你们身当陌上的世家都是泥捏的，可以任由你们欺负吗？此话一出，现场的气氛骤变。柳风有些慌张地看着周围那一个个如狼似虎的眼神，不由自主地咽了咽口水。这柳家不好好在自己的江陵城待着，跑到我陌上做什么？他们不会是想涂抹我陌上，也想进来分一杯羹吗？难说，你们发现了没有？在虾仁说出这一番话后，他们的脸色明显有了变化，这是心虚的表现。既然想闹一场大的，你虾仁就不可能只是单纯宰一个古月那么简单。你要做的就是引起柳家与古族的矛盾，甚至掀起一场巨大的动乱。早在进来之前，你就已经观察过陌上的特殊地形，这一块高原之地正是布置神魔炼狱阵的天然之地。一旦阵法成功，便可血洗整个陌上所有生灵的性命，以他们的血肉助你一步封魔。所谓一念神魔。虾仁，你少在这里血口喷人，我柳家绝对没有想要入主陌上的想法。这话你跟我说没用，你得跟他们解释，看他们相不相信你的话。卧榻之侧，岂容他人安睡？你柳家到底是何居心？你们自己清楚。你虾仁简单的几句话，直接把柳家架在了火炉上烤。论斗祖，柳峰哪里是你的对手？眼看越说对自己越不利，柳峰也顾不上什么了。给我杀了他！有什么事情等宰了这个家伙，我会给所有人一个合理的解释。想杀我，你们可以试一试。如今的九天之上，天雷滚滚，好似有万千剑影于火海之上，一把巨剑自九天斩来，虚空都被展开了一道口子。柳家上百名高手险些被你虾仁杀了大半，存活下来的寥寥无几。除此之外，那古族大少爷更是被你截断了气息。虾仁，我这辈子必定要杀了你！好你个柳家，敢在我的地盘伤我儿子！今天你若不给我一个交代，谁也别想活着离开这里！一声怒喝，三所有人出手。正当柳峰以为自己已经必死无疑的时候，突然一道刚猛的力量从天外
是谁胆子这么大，敢伤我族人？好你个柳家，欺人太甚，真当我古族好欺负不成？今天你们若不给我一个合理的交代，休想活着离开陌上。本事不大，口气还不小，交代我需要给谁交代，就凭你古族。欺人太甚，今天我倒是想看看你柳家有什么能耐。就凭你，我杀你无辜猪仔，当年你不死，现在你也不死。迎着古三秋的一拳，直接冲了上去，而他身后的上万名柳家高手也出动了，一场大乱斗竟然就这么开始了。不好，那些大凶暴动啊！无畏巨猿乱了，乱套了，怎么连无畏巨猿也加入这场混战了？大家不要慌，冷静，先冷静下来。现在最要紧的是稳住那些暴动的凶手，防止陌上洞天被毁。另一边，刚到自己的老乡郝家门口，孔云峰站在原地愣神了好久，抬了抬手，却没有勇气敲下门。正当他纠结万分之时，大门轻轻推开了，一名美艳高贵的女人从里面走了出来。好久不见，进来坐坐吧。正要进门的孔云峰突然听到了身后传来的那震天吼声，大人一阵地动山摇，脸色不由得一变。不好，该不会是柳家的杀手已经到？孔云峰火力全开，不到10分钟便返回了之前的那一间酒肆。可当他赶到的时候，那里已经被大火覆盖，整个酒肆都变成了一座废墟。该死的柳家，我跟你们没完！孔云峰猛然起身，目光直接锁定了乱战之中的柳絮，刚好霸道的气势瞬间爆发。刹那间，只见着他拔剑而起，一拳狠狠地砸向酒店，打出了生龙气息。又是你这该死的孔云峰！我打虾人你多管闲事，我打古族又碍着你什么事？我就是要打你，你能奈我如何？我这一拳有20年的功夫，你柳家挡不住啊！族长，九境之下没有人能抗住孔云峰3拳啊！局势与我不利，不妨暂且避其锋芒。我避他锋芒，古族的杂碎还要我避他锋芒？取我刀来！族长，您要以大局为重啊！现在最要紧的是找到虾人，而不是和古族在这里死磕。众长老死谏，才总算让柳絮冷静下来。不过他看向古三秋的眼神，仍旧是包含杀意。不过在看到被截断4肢的古月后，他突然觉得你虾人在这件事情干得漂亮。他儿子被挖走了神骨，对方的儿子被截断了4肢，半斤8两。我真该死啊！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离开？我对不起院长的托付，对不起黄鹤楼上所有人的信任。峰哥，你不要自责了。也许你要保护的那个少年，他或许还没有死，他只是躲起来了。我们一起找找，肯定能找到他的。就在这时，一个虎背熊腰、国字脸的男人走了过来，正是之前酒肆里那个为你虾人证明的狂热粉丝李猛。在下李猛，见过孔前辈，这是虾人托我给您的一封信。人生南北多歧路，君向潇湘我向秦。承蒙一路护送，再次感谢前辈大恩。加3尺微命，一介书生，孤苦无依，不求闻达于天下，但求苟活于乱世，无意与天下世家结怨。奈何命运多舛，灾厄连连，不愿因此牵连前辈，只好不告而别。孔前辈在上，就此别过，勿念。你是虾人不眨眼的杀手，却一不小心砍断了古族圣子的4肢，更是被拥有夺妻之恨的人他追杀。不到众人都以为你被世家迫害致死，却意外收到了你寄过来的书信。人生南北多歧路，君向潇湘我向秦。孔前辈在上，加3尺微命，一介书生，孤苦无依，不愿因此牵连前辈，只好不告而别，就此别过。此后人间多宽敞，南来北往不遇亲。在这条路上，以虾人确实是孤独的，不愿意牵连孔云峰，害怕因为自己导致孔云峰得罪这些世家，只好选择了不告而别。看到这里，所有人内心莫名的一阵悲戚。可怜的孩子从来没有过一天好日子，到了这种时候，第一时间想的还是关心别人，却从来没想过自己这一群要面临着怎样的孤独磨难。峰哥，你别自责了，这不是你的错。看着那一封信，2米高的大汉都落了泪。他们这些陌上的读书人，此刻已经全都动容了。以前我以为那些传闻都是假的，夸大其词。时至今日，我才明白，终究是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他真的在用行动为自己写的这一句诗做努力。我们不能让他一个人负重前行，这天下读书人也不止他一个，我们得斗争起来。这天下早就该有我们读书人的一片天地了。没错，这些该死的世家大族如我如道久矣。吾辈读书人当自强不息，发愤图强，为后世子孙拼出一片新天地。在这群读书人的慷慨激昂中，陌上的战火已经蔓延到了城中。眼看着那些暴虐的凶手即将入城，所有世家大族都急了。你们都愣着干嘛？还没上城抵抗受潮？你们难道想坐看那些无辜百姓惨死吗？你算什么东西？
也敢指挥我们，真当我们读书人是白痴吗？和平时期你们打压我们，羞辱我们，战乱起来又想起我们了。你怎么不拿你们族里的子嗣上去主人墙啊？你们的子孙的命是命，我们的命就不是命吗？此话一出，各大家族的长老顿时一怒，他们不理解平日里喊得最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读书人，今天都怎么了？竟然没有一个上的。平时一有战乱，他们不是嗷嗷叫着往前冲的吗？该死的穷酸儒，让你去你就去，再敢废话，我第一个先杀你！去你个头！我先杀你！此话一出，城中上万名读书人瞬间怒了，心里的一股火猛然冲上心头。刹那间，数百道身影同时杀出，在所有人惊恐的目光中，这些读书人分封了起来，直接将那名土族长老撕了个粉碎。这群疯子，他们想干什么？难道他们想置这一城百姓于不顾，背后起内讧吗？一时间，各大族损失惨重，没有读书人组成肉盾抵挡受潮，他们只能让自己的族人上，但一个照面，城池就被破了，没上百万里之地，数百座城池，短短一天就沦陷了数十年。与此同时，在不老山内，一道亮丽的倩影独坐林中，看山外桃花满天，一行白鹭上青天，美景尽收眼底。然而，连峰此刻却没有半点赏景的心思，手里依旧拿着那一张从白鹿书院带回来的纸。所赖君子见机，达人之命，老当益壮，命以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虾仁，我后悔了，对不起。姐姐，你怎么了？有心事吗？我没事，你怎么来了？今天不是说要去紫月真人那里听讲道金针节吗？我倒是想去，这不是不放心你吗？这几天门内都在议论你和虾长生，我怕你受不了这流言蜚语。关于门内的那些流言蜚语，连峰自然是知晓的，特别是门内的那些对他这个位置虎视眈眈的世姐师妹，嘴里更是难掩其恶毒。不过他却没有制止过，因为他们说的都是事实。他们想说，便让他们说去吧。倘若我问心无愧，又何惧他们说？倘若我问心有愧，那也是我罪有应得。从圣洁无瑕、神圣不可侵犯的圣女，到人人议论、道德败坏的荡妇，他真正体验到跌落神坛的痛苦。你有什么愧？从始至终，你都是一个受害者，他们凭什么骂你？这件事就算是有错，也是虾元的错，是他故意隐瞒的事情，导致你一直蒙在鼓里。别说了，任凭我怎么洗，也洗不清这20年的朝夕相处，20年的不清不白。那你怎么办？现在你和虾长生的事情已经闹得人尽皆知了，连伯父那边怎么说？我爹说，既然错了，那就将错就错，到时候再对外公布我与虾家的婚约其实是虾长生，不是虾人，这样还能挽回一点家族的颜面。此话一出，陆芷顿时内心一颤。如果两家同时出面坐实了这一份婚约，岂不是说舆论会立马扭转，反而是你虾人被陷入水深火热之中，被世人议论，惦记自己弟弟的未婚妻？也许现在最好的处理方法也只有这样了，只是可惜了那虾人，这一次怕是又要被家族抛弃了。即使是作为一个旁观者，他心里都不免的有些为你虾人感到悲哀。经历一次又一次的选择，然而每一次你虾人都是被抛弃的那一个，从来不被坚定的选择过。你也别太自责，这件事的过错从来不在你，而是长辈们的事情，你改变不了什么。再说了，你不是一直都喜欢虾长生吗？这样做不是刚好合你心意？闻言，连峰愣住了，急忙摇了摇头。以前他不懂，但是他现在懂了，那不是喜欢，以前的种种关心都源自于邻家姐姐对弟弟的照顾，这是一种亲情，不是爱。看见他露出这样的深情，陆芷不由得内心一颤。难不成你喜欢的不是虾长生，是虾人？就在这时，一道帅气的身影缓缓走来，看见对方的面容，连峰表情有些僵硬。你怎么来了？你难道不知道我是你哥哥的未婚妻吗？你不懂得避嫌吗？虾长生微微一怔，他感觉连峰从黎阳回来之后，他就变了。以前他从不会对自己露出这样的表情，更不会故意躲着他。杀人！又是你这该死的家伙！你为什么不早点去死啊？因为你害得我全家不安，一言不合争吵不断。现在就连姐姐哪里有？虾长生，你发什么疯？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这么在意那些世俗的眼光，一直在躲着我？他们的议论有那么重要吗？还是说你一直在挂念那该死的虾人？你心里早已经爱上了他？他凭什么？他不过是一个被抛弃的弃子，凭什么他什么都要跟我争？这一刻，虾长生没有再沉默不语，而是选择了爆发。他在质问，在发泄。连峰错愕地看着这个自己看着长大的弟弟，没想到他能说出这样的话。虾长生，你在嫉妒什么？嫉妒你哥哥被抛弃了20年。你可以不在乎世俗的看法，不在乎旁人的眼光，因为不管你做了什么，都会有人替你去承担后果。但我没有，我需要为自己的名声负责，更需要为家族考虑。
你刚才问我是不是已经爱上你哥哥了？好，我现在回答你，是。我只是想杀了虾人而已，我能有什么错？当着我的面要杀我未婚夫，你怕不是忘了我的身份？我连峰可不是娇滴滴的女王。莲儿，你消消气，你现在太压抑了，迟早会被自己拖垮的。要不我们一起出去散散心？我听说陌上的百万里花海不错，我们不如去那里走一走吧。连峰才总算在暴怒中缓过神来，他有想不挽回你虾人，凭借自己的优秀，试图挽回这破碎的婚姻。可当他在诗会上看见你虾人身边的明月时，那一刻的心境是悲凉的。告诉世人我的名字，我要一步一步往上爬，我要爬到最高，我要做虾膏。夜幕下的陌上，百万里花海，虾人穿梭于高原间，到处放火。在路过一棵参天古树之时，发现树洞之中躺着一只巨熊，其体足足有上百米高大，从气息上判断，实力至少也在8斤以上。打不过，这次先放过你。不过你这个年纪怎么能睡得着觉？嗨起来好吗？这一刻，巨熊彻底怒了。原本真陌上人族和这些大凶本就是井水不犯河水，如今人族修士竟然在他家放火，无异于挑衅行为。当即，他杀向了最近的弟子，开启了一场惨无人道的屠杀。到处是凶手，到底是谁这么能打，招惹了这些凶手啊？难不成是叶问吗？一时间，陌上百万里之地，有将近1/3的地方陷入了漫天火海之中，动乱不休。唯独高原之上的一个悬崖边，亮起了一团微弱的篝火。韩江城哪里有这种玩意？我一辈子也没见过，足足有3000米长的大鸟啊！这个地方太美妙了，来到这里就像回到家一样。就在李家人还在忙碌之时，下面传来一声牛叫声，低头看去，只见着一头体型庞大的荒古蛮牛正在火海中寻找着什么。人族修士，你在这里多久了？刚才有没有看见一头小牛路过此地？没有。你确定没有见过？荒古蛮牛疑惑地看了一眼你虾人架子上已经被火烤熟了的牛腿，他总感觉这条腿像是他儿子。到处都在打仗，谁知道你儿子在哪？说不定被哪个歹人抓了吃了，也说不定。我反正没看见。你虾人正气凛然地说道。无形中，一股浩然正气泄露了出来。荒古蛮牛一怔，倒是没想到眼前这个人类竟然还是一名修炼天地正气的修士。能获得如此纯正的浩然正气，想来此人在人族那边也是一名正直善良的年轻人，他应该没有说谎。牛，这肉可香了，你要不要尝尝？我是吃素的，尝你个头！不尝就不尝了，你怎么骂人啊？没素质，活该找不到儿子。你虾人一边说着，一边非常享受地品尝了一口。入口的一瞬间，只觉一股猛劲横冲直撞，像一头失控的蛮牛一样冲击着你虾人的四肢百骸。片刻之间，修为直接达到了无惧4级。玛卡，这也太妙了吧！不愧是纯血后代啊！看着你一脸陶醉地吃着肉，蛮牛满脸疑惑，他怎么感觉你虾人嘴里吃的就是他儿子呢？你真没有看到我儿子？你不妨去那边看看，说不定你儿子在那边呢。刚才那边发生了一场混战，有一头巨熊失控了，杀了好多生灵。要是你儿子真在那边，你现在赶过去，说不定还能捡点碎片。此话一出，蛮牛眼睛如同放出一条火焰一般，杀意地看向了荒原上200米高的巨熊。烈焰魔熊，该死的家伙，把我的儿子还给我！这些荒古巨兽的实力确实要比人族修士要强大许多，光是那坚不可摧的防御力就已经立于不败之地了。难怪许多大凶眼里根本看不起人族修士，在他们心里血统高于一切。就在这时，9天之上突然一声雷动，你虾人微微抬头，只见着一道电闪下，一道身影从天外杀来。虾人，你毁我世家大族，今日老夫让你血债血偿！只见着一个中年男人一剑杀来，惊天之势惊得百兽惊走。你只是微微抬眼，突然一股血色的光幕笼罩大地，惊天的煞气骤然散发了出来。我出手就要见血，几位确定要试试吗？一个家族弃子，口气好不小，受死吧，狗贼！玛卡，怪力乱舞。以下人随手朝一处隐秘的山谷丢下了一团神火，火焰瞬间点燃，一头巨兽猛然从山谷之中冲了出来，其庞大的身形足足有上千米之高。从百里之外追杀而来的古族众人，在看见那一头巨兽的那一刻，脸色骤变。该死的虾人，我古族跟你没完！没等古族援军杀来，以下人便转身逃离了案发现场，一路北上，一直赶到没有战乱的地方，才停下了脚步。这就是陌上最繁华的世外之地花都吗？不错。以下人就这么大摇大摆地进入花都，你的出现瞬间引来了不少事情的注意。
要知道，现在的你可不是什么无名之辈。虾人，完了，这鬼地方不能再待了，我得赶紧离开，再晚点我要性命不保。少爷，您未免有些大惊小怪了吧？我们这么多高手在这里，他虾人就算胆子再大又能怎样？只要他敢来，老夫定叫他有来无回。我要是落到虾人手里，我会被他分8段的。毕竟当年我为了羞辱他虾人，直接在他头上撒尿。少爷你就放心吧，你只管放心大胆的玩，有我们几个看着，他虾人翻不起什么浪花来，保稳呢。顾寒，多么令人怀念的一个名字，多么让人记忆犹新的一张脸，让我想想该怎么惩罚你呢？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我得好好思量一下。虾人，让老夫看看我儒道千百万年不遇的天选之子到底长着什么样。听着传来一阵激烈的喊声，天香楼瞬间挤满了人，无疑全都是花都有名有姓的儒道宗师。随着这些读书人的出现，整个天香楼瞬间沸腾。虾人，他真的在陌上。莲儿，要不我们去看看？听下面那些人说，这家伙在陌上好像惹了不小的麻烦，说不定此刻还在受各大家族追杀呢。此话一出，连峰脸色一沉，杀心四起。从你虾人离开的一样开始，你好像不是在逃，就是在逃亡的路上。同样是虾人的儿子，虾长生无论走到哪都是人人敬仰、敬畏3分的存在。走，我们去看看。哇塞，虾人他好帅啊，就像是冬日里的阳光，在人家的心里放上了一把火，人家把持不住了。承蒙诸位厚爱，家受宠若惊，多谢。不卑不亢，谦逊有礼，不愧是我儒道千百万年不遇的天选之子。今天老夫算是开眼了。突然，几家人注意到了人群中一道艳丽的身影，顿时冷静，察觉到这家人的目光，连峰内心一紧，可很快又像被扎了一刀一样，隐隐作痛。他现在连想和我打一声招呼的想法都没有了吗？莲儿，你别太难过，也许他现在正忙着和那些读书人交流，没时间，等会找个安静的地方，我们再坐下来好好聊聊。就在这时，人群一阵躁动，所有人纷纷回头，只见着一道白色的绝美身影缓缓从大门走进。作为帝王州最惊艳的女子，仅出场便让全场的气氛达到了顶峰，所有人的呼吸都变得紧凑。走路只用麒麟步，看人只用重瞳术。你明明是万族之首的弃子，却用一手滕王阁序被誉为千百万年来儒道中心的天选之子。曾经嫌弃你的未婚妻得知后，开始后悔以前对你的刻薄。当知道你被陌上世家追杀时，更是扬言要保护你一生。虾人，你也太过分了！不管怎么说，莲儿才是你名正言顺的未婚妻，当着未婚妻的面和别的女人眉来眼去，你不觉得你的行为很可耻吗？这位姑娘，你们连家和虾家的婚约选定的好像是虾家的继承人吧？据我所知，虾家的继承人好像不是他虾人吧？你是虾家的继承人吗？当然不是，虾家家大业大，我只不过是一介书生，可不敢攀上这样的高枝。虾人，此话一出，陆芷顿时被气得小脸通红。他在为连峰感到不值，连峰一直在担心你虾人，满心欢喜的过来，却没想到在众目睽睽之下，你虾人否定了自己的身份，否定了和连峰的婚约。你说的对，你不再是巨北王世子，我也不再是你的未婚妻。不过相识一场，就当是普通朋友，这个要求不算过分吧？他的反应让你虾人感到有些诧异，连身边明月都觉得有些陌生。什么时候堂堂连家大小姐用得着这么卑微的去祈求一个人了？我可不敢当你堂堂连家大小姐的朋友，我的事情用不着你们操心，我的生死也不关你们的事情，少在那自作多情。连峰，打雷的时候你躲着点，早晚有一天你会挨雷劈的，装出一副深情的样子给谁看？连峰眼神含着泪水，咬着嘴唇，真正体会到当初自己在大庭广众之下羞辱你虾人时的那种心情。正如此时此刻，你虾人对他的冷漠一样，那种扎心刺骨的疼痛，让他一时有些失控。我没想过要得到什么身份，我只想以一个普通朋友的身份与你相处。难道我现在连这样的刺客都没有了吗？这种迟来的关心，狗都觉得恶心。给我滚！此话一出，全场一些不明所以的吃瓜群众顿时一阵哗然。太过分了，怎么能说出这么伤人心的话来？这就是堂堂帝王州第一才子吗？连峰好歹也是堂堂圣地的圣女，多少人心目中的女神，人家都已经低下头跟她认错了，他虾人还不知收敛，还说出这样的话来。你们要是不知道什么情况，就不要发表意见。怎么，长得好看就可以胡作非为？一时间，整个酒楼吵作一团。然而你却惊奇地发现，这些读书人竟然这么坚定不移地站在你这一边，为你辩解。一群护主的狗，说你们主子2句就急了。你家主子现在好歹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名动天下的才子，就这气量，连一个小女子都无法容忍。以后你可得看紧了。
不然你家娘子要是一直红杏出墙来，那可不怪我，毕竟我已经跟你道过歉。看着现场的气氛逐渐焦灼，连峰他不生气，他知道你虾人现在所说的每一句话都还在气头上。如果当初他没有恶语相向，没有践踏你的尊严，就不会有今天。所以他如果想改变什么，就必须承受住今天的屈辱。我知道你恨我，但我不怪你，因为这都是我自找的。不过我现在真的很担心你，你不要再任性了。只要你肯跟我回去，这世界没有人可以欺负你了。听到这句话，你虾人笑了，目光看了看四周，全场的读书人感觉受到了莫大的侮辱。在白鹿鸣昭告天下，宣布虾人为儒道天选之子的那一刻开始，已然身后更是有成千上万读书人的保护。小姑娘，老夫虽然不知道你们之间发生过什么，不过有句话我必须告诉你，若是有人敢在老夫的眼皮底下动他虾人一根手指头，那就是在打老夫的脸。我现在命令你马上收回刚才的话，否则别说你是连家的小公主，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老夫照样不给面子。一时间现场一阵沸腾，连峰也被这阵势吓了一跳，根本没想到以虾人现在的影响力，都已经能随意调动全天下的读书人了。各位前辈，请不要动怒，刚才是我们可恶，我们马上收回。看着他们落荒而逃，现场一齐世家公子面面相觑，一时间不知道在想什么。与此同时，花都之中涌入了一批又一批大唐人，他们争先恐后像逃难似的进入了花都城中。看，虾人在那里，抓住他！你是眼瞎吗？他虾人现在是儒道天选之子，你当着读书人的面抓他，是不想活了吗？等我们大部队到了，等说他区区一个虾人，就算是虾员来了，也得给我们一个说法。若是那一位亲自来了。此话一出，瞬间陷入了一片死寂之中。挺朝见这个已经被人遗忘了很多年的事业，再一次被提起，让所有人心头有股难以喘息的感觉。你们的担心多余了。1个月前，从琅琊洞天那边传来消息，苏朝峰第2次叩天门，身受重伤，生死不明。有人亲眼目睹那一场旷世大战，此一战以苏朝峰自断一臂结束了战斗。此话一出，全场瞬间躁动了起来，谁也没想到当年不可一世的苏朝峰竟然会落得如此遗憾退场的结局。可是白鹿鸣还没走呢。白鹿鸣又如何？他虾人狼子野心，嗜血成性，无端挑起战争，让陌上无数生灵死亡，如此离经叛道，无恶不作之人，理应当诛。我已经找对方的几大族商讨过了，他们一致同意，只要我们交出引起此次动乱的罪魁祸首虾人，便停止纠葛，归还几座都城，停战言和。此话当真？如果只是把虾人交出去就能归还城池，这笔买卖怎么算都值。闻言，许多大族长开始蠢蠢欲动，不过还是有少部分大族有些犹豫。一旦虾人深究下来，我们怕是都难逃其咎吧？怕什么？只要我们把事情办得漂亮一点，不让虾人发觉，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一时间，众人议论纷纷，开始商讨计策。而此时此刻的巨北城，虾家内的王府显得格外的冷清。苏婉清和虾人两人望着黎阳的方向，暗自神伤。夫人，你别太担心了，岳父大人吉人自有天相。他肯定能化险为夷，打破死结。虾元，你说爹爹会不会是因为我太久没回家的缘故，生气了，所以才故意躲着我？自从清朝剑阁回来之后，苏婉清整日失魂落魄，像是完全失去了精神支柱一样，整日以泪洗面。她无法相信自己如山一般高大的父亲，竟然也会有倒下的那一天。大儿子也狠心的与他们断绝关系，音讯全无。那一刻，他的世界仿佛崩塌了一般，整个人都变得失魂落魄了起来。夫人。就在这时，天边几道光芒闪烁而过，在看见那老者以及他身后的一众长老的那一刻，虾元顿时有种不祥的预感。爹，你怎么来了？虾元，我听说你尚有一子流落在外，叫虾仁，对吧？没错，我确有一子，死前一直寄养在黎阳，今已年过20有3。混账！这么大的事情，为什么一直瞒着我们？如果不是我听到了些传闻，你是不是打算一直不告诉我们？这一刻，夏无敌怒了。20年，他足足被瞒了20年，才知道原来他还有一个孙子，一直流落在外。此事是我有欠考虑，我本来此次回黎阳，把孩子接回来之后，好好调教一番，再让他认祖归宗的。没想到期间发生了一些事情，耽搁了。耽搁了？我看不是吧？我怎么听说这孩子好像并不是很想认你们，所以才没有跟你们回来啊？这孩子在外多年，心中对我夫妻2人却有几分怨恨。可不管怎么说，他都是我虾元的儿子。至于他回不回来，那是他的自由，我心里有数就行。身为我虾家嫡长子，他可没有什么自由可言。在家族面前、利益面前，任何人都得服从。服从什么？
他既没有享受过夏家任何的照顾，也没有得到过你们任何人的资助。他能有今天的成就，全是他自己一个人争取来的。他需要服从什么？此话一出，现场的气氛顿时凝固了下来，压抑到了极点。夏天是面露不悦，想发怒，可一想到他身后站着的那个卫龙，浑身不由一颤，默默地将气咽了回去。够了！我这次前来不是来听你们吵架的，把这孩子接回来，集中家族所有的力量培养。如此天赐之人，将是带领我夏家再上一层的不二人选。听到这一番话，苏婉清知道他们准备放弃夏长生，准备把你虾人扶正。这件事我不同意。无敌道：3000州，你明明是万族之首的弃子，论体质跟你父亲母亲地址分毫，却只用一手成王阁序就不为千百万人。儒道忠心的天选之子，当你先人爷爷知道你的存在后，竟让人把你绑回来当夏家继承人。换继承人这件事，我苏婉清第一个不同意。要知道夏长生这孩子从小到大一直被当成继承人培养，一旦真正体会到被家族无情抛弃的那种感受，他绝对承受不住这样的打击的。放肆！苏婉清此话一出，夏无敌那冰冷的眼神瞬间扫了过来，来自于上位者的威压，一时间压得他难以喘息。夏无敌，有本事你杀了我，否则这件事没得商量。你以为我真的不敢杀你吗？你真当你自己还是当初那个明朝剑阁的小公主吗？要想伤害我的女人，请先踏过我的尸体吧！一股蜂王气势瞬间爆发，将夏无敌的威压全都挡了回去。夏元怒了，人生头一次敢反抗自己的父亲，那种源自内心的恐惧，仿佛在这一刻彻底荡然无存。混账！你敢忤逆我？你混账！夏元几乎是脱口而出，突然反应过来，这句台词怎么这么耳熟？这才想起来，不就是你夏人当时反抗他时的话吗？心中掩埋多年的恨意，仿佛在这一刻彻底爆发了出来。少在那给我摆什么大家长的哭！我夏人能走到今天，从来没有靠过你们，也用不着你们在这里指手画脚。你们有什么资格要求我做这做那？大不了这族长我不当。放肆！夏无敌一声暴怒，一股恐怖的气息瞬间爆发开来，周围的长老顿时一拍尸体，连忙上前劝阻。老族长，息怒，息怒啊！族长也是护子心切，您不要往心里去。有什么事情咱们坐起来好好聊，父子之间有什么话是说不通的。在一众长老的阻拦下，夏无敌才算平复了下来。直到今天，他才意识到，眼前这个自己一直看不上的人，原来一直这么恨自己。事实上，夏无敌一直很清楚，夏元心里对他有隔阂，但他也从来没有想过解释什么。而他的教育更是简单粗暴。他坚信，只有能顶住这洪流般的压力、议论，才能成长为主宰一方的巨头。或许也是因为这种教育方式，致使父子之间的感情十分的生分。族长，您跟我们说说这孩子的情况吧，就算不接回来，也该让我们知道他的情况，再坐下来好好商讨一番，犯不着为此大动干戈，毕竟都是一家人。一家人，怕是某些人心里不这么认为吧？此话一出，夏无敌顿时眼神一冷，顺着夏元的目光看去，夏天是脸色骤变。夏元，你看着我什么意思？老二，你慌什么？让他说。我儿为什么会被寄养在黎阳？某些人应该比谁都清楚，他若不是在黎阳长大，估计早已经被有心人陷害了。夏元，你少在那胡说八道！我夏天是一心为家族，天地可见，何曾有过这种想法？二叔，你慌什么？我也没说是你啊。大哥，我对此事毫不知情，我对家族的忠诚，您都是看到的。听到这里，他夏无敌大概率已经听懂夏人为什么会被寄养在黎阳，是因为在这夏家本就有图谋不轨之人要害他性命。想到这里，夏无敌不由得开始反思，为什么这一家人会变成今天这个模样？彼此存在间隙，互相提防，就连父子之间的关系都如此的僵硬。不管怎么说，这孩子都是我夏家的血脉，既然已经长大成人，且已经成为举世瞩目的天之骄子，理应接回来，好生栽培。我同意，此子生于市井，虽有些离经叛道，沾染了一些陋习，不过只要我们悉心教导，还是能走回正轨，重新做人的。接回来，我同意，不过让他当继承人绝对不行。此子离经叛道，生性跳脱，且又在外20年，与族人生分，对家族更是没有半点感情可言。若是将这偌大的家业交由他，如何能服众？此话一出，众人不由一颤。
没想到虾天是会替虾长生说话，众人也开始权衡利弊的思考了起来。此子已入儒道，获得了天下读书人的认可，更是得到了白鹿鸣的支持，前途无可限量。且论天赋实力，丝毫不在虾长生之下，未必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看着台上争执不休的长老，苏婉清的眼神是绝望的，他不知道该说什么，因为今天讨论的这一件事是关乎他2个儿子的选择问题，无论哪一个被选择，另一个都会成为被抛弃的那一个。够了！无论如何，他都是我虾家的子嗣，理应接回来。堂堂虾家嫡长子，巨北王世子，却不与家族相认，成何体统？至于其他的事情，等接回来再做打算，我会亲自调教他的。闻言，虾元内心一沉，他何尝不想让你虾人回来？可是你这孩子现在对他们心中只有恨，根本听不得他们一句劝。这件事就到此为止吧，你们2个尽快把孩子接回来，别跟我说他不愿意回来这种鬼话。如果他觉得委屈，我可以补偿他，给他最好的资源、身份。但身为长子，他没有耍小孩子脾气的权利，只有服从。补偿？你他妈就知道补偿？虾家什么时候轮到你这个妇道人家做决定了？放肆！义子，你想要干什么？我可是你亲爹。虾无敌，给你面子，我便尊称你一声父亲。当年你没有管过我，现在你更没有资格插手我的事情。我的孩子也用不着你来多管闲事。都给我滚！风王一怒，整个巨北瞬间阴云滚滚。这里是虾人的房间，集天地王者所在。纵使是身为半个仙人的虾无敌，也不得不露出了忌惮之意。他这一次算是彻底报复虾家的所有人。他从来不是一个任人摆布的傀儡，而是威风凛凛的巨北。家园，算你狠！老二，我们走。元哥，我们怎么办？现在他们已经开始向我们施压了。如果说真要让我们在这2个孩子之间选一个，我们该怎么选？此刻的苏婉清已经彻底失去了主张，她爹下落不明，已经没有人可以给她出主意了。现在她能依靠的也只剩下自己的丈夫。你不用担心，不管最后家族会选哪一个，那都是我们的儿子。我虾人只要还活着，就不会让另一个受委屈。听到丈夫的保证，苏婉清才放下心来，不停地抽泣。她有点想家了。如果她爹还在，今天她又怎么可能受这样的委屈？原来这就是被抛弃的感觉。也不知道我的虾儿现在过得怎么样，有没有吃？你是诗词大会最为强大的逆天弑神者，你是被誉为曹植人间体的传奇诗人，你是首位7部内做出滕王阁序并引发天地异象的真正天才，你更是10数年来唯一一位击败传奇12冠王的顶级妖力，天生无道圣体，虾人。早就听闻虾人你有惊天伟地之才，执笔可画天地之风采，随口一吐便是半个盛世景象。今日此情此景，春水涟漪，不知可否有这个机会，能亲眼见证一首传世之作诞生？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了你虾人，都想见识一下所谓的天才第一才子的风采如何。在一众读书人的簇拥下，你虾人也是不得已走上了高台。承蒙诸位厚爱，既然大家都想让我即兴一首，虾只好献丑了。要开始了吗？他会像当初在白鹿书院那样，再写出一首滕王阁序震撼全场吗？我估计难，毕竟这等巨作千百万年也难遇，能写出1篇已经是上天赏饭吃了，又怎么可能随手就可以写出来？这一刻，全场都沸腾了，众多天下才子都在期待你虾人的表演。与此同时，陌上第一才女林夕默默地藏在人群中，暗中观察你虾人。除了她之外，人群中还藏着2个人，正是孔云峰和红玉。他就是你说的那个集齐天地才气于一身的少年天才吗？你看着吧，他的才气连白老前辈都敬佩3分，未来的成就也绝不在我之下。习惊天伟地之才，万古无异。就在这时，一支毛笔赫然出现在你虾人手中，众人不由心头一紧，目不转睛地看着上面那一块提示板。前来！春江花月夜。明月眉头一皱，突然有种不祥的预感，感觉自己的名字好像又要出现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这一刻，全场都沸腾了，在场的所有人无一不被震撼。随着你虾人一句一句的开口，刹那间，天上一阵风云涌动，似有仙人降世一般。好，这小子竟然又引来了异象。这怎么可能？一首诗而已，怎么可能又引来异象？难道他是天道的儿子不成？
江流婉转绕芳甸，月照花林结似线。宫里流声不觉飞，堤上白沙看不见。一声雷动3000里，狂风起处，整个江水翻江倒海，似有倾覆之意。映照在江上的那一轮明月变得更加皎洁，好似声倒映了出来，呈现出双月现象。不可思议，简直不可思议！仅仅一首诗竟引来了此等异象，堪为神人。他的才华到底达到了怎样的一种地步？哪怕是万中无一的天才，一生能写出这样一首传世之作，已经是三生有幸的事情了。这一刻，哪怕是一向对自己的才学无比自信的云溪，都流露出了震撼的表情。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溯流水。江上的月亮，他在等待着谁？江岸上又是谁最初看见他的美？这一刻，明月的内心触动了，他第一次感觉眼前这个看似洒脱不羁的男人，内心原来也有这么抒情的一幕。以虾仁的这一首诗，真正触动了他那一颗冰封的心。随着你虾仁逐渐进入佳境，那一刻，天地乱作而下，于九天漩涡之上，天雷滚滚，庞大粗壮的气势疯狂地将你虾仁包裹在其中，恍若升华了一般。修为一路高涨，一跃间直接来到了6境巅峰，只差一步便可踏入7境。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细细一品，自有万千法则寓意。这便是我儒道至高学问的巅峰吗？峰哥，你怎么了？江流婉转绕芳甸，月照花林结似线。猛然间，孔云峰的心境如超凡入圣，置身于浩瀚天地之中，绝影受之无穷，一股至圣浩然之气骤然爆发。何人破戒？为何会在这个时候？不好，是孔云峰。一时间，所有世家都懵了。原本按照他们商讨的计划，准备等阿东游园结束之后，人群散去之后，他们就开始施压，却没想到关键时刻，竟然孔云峰破境，而且是破了传说中的。哈哈哈哈！我终于成功了，现在的我强得可怕。家人，有种你再来！孔云峰尽情地宣泄着自己心中积攒多年的怨气。从今日起，他孔云峰便是白鹿云之后儒道的另一座大山。仅此一篇，足以盖过古今，我愿称为当世第一诗。我觉得黄鹤楼更胜一筹，此景只在眼前过，有口却道不出。黄鹤楼的意境更深远。老夫觉得，论酒托豪迈，当属《将进酒》最胜，那才是真正的仙人。别争了，那不都是一个人写的吗？有什么好争的？现场瞬间响起一阵激烈的热议。这一首《春江花月夜》的浪潮，估计能在整个帝王州儒道文坛掀起一场巨浪。它所带来的冲击力，甚至不比滕王阁序小。家人为圣，我愿随之，纵使千万人，无一往矣。下人为圣，我愿随之，纵使千万人，无一往矣。就在此时，一道白色的倩影缓缓穿过人群，来到了你虾人的身边。帝王州最惊艳的女子明月，恭喜你，今天这一首《春江花月夜》堪称万古绝唱。不出意外的话，这首诗很快便会传遍整个帝王州，而你也将会成为名动天下的天之骄子。怎么样？这从人生的低谷走到顶峰的感觉，是不是很奇妙？小女子云溪见过虾公子，早些听闻虾公子大名，今日一见，果然才气惊人，名不虚传。看着突然冒出来的俏美人，以虾人也是一怔，明月更是露出了一丝狐疑的表情，又似笑非笑的看向你。现在女人缘不错嘛，这可都是有头有脸、名动天下的大美人。家人见过2位仙子，早先也有听闻2位仙子美貌动人，风华绝代，今日一见只觉惊为天人。那不知公子可有诗相赠？身为陌上第一才女，云溪在陌上的影响力可是高于明月的存在。毕竟明月属于是那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人。当陌上的青年看见云溪竟然被你虾人的才华所吸引，更是在你面前红了脸，这比杀了他们还难受。该死的虾人，夺妻之仇不共戴天，我与你势不两立。美人盛情，虾岂敢不从？正好我这里有一首专门写美人的诗，也请大家帮我品鉴一下。随着你虾人这一句话落下，那一刻全场呼吸都变得紧凑了起来。见此场景，你虾人压住了不断上扬的嘴角，开始酝酿情绪，目光在云溪和明月身上来回审视了一眼，突然开口：云想衣裳花想春风拂槛露华华。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全场瞬间响起一阵激烈的议论声，简简单单的几句诗便震撼了在场的所有人，仿佛眼前真的有一个仙女一般，她是那么的圣洁美丽，令人魂牵梦绕。这首诗是写你的吧？好美啊，完全符合你的美貌。小莲，不许胡说八道，人家是写给那位云溪仙子的，和我无关。明月突然抬头看向外面，只见着乌云滚滚，一股强大的压迫猛袭铺天盖地。终于来了吗？抱歉，这里没有你们要找的儿子。现在站在你们面前的人是来自九
有魔帝的最强魔神，是世界的终结者。虾仁，你这个阴险狡诈者，岂能挑起我陌上争端？我烧我陌上10万里高原，使我陌上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今日我等便是前来拿你问罪，你可知罪？以下人静静地看着这一幕，缓缓走出。孔云峰立马走了上来，默默地站在你身侧。你小心点，不出意外的话，这些人应该是冲你来的。这还用应该吗？就是冲我来的。话说，你到底干了什么？怎么你一到花东就有这么多石匠为你接风洗尘？我这一生注定如履薄冰，荆棘丛生，可那又如何？回首百年，白云苍狗，不过是些许风霜罢了。家人，少在那里给老夫妖言惑众，今日谁也。谁敢？今天我孔云峰在这里，谁若敢动他一根手指头，我毙了他！你这老不死的东西，想干什么？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去管一个家族妻子做什么？人家亲爹都不管，你跟着瞎凑什么热闹？老夫今日便是管了，你能咋地我？今日谁来都不好使，虾仁，今天必须要交出去，不然那些大凶可就逼近花都了。一旦他们打进来，我陌上万里花海，彻底变成一片火海。就在这僵持不下之时，一声雷动3起，乌云滚滚之中，一名飞袍老者之外击他，强大的气场瞬间压得所有人大呼吸。就是你叫虾仁了。没错，行不更名，坐不改姓，虾仁是我。不愧是号称儒道天选的至尊神子，果然一表人才。不过今日你的路就走到这里吧。对面已经给出承诺，只要交出你一个人，便可停止陌上100万里战火纷争。你不是说什么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还是去欢颜吗？现在正是需要你这一条命去拯救千万人的性命，你应该不会拒绝吧？这场纷争到底是不是你虾仁挑起的？这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要保住家族的基业，保住花都，那么必须有人要牺牲，而这个人就是你虾仁。既然你们想玩，那索性就陪你们玩个痛快。虾仁，你别管他，今天有我们读书人在这里，谁也无法为难你。没错，你别上他的当，哪有什么纷争是需要牺牲一个人就能够平息的？如果真有这么简单，他们为什么不去找柳家？不足，偏要找你。诸位前辈，承蒙好意，但大丈夫生居天地之间，有所为亦有所不为。舍我一人，保全千万家，这笔买卖值。这一刻，所有读书人都双目通红，愤怒、杀意彻底在所有读书人心中点燃。为了心中的理想，为了守住心中的正义，他们齐刷刷地向前一步，一股强大的浩然之气赫然爆发开来。区区儒道领域，还敢在老夫面前班门弄斧？冲击进来了，给我砸！这到底是什么玩意？为什么他们这群废物会获得如此恐怖的提升？不只是一个人，几乎在场的所有读书人都得到了巨大的提升。这应该是独属于读书人的神秘领域吧？孔云峰，难道你们想陷天下苍生于不顾吗？少废话！今天我孔云峰把话放在这里，谁想动他虾仁，我孔云峰第一个不答应。没错，我们也不答应。身后一众读书人齐声回应：世家欺人太甚，只想着保全家业，就可以随意牺牲一个无辜之人的性命，去换取他们的安宁。如此做法，岂能服众？小姐，我们要不要表个态？不必了，等着看好戏吧。这家伙肯定留有后手，不然他绝对不可能这么淡定自若。就在这时，天边一道光芒闪烁而过，在看见那老者后，孔云峰以及他身后的一众长老都惊呆了。来自正是陌上半步仙人境的老者。孔云峰，把虾仁交给我，我等世家可以保证不杀虾仁，但需要虾仁一人出城，给各族在这场战乱中死去的冤魂认个错，便可停止纠纷。你们可愿意？你当我3岁小孩吗？用这种鬼话来骗我？我可以向你们保证，我以我半步仙人的实力亲自护送他出城。如若他发生什么意外，我愿以我这颗人头担保。此话一出，众人瞬间倒吸了一口凉气。没想到严军会这么有底气，他真的能保证对面那些凶兽不会反悔吗？实际上，严军压根就没有底气。他之所以这么说，无非就是想着木已成舟。虾仁，你可要想清楚，我等只要付出点代价，在场的读书人都得死。住手吧，我跟你走一趟。虾仁，你糊涂了！我等不过贱命一条，不值得你为了我们去送死。
诸位前辈，家不过是一个弃子，不值得你们拼死相救。若因为我这一条小命大动干戈，致使生灵涂炭，家一生怕是要活在愧疚之中，生不如死。这一刻，所有读书人都动容了。你虾仁真的太善良了，就连一向坦然自若的明月，此刻都被你虾仁的这一番慷慨激昂的演讲所动容，内心不由得一颤。难道我猜错了？他已经没有后路了吗？小姐，你真的不打算出手吗？他虾仁马上就要被带走了。不着急，看看他虾仁到底藏着什么牌，若是赌错了。想到这里，明月摸了摸自己手腕上的一块吊坠，会心一笑。这个世界若是没了你，那得多无趣啊！我便用这块玲珑骨牌换你一命吧。诸位不必忧伤，不必难过，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今日便用虾仁这一条小命换陌上万世太平，值了。刹那间，只见着你一步间踏出，在数万人的注视下，便化作一道流光，消散在花都上空。联军立马跟上，一前一后，两道身影化作彩光，朝着那一片广阔无际的高原飞去。直到他们的身影彻底消失之后，一道白色的倩影飞快地消散在人群中。人我已经给你们带来了。这就是导致陌上动乱的罪魁祸首，现在交由你们处置。按照约定处置完他后，立马撤出我们的领地。老匹夫，你出尔反尔！那不过是老夫为了哄你出关找的借口罢了。小子，别怪我，要怪只能怪你命不好。说完，一道天雷落下，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雷域囚笼，彻底将你虾仁锁死在其中。不愧是低等生灵，勾心斗角，彼此内讧的那一套玩得挺厉害的。你们什么意思？不是你们指名道姓的要此人的性命来换取停战协议吗？天真，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只不过是为了让你们人心涣散罢了。这一刻，严军终于意识到自己上了当。他本以为是自己算计了虾仁，却没想到他反而被这群大兄给算计了。如果我将这小子杀了，你猜天下读书人会不会把你们世家撕成四份？你是诗词大会最为强大的逆天使神者，你是被誉为草纸人间体的传奇诗人，你是首位七步内做出滕王阁序并引发天地异象的真正天才，你更是10数年来唯一一位击败传奇12冠王的顶级妖力，天生无道圣体虾仁。不好了，不好了！如道天选这次虾仁头，他被杀了！此话一出，一股惊天的怒火似乎要点亮整个黑夜，所有的读书人心头一沉，杀心暴涨。前辈，那些该死的大兄言而无信，一见面就将虾仁困在囚笼中。我们亲眼看到他拼了命的挣扎，却始终无法逃出对方的掌控，最终惨死在雷狱之中。是严家那个言而无信的老东西，他骗了我们所有人。他从一开始就没打算让虾仁活着回来。我怎么这么天真，竟然会傻到去相信他们的鬼话？此刻的孔云峰双眼已经完全通红，内心一阵懊悔，在自责、痛苦中苦苦煎熬。一想到临行前院长以及韩江城数万读书人的托付，无地自容，恨不得当场刎颈就戮。该死的七大家族，我杀了你们！9天之上，天雷滚滚，伴随着狂风席卷而来，整个大地都在震动，所有读书人都怒了。你想做什么？为了一个已死之人，你当真敢与我们为敌？去你丫的！老夫今天先毙了你！充血进来了，给我zar一啊，今天是时候让这些世家付出血的代价了。有了孔云峰开头炮，这一刻，所有的读书人都跟打了鸡血一样，立马加入了战斗。一时间，整个花都陷入了一阵水深火热之中。与此同时，在经过9死1生的重重阻拦之下，严军终于逃出升天，返回了花都。可没想到，他刚回到花都，就看见了一场大火在夜幕下坡上。住手！你们住手！不要再打了！老匹夫，你还敢回来？杀了你！你们想干什么？对面那些凶手即将压境，花都危在旦夕，你们不想着团结起来，一同抵抗外敌？这个时候内讧，难道你们想置一城的百姓于不顾吗？好大一顶帽子！道貌岸然的老东西，少拿这些来要挟我们！到现在你还不肯说实话，看来你们是想鱼死网破。老夫何时曾骗过你们？那虾仁虚伪狡诈，本来用他一个人的性命就能了结这一场纷争，是他贪生怕死，临阵脱逃，还激怒了那些大族生灵，导致现在对方已经放下话，即刻攻城，他才是真正的罪人。分明是你言而无信，用计骗了我，自以为胜券在握，却没想反被对面套路，导致和谈失败。现在你还想把这口黑锅栽赃到一个死人身上，好不要脸！
你们这些读书人读了一辈子圣贤书，难道还不明事理，不辨是非吗？就算是我骗了你们又如何？难不成你们还想为了一个已死之人，要置全城百姓于不顾吗？严军他这一句话落下，所有的读书人脸色一沉，心头仿佛压下了一座大山，目光纷纷看向了孔云峰。显然突破9境的他，俨然成为了这里所有人的主心骨。我说过了，今日你们7大世家一个不留。老弟，现在与这些世家火拼，确实与我们不利。他们世代扎根于此，势力庞大，我等也绝非他们之敌。不凡先撤，待老夫修书几封，送往各大城州，聚集天下英杰，到时再来讨回公道。闻言，孔云峰回头看了身后一眼，原本那些意气风发的读书人，此刻伤的伤，死的死。刚才一波交火，已经伤了很多人，再这么打下去，终究会被他们所搅。先把所有人召集起来，花都已经不能带了，准备撤离，让他们这些该死的世家来承受那些凶兽的怒火吧。就算他们能逃过这一劫，我孔云峰发誓，早晚有一天要让天下世家付出血的代价。见在场的读书人怒火终于平复下来，严军心中暗暗窃喜，只要稳住这些读书人，一会凶兽攻城时，让他们顶在最前面。诸位，请听我一言，此刻城外数百万凶兽大军已经压境，花都危在旦夕。为了保住我人族领地，我们必须团结起来，一同抵抗外族。团结？可笑的谎言！你们自己玩吧。早在你们选择牺牲虾人性命的那一刻，团结这一个词就已经成为了一句笑话。你们这群修行浩然天道的家伙，难道就只有这种担当吗？在一城百姓需要你们的时候，你们竟然临阵脱逃，可笑！小道终究是小道，全是一群贪生怕死的腐儒，就算在修炼的几百年，也上不得牌面。此话一出，所有读书人都怒了，极力压制着内心的怒火，已经来到了爆发的边缘。孔云峰冷冷地看着说话那人，突然他化作一道光芒，瞬间杀出。孔云峰，你想做什么？你们说的对，我们确实是小道，但小道也比歪门邪道强，至少我们没那么虚伪，没这么多心眼。你们不是自称大道吗？那就看看你们能不能守住这一座古都。我们走。随着他一声令下，数万读书人齐刷刷地飞下了城墙，而花都城中还有数以10万的读书人在等着，只待孔云峰的一句话，所有人开始撤离。夏人，你这个该死的家伙，就算你死了，老夫也不会放过你。愤怒的嘶吼声传来，严军已经破防了。与此同时，寒江城内一声哀嚎从城外传来，紧接着一道狼狈的身影闯进了城。2米高的美女此刻也落下了泪水，仰天哀嚎：虾人，他死了，他死了，他死了！这一声大吼瞬间传遍了各大酒楼，所有人顿时脸色一变，瞬间无数道身影从酒楼之中飞了出去，猛然来到了灰头土脸、狼狈不堪的少女跟前。你在胡说八道什么？虾人怎么会死？你给我细细说来，要是敢骗我们，你死定了！看着眼前这些个杀气腾腾的老前辈，李玉宝含泪眼中满是悲痛。若不是他亲眼所见，他也不敢相信。可是虾人真的死了，7大家族骗了所有人，也骗了虾人。他带着为一城百姓赴死的决心去抬头，他都能打，不容置疑。他却落得一个狼狈的死下场。该死的世家竟敢如此欺负我儒道门生！所有人听令，自我之下，白鹿书院36宫及滕王阁所有学子即刻下山，让他们血债血偿，一个不留。这一次，世家真正惹怒了白鹿鸣，花都数百万里之地，怕是要真正变成一片尸山血海。在命令落下的那一刻，数十万道身影飞出白鹿书院。与此同时，巨北王府内，连峰脸色凝重地走进了王府，不顾侍卫的阻拦，直接来到了大殿之上。夏伯父、苏伯母，有件事我不知道该不该告诉你们。丫头，有什么话直说，是不是那个逆子又惹你生气了？尽管告诉伯父，伯父一定会替你做主。你们快去看看吧，虾人托。看见连峰哇的一声哭了出来，苏婉清不由脸色一变，猛地站了起来。虾人，他怎么了？走路只用麒麟步，看人只用重瞳术。你明明是这世间唯一的9幽魔帝的最强魔神，却被陌上7大家族联合凶兽把你杀死。他们却不知你是儒道中心的天选之子，爷爷更是击败传奇12冠王的顶级妖孽的一剑独胜，一直打压你父母得之后，并率领100万大军前去寻找你。殊不知你已经借助魔神血脉偷偷复活。苏婉清，你们还有脸在这里谈情说爱？你们知不知道虾人他死了？你们2个在胡说什么？那逆子好端端的在寒江城待着，怎么会死？夏伯母，我们没有说谎，虾人不在寒江城，他早在数日前便抵达了花都，现在他已经死了。他被花都各大世家逼迫，残忍害死了。连峰哭泣着道出了缘由。那一刻，天仿佛塌了一样。苏婉清则像是被抽空了力气一般，在听到这个消息的那一刻，彻底我的孩子，我的虾儿。巨北城上下似乎被笼罩上了一层阴霾，狂风肆虐，电闪雷鸣，所有的家族百姓全都惊了。他们都已经多久没见过巨北王发过这么大的怒火了？我让你下去了吗？给老鼠散了。
在听完连峰解释的来龙去脉之后，虾仁体内的杀意再也抑制不住。7大家族，欺人太甚，今日我虾仁若不屠你满门，誓不为人。苏婉清此刻脸上已经彻底被仇恨占据，他的儿子死了，而且还是被7大家族联合逼迫害死。他无法想象当时的他是多么绝望，多么无助。气血上头，苏婉清直接一口鲜血吐了出来，丧子之痛瞬间击垮了他，加剧伤势的蔓延。家园，你还在等什么？给我杀了他们，给我的孩子报仇雪恨！所有人听令，结合兵法，莫上，让他们血债血偿。重启进来了，给我杀！父亲，大事不好了，他们打进来了。这群废物干什么吃的？连第一波受潮都顶不住，看来这种时候还得老夫亲自出马才行。父亲，不是那些凶兽打进来，是那些读书人杀回来了。此话一出，严军脸色顿时变得铁青，彻底阴沉了下来，心里顿时闪过一丝不好的念头。更让他感到绝望的是儿子接下来的一句话：那儒道之圣，白鹿鸣都亲自来了。他白鹿鸣冲我来了。这一刻，严军彻底慌了，还没等他反应过来，一道钢索的掌力便从天外拍了过来，严家数千名修为比较弱的粉丝直接被这一股冲击力好恐怖的气势！这老东西的修为一至天人，绝非我等能敌。站在云端的上空，白鹿鸣冷漠地看着这一切，他面无表情的脸上看不出任何情绪波动，但熟悉他的人都知道，在他露出这样的表情时，便是他大开杀戒的时候。大长老，人基本都在这里了，除了少部分的一些想趁乱潜逃出去的，也全都被抓回来了，怎么处置？碾碎他们！白鹿鸣，你可要想清楚了，你如今已是天界之人，早不该沾染人间因果，为了一个已死之人，值得吗？那不是你需要考虑的事情。老夫行的是天地正道，何惧因果缠身？白鹿鸣霸气回应，一身正气瞬间释放开来，那一刻只是沉浸在一股血沫这个天地之中。随着白鹿鸣气势爆发的那一刻，7大家族瞬间有不少人冒出来。一刻不留，让他们血债血偿。短短10分钟的时间，无数世家的血鲜血染红了这一座美丽的宫城。看见大势已去，严军心中懊恼，内心的怒火彻底爆发。该死的穷酸儒！你们以为有白鹿鸣给你们压阵，就可以轻松压倒我世家万万年积攒的底蕴吗？我要让你们所有人给我的族人陪葬！只见着严军手中一块令牌祭出，一滴精血落入其中，刹那间，一股血色的仙力瞬间爆发开来，众人大惊，只见着头顶苍穹之上，一道天门缓缓打开。这是天界之人。大长老，情况不妙，那老匹夫手中竟有打通天人2界的钥匙，我们要不要暂避锋芒？我避他锋芒！白鹿鸣冷声质问，只见着他瞬间拔地而起，直接冲了上去。天门下，一个宝座缓缓驰出，上面赫然坐着一个妖艳俊逸的青年，那眼神中的傲慢目空一切，彰显得淋漓尽致。从今日开始，天下儒道不复存在。白鹿鸣，既然你执意找死，老夫今天就成全你。区一道虚影，还敢阻止我？给老夫死！随着白鹿鸣这句话落下，直到一声轻轻的杀字，万千的杀意彻底在城中绽放，一道身影便从天上掉了下来，狠狠地砸在地上。所有人都为之一震，连忙上前查看。严军脸上的笑容顿时戛然而止。落地就秒！不可能！我老祖天下无敌，怎么会死在白鹿鸣这个老匹夫手中？我不相信！我严家传承了万万年的家业，你虾仁一条小命就给我换了！大长老威武！大长老威武！所有读书人都杀红了眼，特别是在白鹿鸣秒杀天界之人后，军心爆涨，所有人都跟着沸腾了起来。短短1个小时的时间，花都城血流成河，7大家族彻底不复存在。那一刻，举世震动，所有围观之人脸色震撼。太可怕了！这群读书人一旦疯狂起来，比魔鬼还要恐怖。我终于知道当年北海那一战，这些读书人到底是怎么力挽狂澜的了。他们不为生死，只为心中的信念。在杀死7大家族的人后，白鹿鸣并没有停止杀戮，而是将目光放在了荒原之上的那一群凶兽之上。言而无信，出而反尔，他们同样是害死虾人的真凶，是他们联合的7大家族，其罪可诛。这一刻，所有的荒古大凶都惊醒，才意识到先前他们杀死的那个年轻人到底有多恐怖。短短半个时辰，他的族人连带着各大兄弟尽数被屠杀于此。院长，我对不起你，对不起大家，是我无能，没能保住虾人的性命，我愿以死谢罪。活着的人更应该好好的活着，不该为死了的人去折磨自己一生。你的未来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好好珍惜吧。
此刻没有人能看出他心里到底在想什么，或许他比所有人都难受吧。毕竟你虾人可是他白鹿鸣亲口指定的传承之人，天下儒道气运的承载者，竟然会死在这样一场无端的陷害之中。天亮了，只是逝去的人永远将不会再回来了。白院长，我儿虾人的尸体何在？请把他交给我们，我夫妻2人要带他回家。现在过来假惺惺的哭什么？虾人需要你们的时候，你们哪一次在了？连他的仇都是我们替他报的，你们枉为人父，枉为人母。这就是堂堂巨北王吗？我看不过是一个虚伪自负的小人罢了。守着你的小儿子，过你的快活日子去吧，别在这里演戏了，演给谁看？虾人死了，你们才是真凶，他是被你们的冷漠无情害死的。这一刻，积压在所有读书人心中的怒火彻底爆发了出来，他们不再忌惮，也不会给虾园任何面子，他们今天就是要揭穿这虚伪的夫妇丑陋的面孔。无敌道3000州，你明明是万族之首的弃子，却被陌上7大家族联合凶兽把你杀死，一直打压你的父母之后，竟率领100万大军前去寻找你，却只找到了你残缺不堪的尸体。平日优雅大方的唐飞，此刻已经彻底失了分寸，他们却不知你已经借助魔神血脉偷偷复活。虾人死了，虾人、苏婉清，你们才是真凶，他是被你们的冷漠无情害死的，你们就不配当他的父母。我要是脸，早就自刎归天了，还有什么脸来这里寻找儿子？恼羞成怒，想杀人。虾园，谎言不会伤人，真相才是快刀。你们心里从来就没有过这个儿子，又何必故作深情的在此苦苦哀嚎着找儿子？不是这样的，我们从来没有这么想过。不管怎么样，他都是我们的儿子，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要放弃他。这话你问问在场的这些人，谁信？目光所望，一个个冷嘲热讽的眼神看过来，苏婉清无地自容，这一句句谩骂更是一把把锋利的刀狠狠地戳进他的胸口。我求求你们，把我的孩子还给我！这里没有你们的儿子，现在有的只是一个无家可归的孤魂野鬼，就算是要把他带回家，你们也没有资格。那一刻，白鹿鸣的身影显得格外的落寞。他没有和这对不负责的爹娘再多解释什么，因为不管你说什么，都无法唤醒他们内心可笑的良知。他们只会不停地找借口、找理由，总能把一切的责任甩到别人身上。从始至终，他们的眼里只有他们的小儿子，只有大儿子出事的时候，他们才会偶然想起，假意出来彰显他们那微不足道的父爱、母爱。孩子，我带你回家。孔云峰轻轻地捧起一块沾满鲜血的土地，他就站在你虾人死时的那一块土地上，这是你的血，尸体却已经支离破碎，什么也没有留下，让在场的众人眼角不自觉地变得通红。你没有家，四海漂泊就是你的命运，从出生到死亡，你都没有一个真正意义的家。这就是堂堂巨北王啊！既然从来没有认可过这个儿子，又何必在这里假仁假义呢？连儿子的仇都是那些读书人给报的，为人父母做到这个份上，也是挺可笑的。孩子，别怕，娘这就带你回家。娘带你回剑阁，你应该还没见过你外公吧？你外公可厉害了，他是天下人人敬畏的老剑仙。娘现在就带你回家，你外公肯定很喜欢你。夫人，虾人他已经死了。虾人他没有死，你看他就在我身边。苏婉清疯了，她承受不住儿子惨死的事实，彻底失去了往日的风采，独自一人返回了大雪坪，只留下一众王府亲卫以及一个孤家寡人虾园。虾园啊，虾园，你一生自诩英雄盖世，却没想到最终却落得这样一个下场，连自己的儿子都保护不了，你有何颜面再担起大英雄、大豪杰这个称号？巨北王府的人撤了，他们来的轰轰烈烈，走的却十分草率。随着虾人的死讯传来，你所留下的那几首诗，更是成为了无数人心中的宝贝，其影响力传遍了整个帝王州，甚至传遍了3000州。谁能想到，白鹿鸣一生的努力都无法将这一门道带成通天大道，最后竟然是你虾人的身死，才将其彻底发扬光大。白鹿鸣也是无法接受，如果将这一道带过，需要牺牲你虾人的性命，他宁愿不要这种热潮。族长大人，为什么不入座啊？难不成这个位置上有刺？二叔，这个位置从来不是我虾人想坐，而是你们当年求着我来坐的。这样吧，我看二叔对这个位置挺感兴趣的，不如你来做如何？虾无敌大怒，虾天士更是脸色一变，根本没想到虾园竟然连这种话都说得出来。要知道，虾无敌这回还没走，他可不敢暴露出自己的真实想法。那族长之位，岂容你们这般儿戏？我知道你们之中有很多人对我存有不满，现在你们也不用再藏着掖着了。我岳父如今生死不明，妻子也已经疯了，儿子也死了，我虾园已经成孤家寡人了。来吧，有什么落井下石的手段，尽管是出来，想笑就笑吧，不用忍着。虾园眼神决绝，他已经决定了放弃自己的所有身份、荣誉，他要去找自己的妻子，守在他身边，不再管世俗的纷争，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度过余生。
现在演的又是哪一出好父亲还是好丈夫的角色？随着夏天士这一句话落下，现场的气氛瞬间凝固了下来，两股强大的气势持续对抗着。如果眼神可以杀死人的话，那么此刻夏天士早已经死了几百次。世人都说你虾元是大英雄、大豪杰，我看也不过如此，连自己的儿子都保护不好。谈什么大英雄、大豪杰，或者说你心里压根就没有这个儿子。你现在装出的这一副面孔，只不过是为了维持你那所谓的伟大形象。此刻的虾元俨然到了爆发的边缘，可不知道为什么，这疯狂的怒火到了即将爆发的边缘，却又被一股无形的力量压了下去。他无法反驳夏天士的话，因为他说的句句属实。你或许还在等着你儿子回头跟你认错的那天吧？可笑，虾元啊虾元！你当年都没有低头认错，是谁给你的错觉，让你觉得你儿子会灰溜溜的回来向你认错？你们说的对，我虾元是虚伪小人，自以为是，刚愎自用，所有的痛苦都是我一手造成的。我是罪人，我无颜面对孩子的母亲，更无颜面对他那生死未卜的外公。说到这里，虾元更是发出了癫狂的笑容。这一个月来，他已经承受了太多的舆论压力、世人的谴责、非议，这种压力压得他难以喘息。既然你们这么看不惯我，那么从今天开始，这虾家族长的位置我还给你们。我巨北王府也将彻底从虾家剥离出去，大家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万四，你要做什么？我要做什么与你无关，你也没有资格过问。他们说我不配当一个父亲，你又何尝是一个合格的父亲？你们不是觉得我给家族丢脸了吗？既然如此，那就随了你们的心愿，这个族长我不当了。今天的虾元格外的硬气，甚至是癫狂，心里一向惧怕父亲的他，此刻心里没有半点敬畏之意。家不像家，人不像人，这就是你一辈子都在坚持的东西，你就带着他一起进棺材里面吧。族长，你可要三思啊，不可耍小孩子脾气，现在回头还来得及。让他走，这个族长你不想当，有的是人想当，你丢鬼。这一次，虾元没有回应，而是选择了默默离开。在走进虾家大门的时候，他有着如释重负的感觉。这一刻的他，才算一个真正的人，真正做回了自己。短短几个月后，3000州天才大会即将开始。此刻的北海人潮拥挤，来自于世界各地的天骄无数，满山遍野的身影飞过。以虾人躲在人群，默默地注视着周围的一举一动。这一届盛会千百年难遇，光是个大圣的圣子、圣女便有数万之多，每一个都是名动天下一时的狠角色。只可惜我儒道时运不济，好不容易出了这么一位天选之子，却没想中道天折，乃天丧我也。就在这时，天地一阵动荡，殿上大厅之中，一艘巨大的王座从天外飞来。在看见那一架王座的那一刻，现场瞬间沸腾了起来。我亲爱的凹豆豆，你哥哥我已经想你想的睡不着了。香儿，3000州天才大会即将开幕，你准备好了吗？孩儿已经准备好了，这一次我一定会拿出一个让你们满意的成绩，让世人看看你们的儿子不比任何人差。不愧是我虾人的儿子，就该有这种魄力。为父决定了，等这一次大会结束之后，便是着让你接手王府的事务，我和你娘会一直在背后支持你。看着信心十足的儿子虾元，苏婉清也是一改之前的阴霾，他们已经决定了，等这件事过后，便退隐山林，过他们的清闲日子去。不过在此之前，他需要为虾长生今后的人生安排好后路。这一刻，虾长生斗志昂扬，跟打了鸡血一般，感觉自己强得可怕。就在这时，只见这古天圣地的队伍之中，一名御姐身材的姑娘从队伍中走出来，露出了惊讶的表情。虾人，你怎么在这儿？你不是死了吗？走路只用麒麟步，看人只用重瞳术。你明明是这世间唯一的九幽魔帝的最强魔神，却被陌上7大家族联合凶兽把你杀死。他们却不知你是儒道中心的天选之子，爷爷更是击败传奇12冠王的顶级妖孽的一剑不胜，一直打压你父母国之后，并率领100万大军前去寻找你。殊不知你已经借助魔神血脉偷偷复活。如此热闹的大会，怎能少得了我伟大的九幽魔神？是我看错了吗？当年跟陌上7大世家挖心跳崖的虾师兄回来了。大师姐，你认错了吧？他怎么可能是虾人？他身死的消息几乎是举世皆知，一个死了的人，又怎么可能好端端的站在这里？他就是我的虾师弟，不管他变成什么模样，我都能一眼认出来。虾师弟，真的是你吗？你还活着？我就知道你肯定没事，我们一直都很担心你。带师姐回家好吗？我们一直都是你的家人，只要你肯跟我们回去，绝对不会有人敢欺负你。在听到这名字的那一刻，所有人都怔了一下，众人一惊，纷纷将目光看了过来，赫然锁定在一身红衣、戴着面具的你虾人身上。这里没有你的虾师弟，你的虾师弟已经死了。如果你们真对他念念不忘的话，我可以借你们一把剑，自行了断，去地底下找他吧。随着你这一声传来，犹如一记重击，狠狠地敲打在林思雨的心头。那一刻，他恍然失神，表情痛苦。虾人，你知不知道，大师姐一直很担心你。当初你出事的时候，大师姐可是满世界的找你，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
不要跟我扯什么过往的种种，我不欠你们任何人，也不需要你们猫哭耗子、假自卑。这一边的闹剧很快就引来了不少人的注意，众人疑惑地看着争吵的景，不明所以。只见这人群中，一道仙风道骨的身影走了出来，此人赫然就是当初你虾人逃亡时帮你收拾残局的执法长老李长风。看着眼前这个照顾了自己多年的长老，你虾人淡然一笑，也决定不再隐瞒，当即缓缓揭开了面具。当看清你那一张脸的那一刻，全场沸腾。老天爷，虾人他竟然还活着，他真的活着！刹那间，人群轰动，现场瞬间掀起了一场巨浪，所有人都惊了，谁也没想到，本该死亡的虾人，如今却好端端地站在他们眼前。虾人，该死的小子，你竟然还活着！还我儿子神骨来！所有人都始料不及，只见这柳絮带着满腔怒火，当手刃枪骤然直穿云霄而来。那一刻，苏婉清彻底慌了，眼看着那一杆长枪直奔你虾人而去，杀气瞬间爆发。柳絮，你找死！充血技来了！只在刹那间，一股凶猛的掌力从9年之外拆来，发出震耳欲聋的声音。不到一瞬间，恐怖的气势骤然爆发，柳絮一口毛血洗，直接倒飞了数千米远。苏婉清，胆敢造次！见儿子被打伤，一名老者赫然飞了出去，接着数百名柳家强者紧跟着出现，现场瞬间躁动，荒原之上，虾人冷漠地看着这一切，只仰天深吸了一口气。就是这种感觉，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一些吧！你们给我听着，我虾人就在这里！任何想杀死我的人，尽管放马过来，我虾人何惧你们！刹那间，霸气一挥袖袍，一股冲天的煞气瞬间爆发，魔神之躯启动，血色的天地瞬间将天空笼罩。惊天的煞气在人群徘徊，所有人大吃一惊。好沉重的煞气，他的一身正气怎么会变成如今的煞气？我不相信这是真的。我明白了，一定是那该死的世家，一个好端端的孩子，硬是让他们逼成了魔。天杀的世家，安敢如此？莫不是真弃我如岛无人否？瞬间，在场所有的读书人揭竿而起，他们要为你虾人鸣不公。他们心里清楚，你虾人之所以变成今天这个模样，其罪魁祸首就是那些该死的世家。你是为了天下读书人，才被逼上这一条绝路的。此子狼子野心，心狠手辣。你们看他现在这个模样，与魔道修士何异？如此心狠手辣之人，如不趁其羽翼未满，将其除掉，今后必成祸害。他本来修的就是天地正道，是你们这些该死的凶手把他一步步逼上了绝路，你们才是导致他变成今天这个模样的罪魁祸首。要除，那也是除掉你们，除掉你们，那才是真正的天下大吉。没错，虾人他没毛病，就算有，那也是你的敌人。全场的读书人毫无疑问全都站在了你虾人的这一边，无理由为你说话，因为他们都受到过你虾人的福泽普照，更因为你的诗受到了启发。简直不可理喻！你们这群读书人，读了一辈子的圣贤书，竟还是这般不辨是非，愚蠢至极！有无序瞬间红温，怒不可遏，酒劲之威瞬间爆发。那一刻，整个荒原地动山摇，一阵电闪，刹那间，蜂王之力骤然碾压而来，所有人只觉肩头一沉。虾人，你给我闪开！今天虾人的小命我要定了！再不闪开，别怪我不顾情面！好大的口气！今天我虾园在这里，我倒是要看看你们谁敢动他一根手指头。虾园也是一时被激得恼火，他在现场，对方都敢如此放肆，他都不敢想自己若是不在，你虾人该有多绝望。那一刻，内心的愧疚感涌上心头，他已经错过一次，不想一错再错。魔前一扣3000年，回首凡尘不作仙。没错，所有的坏事都是我一个人干的，我就是这个世上最大的魔。刹那间，只见着你虾人猛然拔地而起，双腕彻底暴露出了你的血腥暴力。只见着一道剑芒冲天而起，剑气涌动，鲜血狂流，一场疯狂的屠杀正在进行。你这个该死的刽子手，老夫宰了你！老匹夫，你觉得你能杀死我？你虾人发出了癫狂的笑声，往日那个风度翩翩、一身正气的少年早已不复存在，现在站在世人眼前的这一模样，恍若自九幽下吐出来的魔神，在尽情地享受着杀戮所带来的快乐。看着那个极度癫狂的人，虾园整个人陷入一阵恍惚之中，痛苦的表情浮上脸，他不敢相信，这还是他儿子吗？为什么会这样？想我虾园一世英名，被世人歌颂，被万世供奉，为何我的儿子会变成一个魔？直到这一刻，他虾园终于意识到，回不去了，彻底回不去了。眼前这个人已经不再是他们所熟知的虾人，而是一个彻彻底底的魔神。你的血腥残暴、心狠手辣，已经达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
杀得好，早就该宰了这群高高在上的世家子弟了。什么残忍，什么魔头，他这是在替天行道，你们懂什么？什么是邪，什么是魔？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虾仁即是真理，我将永远追随真理。虾仁，他没毛病。走路只用麒麟步，看人只用重瞳术。你明明是守卫7步内做出成王夺婿，并引发天地异象的儒道中心的天选之子，却被末代7大家族联合凶兽把你杀死。殊不知你已借助魔神血脉偷偷复活，一直打压你的这个结之后，却率领百万大军要将你杀。我要让你们这些世家永远记住我的名字——天生儒道圣子虾仁。一念通天，神魔无惧。疯了，彻底暴露出了你的血腥残暴的一面。只见一道火光冲天而起，剑气涌动，鲜血横流，一场疯狂的屠杀正在展开。这不是真的，我记忆中的儿子不是这个样子的。苏婉清难以接受，声音都在颤抖。她不相信，才短短的3个月时间，她心目中的那个正直善良、乖巧懂事的好儿子，竟然变成了一个魔。兄弟们，虾仁他做得对，这群世家高高在上，愚弄众生，欺压百姓，妄图主宰万民生死。为了他们所谓的权势，巩固他们家族的地位，他们无恶不作，用尽手段，他们该杀。人群中突然传出一声欢呼，所有的读书人都退一声暴怒，所有的儒道众人义无反顾地站在了你虾仁的身后。弟兄们，给我杀！不能让他虾仁一人奋斗，我们也要出一份力。这一下，整个方圆都乱成了一锅粥，柳无血光。他企图抓住你虾仁，可你却来势如风，如同鬼魅一般，穿梭到你方圆之间，眼睁睁看着一个个仆人死去，顿时一股老死被逼的刺。夏元，这就是你的好儿子，你还想看到什么时候？你难道真想当天下的罪人吗？一声质问将精神恍惚的虾元唤了回来，他血红的眼睛看着那一片混乱的战场，看着那千军万马，高喊着万岁，高喊着胜利的读书人，猛然回神。想我虾元一世英名，被世人歌颂，被万世供奉，为何我的儿子会变成一个魔？今日我去北邙是要诛魔。虾元，你想干什么？难道你真的还想再失去一次儿子吗？什么是对，什么又是错？他真的错了吗？如果他错了，为什么还有那么多读书人誓死追随？难道他们都是一群没脑子的人吗？人的成见果然是一座大山，我虾元灭了一辈子的魔，我不允许我自己的儿子成魔。突然，浩瀚无垠的荒原土地之上，似乎被笼罩上了一层阴霾，狂风肆虐，电闪雷鸣，仿佛真的有魔神出世一般。家园生育之恩，我还给你了，以后咱俩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就在你虾仁要大开杀戒时，一道佛光普照，金色的光芒瞬间笼罩大地。只见着九天之上，一轮大日升天，天之上浮现出一尊佛像金身，随着一阵地动山摇，一位慈眉善目的老和尚缓缓出现在世人的眼中。天音寺的苦度大师，这一位可是号称天下佛法集大成者的真佛呀！没想到竟然连他也出动了。站在方圆的另一边，明月默默地关注着这一切，嘴角不自觉地微微上扬，露出了一丝坏笑。小莲，你不觉得现在这个场面很有意思吗？哪有意思啊？死了这么多人，有其因必有其果。如果不是他们逼的那家伙走上这一条绝路，又怎么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凡事都有两面性，你真觉得他错了？那你不妨看看那些读书人，难道他们也错了吗？仙也好，魔也罢，最终的归处也都只有一条，而历史也只会歌颂胜者。我们看待事情不能带入个人的偏见去看待。你觉得魔是恶的，可你有看见他虾仁杀过一个无辜之人吗？明月非常耐心地解释道。小莲不是很理解他的话，但是能听出来，明月在绞尽脑汁给你虾仁开脱。明明是一个魔，到了他嘴里好像变成了大圣人。小莲摇了摇头，她觉得自己太笨了，还是不要懂这些道理为好。她一辈子能跟在小姐身边，做她的丫鬟，便是她心中最大的理想。阿弥陀佛，我佛慈悲，家教施主，你已遁入魔道，不可再误入歧途。只要你肯跟贫僧回寺里吃斋念佛，听佛经真解，不出1年，便可消除你体内的魔气。一声狂笑，在所有人的目光注视下，以虾仁面向世人。佛门什么真解，我没什么兴趣。你倘若真为我好，不如这样吧。你佛家曾有典籍记载，昔日曾有古佛割肉为鹰，舍己救人，而大师您又是修炼多年的得道高僧，必定修了一颗天地至善之心。今天不妨你也把你体内的那一颗善心割下来给我，说不定我吃下去后，一身的魔障就消除了呢。大师可否愿意用一颗善心助我一把？他还真敢开口啊！要了人家的心，那人家还能活吗？我都不敢相信，这是人能说出来的话。这家伙真的彻底入魔了，竟然连这样的话都说得出来，死子断不能留。在听到你虾仁这一句话的那一刻，
所有人都露出了不可置信的表情，而天鹰寺所有的则都怒了。刹那间，一尊怒目金刚骤然浮现，身后一名年轻和尚走来。孽障，安敢西正如此？今日以小僧便来领教一番阁下的魔道妖法。大回天龙，大回天龙，大罗法咒，大罗法咒，我惹中国，我惹中国。刹那间，以虾人一掌迎上，恐怖的魔道真气骤然散发，一阵天旋地转之间，两股恐怖的力量发生了剧烈的碰撞，无香直接被震飞了数十米才被接住。小施主，不知你口中的古佛出自哪部经典古籍？贫僧为何从未听说过？无可奉告，你们只不过是一群虚伪可笑的小人，打着度化众生的借口，却包藏私心，终究是小乘佛法，终究无法成为真正的佛。闻言，古都大师顿时脸色一沉，这一句话仿佛触动了他心中的逆鳞。一直是天下佛门弟子心中最大的执念，他们心中的佛是伟大的，是不可玷污的。然而你虾人一句又一句的出言不逊，已经惹怒了所有僧人。我看不如这样吧，你们也别拜佛念经了，来拜我吧。从今天开始，我就是你们的佛，我将带领你们走出一条光明大道。那戏谑的笑声传来，刹那间，所有僧人瞬间怒目金刚。孽障，胆敢羞辱我佛，你已有取死之道！刹那间，数百名僧人同时出手，其周方气势骤然爆发，一股恐怖的力量瞬间朝着你虾人杀来。我看谁敢，都给我滚开！只听着远方传来一声怒吼，骤然间，一道高大威猛的身影赫然出现在所有人的视线中。如果说对面那些人是怒目金刚的话，那么此刻的孔云峰便是天上降魔主。怎么恼羞成怒了？你们的佛经都念到狗肚子里了，岂不闻佛本无相？既然是无相，我又怎么不能是佛呢？难不成你们心中的佛面对的不是芸芸众生，而是你们内心的狭窄，经不起世人的推敲，所以不让人说？此话一出，普渡顿时身躯一颤，有种后知后觉的震撼。佛本无相，这一句话如同雷击，打碎了普渡几千年对佛的认知。也就是说，佛在心中，每个人都可以是佛，因为他不是具体的某一个人，而是天下众生相。你这是诡辩！这小子什么时候研究过佛门理学？连我一个外行听了都觉得有道理。你们看，他这一句话直接把苦度大师给问住了，可见这一句话对佛门理学的冲击力有多大。随着虾人的那一句话落下，全场的读书人都沸腾。在所有人慷慨激昂的讨论声中，苦度大师内心终于有所明辨，他这时才意识到自己的想法有多么离谱。他们口口声声说什么教化众生，让众生信佛，可心中的偏见却否认了你虾人。你们准备好怎么接受死亡了吗？来自9天魔地最强的魔神来收你们来了！生老病死3000疾，唯有相思不可医。你明明是万族之首的天选之子，靠着唐诗300首修炼成为异界儒圣，却被你亲生父母逐出家族，甚至弟子父母谩骂，他们也默不作声。殊不知你已经借助魔神血脉成就9幽魔神，一直打压你的父母之后，他们又开始后悔，竟哭着求你回家。虾儿，我是娘啊，你看看娘好不好？同样的话，我不想说第二次。你们的儿子已经死了，这种迟来的关心，狗都不要。无情的讽刺落入虾人的耳中，他知道现在的你已经入魔，无论他们说什么，你都听不进去。现在能救你虾人的人，只有这一位佛门大师了，只有他的无上金刚经能化解你虾人体内的魔气，让你重新做人。大师犬子生性顽劣，因年少时虾某疏于管教，导致性子极端，走岔了路。大师慈悲为怀，还望看在虾某的面子上渡他一劫，虾某定有重礼相报。此话一出，孔云峰等人顿时一怔，露出了愤怒的表情。需要他的时候他忍着，这回不需要他了，开始站出来说话了。犬子，你说的是虾长生吧？其实我也觉得他好像一条狗。谁说他虾人入魔道的？你这不是在质疑他，你这是在质疑我们。听到这些嘲笑声，虾长生铁青着脸，杀心暴涨，可他却不敢发一言，因为虾元已经答应他，这一次大会结束之后，便让他试着接手王府。他想要好好表现，不能一听到一点侮辱就方寸大乱。王爷，恕老僧无能，令郎利齿伶牙，诡辩超群，老僧绝非他的对手，怕是让你失望了。大师，我儿子他虽然性子顽劣了一些，但人还是很善良的，他只是一时走岔了路。如果你有什么办法可以清除他体内的魔障，不管你想要什么报酬，我们都可以答应你。解铃还须系铃人，想要消除他体内的魔障，唯有解开他的心结，感化他，或许才能让他放下。言尽于此，天下万物有因必有果。你虾人为什么入魔？只因你心中的不忿、怨气遭受了欺骗，才导致你走岔了路。解铃还须系铃人，可是这个导致虾人入魔的人到底是谁？虾元隐约已经猜到了什么，脸色惨白。或许正是他们的这种漠视，一步步寒了你的心，导致你心生怨气，走岔了路。阿弥陀佛，王爷、王妃，贫僧办法已经告诉你们了，该如何做就看你们自己了。
你大爷！苦度大师此刻更是闻秋色变，在看见你虾人走过来了，默默将众人护在身前。他有点怕了，不是怕你虾人的实力，而是你的诡辩能力。一旦入了你的圈套，他自己一生坚守的佛道真法，可能就真的让你虾人颠覆。那种信仰崩塌的感觉，比杀人还恐怖。孩子，娘知道以前是娘不对，娘不该不管你，你骂我们，我们不怪你。不过你不要再耍小性子了，跟娘回家好吗？娘带你回听朝见阁，让你外公给你清除体内的魔气。苏婉清饱含泪水的苦苦哀求道。你虾人则是一愣，真不知道除了这个素未谋面的外公之外，你还有没有其他亲属？不劳烦二位了，我虾人可承受不起你们的盛情。从我离开的那一刻，我就已经说清楚了，我们早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以后少在外人面前说我是你们儿子，我先掉价。你读了这么多年的圣贤书，就是这么教你跟爹娘说话的吗？刹那间，一股煞气弥漫。你虾人表情冰冷地看向了夏长生，露出了玩味戏谑的笑容。虾人，你少在这训这个骂那个的，没有人亏欠你，你有今天的这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人贵自知。你就是一个自私自利的小人，只知道一味索取，找别人的毛病，却从来没有想过你自己身上的问题。如果当初你稍微表现得好一点，爹娘会责备你吗？有人敢看不起你吗？这一句，夏长生不再忍了，他终于走了出来，宣泄着这一段时间他所承受的耻辱、痛苦。他要发泄，让世人看一眼你这个虚伪的家伙到底是怎样的一个真实面目。你说我一味的索取，请问我索取什么了？我身上的哪一个物件是你具备王府给的？此话一出，夏长生顿时哑然，在场的所有人更是投来了看好戏的目光。这下有意思，恩怨局打完，现在轮到家庭纠纷了吗？你的身份就是爹娘给你最大的礼物，如果没有这个身份，你觉得仅靠你一个人的能力能走到今天？诸位，你们都听到了，我想请问你们一句，在我没有离开黎阳之前，在场的诸位可有一人知晓我虾人的身份？众人纷纷摇头，露出了可笑的笑容。回想起你虾人的成名历程，好像跟巨北王府确实不搭边。你是靠着那首《滕王阁序》成名的，并且在后来连续几首诗，一度成为了儒道天选。你说这个身份是给他最大的礼物，可是人家还在家的时候，你也没对外公布，没给人家该有的身份待遇啊。是人家自己成名之后，你们才跑回来认的，哭着喊着求人家回家的。众人一时间迷惑了，不知道夏长生是在揭穿你虾人的丑梦，还是在给你树立一个更伟大的形象。你刚才说，如果我表现优秀一点，就不会有人小看我、责备我。如果我现在就把你废了，然后丢到一个无人问津的地方，让你也体会一遍我走过的路，看看你到底能不能表现得比我更好。此话一出，夏长生顿时脸色一变，他不怀疑以虾人可能真的做出这种事情。看着他略显慌张的表情，以虾人顿时灵机一动。小崽子，你不是说我不思进取吗？那我就看看，等你站在和我相同的位置时，你怎么个进取？住手！你们住手！不要再打了！孩子，是娘对不起你，你有什么怨，你冲娘来就好了。你弟弟是无辜的，是娘的错。你打我、骂我，甚至一剑杀了我，娘都没有一句怨言。如果你真的有羞耻心，那就应该自裁，而不是把自己的生死交到我手里，让我背负弑母的罪行。娘没有这么想，我从来没想过让你背负弑母罪名。娘只想解开你心中的怨气，只要你跟我回家，无论你要什么，娘都答应你。一瞬间，周围一双双冷漠的眼神在注视着这一对夫妻。虾人他从来没有亏欠过你们什么，他能走到今天，正是没有得到过你们的半点恩惠。天下也不全都是一些是非不分之人，不要企图用孝道，要裹挟他，逼他低头认错。我们已经意识到错误了，难道我们现在想让孩子跟我们回家，好好补偿他，也有错吗？你以为我没有打听清楚吗？你口中那个他所谓的家，是他连一个属于自己的房间都没有的家吗？我教育自己的儿子，还轮不到你来指手画脚。你以为我真不敢杀你吗？刹那间，杀气冲天，虾人的怒火瞬间席卷整个荒原，所有人都心头一惊，纷纷开始为孔云峰担心起来。毕竟虾人的怒不是一般人能抵挡的。别人怕你虾远，我可不怕，你自己敢做，还怕别人说吗？刹那间，两人剑拔弩张，眼看局势逐渐失控，你虾人也跟着紧张了起来。你可不想因为自己这点破事，让孔云峰深陷泥沼。无形中，你的目光已经锁定了夏长生。虾人，你还想闹到什么时候？你知不知道，为了你那点破事，娘整日以泪洗面，有多痛苦？你不就是因为我有的，你没有所以生气吗？我给你就是了。此话一出，你虾人脸色瞬间沉了下来，杀气暴涨。可随后突然又露出了邪性的笑容。你错了，其实我看上的并不是你有的那些东西，我真正看上的是你的命。既然你都这么说了，那就拿来吧。
谎言不会伤人，真相才是快刀。你所谓的名声、实力、地位，都是因为你有一个好爹被硬生生吹起来的。实际上，你只是一个渺小到尘埃里的蝼蚁，活在自己精心编织的谎言世界，自欺欺人的废物。放肆！不可能，我天下无敌，怎么会输给你个弃子？就你还来参加3000州天才大会？不会等会进了荒古禁区，爹娘还得跟着你进去守着你吧？蛋，我要杀了你！虾长生瞬间被这几句话气得红温，哪里还有半句拒绝的士气？看着他双眼通红，杀气暴雨，虾元当即一巴掌扇了回去。你的自控能力哪去了？你什么时候才能成熟一点？看看你哥哥，你再看看你，我虾元一世英名，怎么会生出你这么一个混账玩意？看着眼前这一幕殉子画面，以虾人露出了讽刺的笑容。这一幕一如几个月前在黎阳时发生的一幕，这个眼神，以虾人一辈子也忘不了，那种恨铁不成钢，满眼都是厌恶、嫌弃的表情，深入骨髓。只不过几个月前这个眼神是看向你虾人，而如今这个被嫌弃的人变成了虾长生。我混账！我现在又样样不如他了，我现在又不成熟了，他不就是因为比我多吃了20年的苦吗？就因为他过得不容易，我就得处处让着他吗？好，我让行了吧，我全都让给他。我走，你们一家子过去吧。今天开始，我也不再是你们的儿子。随着虾长生这一句话落下，虾元彻底怒了，那一刻的怒火已经达到了顶点。9级之上，刹那间阴云滚滚，似有龙吟虎啸之声，狂风起来。重血气来了，给我打！你以为你是谁？他可以选择和我们断绝关系，那是因为他从来没有受过家族的恩惠，没有享受过我们的照顾。你呢？你能有今天？你真以为靠的是你自己吗？你还想摆脱我？好啊，那我们就算上，看看你这些年从家族吸的血，你能不能偿还？此话一出，虾长生顿时脸色铁青，这才意识到他和你虾人最大的不同是什么。那一刻，他的内心是绝望的，看着眼前这个杀气腾腾的父亲，他惭愧地低下了头。娘的好孩子，娘知道你刚才说的都是气话，听话，跟你爹道个歉，这件事就过去了。只要你以后好好听话，你还是爹娘眼中的好孩子。对于这个结局，以虾人不是很满意，心里暗骂这小子一点骨气都没有。见闹剧结束，以虾人缓缓转身，从容离去。看着你虾人离去的背影，虾元和苏婉清眼神里满是不舍，想挽留，可是如今小儿子情绪低迷，正是需要他们开导的时候，只能暂时放一放。元哥，你说我们该怎么办？难道我们就这么放任他再一次从我们的眼前离开吗？这孩子现在还在气头上，想和他说几句话都极其的艰难，这件事还得从长计议才行。随着这一场闹剧的结束，所有人的目光纷纷朝你虾人看了过来，那充满敌意、挑衅的目光，一个个注视着你。虾人，你就笑吧，你已经笑不了多久了，这里就是你的坟墓。这一次，任凭你有再强的手段，也逃不出我的手掌心。一时间，无数天骄投来了炙热的目光，在这风云变幻之际，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人想杀死你。似乎所有的天家都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就等着你往里走。来吧，让这场暴雨来得更猛烈一些吧！在万分紧张的情况下，突然一声天雷震耳，天边一道狭小的虚空裂缝打开了。荒古禁区开启了，拿着你的令牌进去，切记到了里面，所有人都有可能是你的敌人，尽可能的保证自己活下来。如果遇到强劲的对手，也不要死拼，该溜就抓紧往回溜，不要逞强。前辈，就此别过，如果我还能活着回来，一定请你喝好酒，喝上等天仙醉。随着几家人的身影消失在夜幕下的荒原，在场的所有读书人不由得跟着紧张了起来。那是他们天下儒生的希望，也是他们能否真正意义上站起来和诸天大道并肩而战的天选。进去吧，你不是一直想证明自己一个人也可以吗？现在这个机会就摆在你面前，拿出成绩来，让我看到你已经足够独当一面了。自己的身份是靠自己争取来的。爹，孩儿记住了。这一刻，虾长生他要证明，向爹娘、向连峰以及那些所有看不起他的人证明，他绝对不是一个酒囊饭袋。即使没有家人的保护，他一样可以成为顶天立地的男子，风云一时的至尊天骄。这里就是所谓的荒古战场吗？刹那间，神魂大开，方圆数十里的景物一览无余。以虾人一边漫步行走在荒芜的土地上，一边仔细地观察着周围的一举一动。真正的好戏现在才开始。是那家伙的气息，他刚走不久，给我注意！
此话一出，他身后数十名高手瞬间拔地而起，朝着你虾人气息消失的方向追去。这是柳家这一次专门为猎杀你准备的数十名高手，全都是70以上的实力，且年龄都在100岁以下。与此同时，古战场的另一边，古族天骄古阳站在荒芜的土地上，对着身后的10多名高手也说道：“你们记住，这一次你们的主要任务是抓住虾人，死活不论，把他给我带回来，给我弟弟报仇。”少族长，你放心吧，我们办事保稳的，一个小小的虾人罢了，何须用我们这么多人出马？我一个人就够了。这一次我势必要让他虾人为我死去的族人，我弟弟血债血偿。就在众人追杀你虾人之时，偏偏传来一声地动山摇的轰响，所有人内心一惊，连忙跑去查看。只见着那火焰礁石的巨坑下面，一头巨大的蛟龙奄奄一息地躺在坑中。那不是蛟龙一族的至尊天才浮生吗？他怎么会？天哪，是谁这么勇，竟然硬生生把他的脊骨给抽出来了？那可是7境巅峰的至尊天骄啊，哪怕是明月出手，恐怕也没有那么轻松吧？看到这一幕，在场的所有人都懵了，这才刚开始就已经这么炸裂了吗？身为本次3000州天才大会有望夺冠的佼佼者，浮生竟然第一个惨遭夺骨。一时间，一股危机感顿时涌上所有人的心头。到底是谁干的？谁有这个胆量？连蛟龙一族的嫡系子弟都敢下此狠手，他难道不怕蛟龙一族的报复吗？虾人，肯定是他虾人。这手法他太熟悉了，正如当初他被挖骨的手法一般，上面隐藏了一层禁忌法则。最主要的是，他挖骨不是先打死再挖，而是生挖，是在你意识最清醒的时候，硬生生给你包下来。天底下除了你虾人，没有人会这么丧心病狂。给我找，他肯定就在附近，给我找到他，然后杀了他。刹那间，柳清风身边的高手都开始动了起来。与此同时，在人群的另一边，一道身影躲在人群之中，默默地关注着这一切。虾人，这一次你死定了！在这种局面下，我不信你还能活着走出这片苦战场。虾长生默默地消失在人群之中，朝着自己的目的地而去。游戏才刚刚开始，他不会参与进来。他始终坚信一句话：只有活到最后，才是真正的王者。走路只用麒麟步，看人只用重瞳术。你明明是这世间儒道中心的天选之子，却在3000州天才大会遭遇众人追杀，只因你的内胆一不小心挖走了蛟龙一族的至尊天才的圣日。他们却不知你已成为这世间唯一的9幽魔帝的最强魔神，身后更是有成千上万读书人的保护。家人，你的儿子好大的胆子，竟敢挖走我龙骨！我蛟龙一族必定与你不死不休啊！蛟龙一族的至尊天骄竟然被虾人挖走了龙骨，这怎么可能？那可是本届大会最有机会夺冠的热门选手啊！这才刚开始就没了。一时间，全场都沸腾了。这样一个大热门选手，谁也没想到会倒在了第一天。所有的大族纷纷开始担心起来，因为他们的子孙到现在都没有出现，甚至连一点消息都没有。他们不由得开始担心起来。夏元，你最好给我一个交代，不然休怪本座屠尽你夏家满门。此话一出，在场的所有人脸色骤变，虾元更是脸色一沉，杀心一动。交代，你跟我要交代。进了这股战场，生死有命，你骁龙一族的命是命，其他生灵的命就不是命吗？你们要是玩不起，就别参加。既然参加了，我需要给你什么交代？输了就是输了，你若是觉得我夏家好欺负，尽管放马过来，看我不抽了你的龙筋。此话一出，老蛟龙瞬间脸色一沉，怒火中烧。见虾元今天竟然这么冲，蛟龙一族的其他成员也不由得开始劝阻。族长无需和他争执，既然他具备王府不讲情面，那我们也不需要客气了。不就是一个虾人吗？他就算再强，又能强到哪里去？我即可安排300族人前去围剿他，我就不信他还能逃出我们的手掌心。此话一出，老蛟龙内心顿时一喜，如果能抓住虾人，现在时间完全还来得及，只要及时接回龙骨，他儿子的伤势便能恢复过来。立刻安排，我要让那小子死无葬身之地。谁也没想到，刚刚开启的古战场，1天时间还没到，就已经进入了动荡不安的局面当中。越来越多的势力、庞大道统、大族开始陆续入场，准备猎杀你虾人。然而，身在神秘洞府的你对此毫不知情，仍旧沉浸在人皇番的炼制大业之中。大河之剑天上来！一声诡异的笑声回荡在山洞，猩红的血雾之中，一股黑气逐渐蔓延开来。突然，随着一道浩然之气闪烁而过，白色圣光浮现，恍若将是神明一般。这是什么情况？堂堂至尊魔器万魂幡，竟然酷酷冒着圣光！宿主系统出品，必属精品，我平生最痛恨盗版，这就是最正宗的万魂幡，为天下冤魂的最佳归宿，有家的温暖。我是越来越喜欢你的不要脸了，我喜欢这个说法。你吓人笑了，本来你还在思考，这玩意炼制成功之后，以后该怎么隐藏它，现在好像不用隐藏了。以下人经过数次失败之后，终于将人皇幡的初始版本炼制出来。唯一美中不足的是，龙骨的档次太低，导致宝器的等级只达到了极品宝器级别。想要达到满级，除非能一不小心捡到一块真龙宝骨，或者再抓几百只低等孽龙来提炼一下，还能再次提升。
必须多抓几只孽龙才行，一定得把这玩意提炼满级。这种神器，将来就是我称霸域外9天的最大仰仗。正当你还在思考接下来该如何抓龙的时候，突然天边传来一声怒吼，只见这几头大凶闯入了这里。那一刻，整个荒原都躁动了起来。当即，你身形一闪，直接出现在山洞之外。那是虾人，是虾人！此话一出，如同一声惊雷，在人群炸开了一般，所有人纷纷左右看去。萧夜更是露出了诧异的目光，只见着那片高原之上，悠闲地坐着一道血红色的身影。既然发现了，那就准备开席吧。风里雨里，我在人黄帆里等你，这里能给你带来家的温暖，感受圣光的洗礼吧。在看见你吓人的那一刻，萧夜一改先前的漫不经心，终于认真了起来。这是他的猎物，从进入古战场开始就被他盯上的猎物。虾人，你不会真以为自己写了几首诗，打败了一个沽名钓誉的家伙，就真觉得自己是个人物了吧？萧夜语气冰冷地说道：“虾长生算什么东西？在他眼里，只不过是一个蝼蚁罢了。若不是看在他爹具北王的面子上，这种货色甚至都不配与他同台较量。”虾人没有直接回应他的话，而是默默地往前走了一步。那一刻，全场所有的目光都聚集了过来。你又是什么东西？一个不知廉耻、自命不凡的废物，也敢在我的面前摇唇鼓舌、吟吟狂吠！藐视的眼神居高俯瞰而下，以虾人无情的回应，瞬间激怒了血公子那一颗自尊心。王旺，今天我倒是要看看你有什么本事，敢说这种话。刹那间，萧夜长枪挥舞着，一杆火焰枪瞬间杀来。见他出手，所有人都是心头一紧。给我碎！我说过，你在我这里连给我提鞋的资格都没有，何必出洋相？你没有一点牌面，滚下去吧！虾人，我要杀了你！至尊宝术，鬼报复，给我报！刹那间，只见着他手中出现了几张金色的符纸，金色的光芒闪烁，四面八方的古文力量瞬间压缩而来。太强了！这世间恐怕除了那听朝剑阁之外，世间再无剑诀能比得上他的这一剑了吧？这家伙比我想象的还要恐怖。这一刻，以虾人站在高山之巅，只轻轻一摇旗，刹那间，一股恐怖的力量瞬间从人黄帆之中散发了出来。那种来自灵魂的降维打击，瞬间让在场的所有人身躯一颤，惊恐万分。这股恐怖的气势，怕是早已经达到了恐怖的8境。不可思议，短短的几个月时间，竟然达到了别人100年甚至1000年都无法达到的恐怖境地。我不信，明明几个月前他连我都打不过，怎么一转眼的功夫，他已经成为我可望不可及的存在了？王莹莹等人此刻已经彻底傻眼了，人生的反转往往就是这么的戏剧化。你们还记得他的那些诗吗？那便是他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达到如此境界的根本，天下才气集聚于一身，他就是这个时代最惊艳的那一个。听完林思雨的解释，所有人都惊了。这一刻，他们才明白读书人心中的道有多恐怖，只需一招便可青云直上。所有想杀死我的人都一起上吧！纵使1000万人，我虾人何惧之有？你是诗词大会最为强大的逆天弑神者，你是被誉为曹植人间体的传奇诗人，你是首位7部内做出滕王阁序并引发天地异象的真正天才，你更是10数年来唯一一位击败传奇12冠王的顶级妖力，天生无道圣体虾人。煌煌天威已至，你们做好了迎接死亡的准备了吗？只见这一把血矛从他身体里剥离出来，强大的血气瞬间爆发，西境巅峰的力量这一刻彻底爆发了出来。就你了，王族血统，好，你完全有资格进入我的人黄帆。只见这焚天烈火瞬间绽放，一壶天仙最猛的怪物，那一刻，以虾人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巅峰状态。一瞬间，天雷滚滚，焚天的烈火在持续爆发，承受着百万年重力碾压的血公子此刻脸色惨白，头一次感受到压力如泰山压顶一般。不可能，我是绝对不可能会败的。虾人，受死吧！仙矛划破长空而来，破碎了虚空，恐怖的力量骤然爆发，犹如一道闪电划破天空。大河之剑天上来！充气技来了，给我打！在进来之前，他们都把你虾人当成了猎物，却没想到自己根本不是你的对手。胜负瞬间倾斜，一把利刃瞬间划过他的咽喉。绝望的哀嚎传来，血公子的神魂刚想挣脱身体逃出去，没想到直接被你给收入了人黄帆之中。魔鬼，简直就是一个魔鬼！那可都是王族后代呀，他们身后的恐怖势力根本不是我们这些寻常人能得罪得起的。虾人，他竟然敢直接杀了，而且还杀了一群。随着血
雪无涯等人被你虾人斩下头颅，天空瞬间一阵阴沉，雷声滚滚，所有人猛然抬头看去，只见着一只血手自虚空猛然伸来，沧桑且空灵的声音传来，血雾之中恍若有一尊神明降世。树子，你找死！只见着那一双血手尚未杀到之前，一股恐怖的秩序之力直接将他击退了回去。你虾人笑了，这处古战场简直就是为你量身定做的屠宰场，场外的所有至强者都无法进入这里。老匹夫，我虾人天下无敌，你能奈我何？就在这时，只听着一声怒吼传来，刹那间1天外，柳青风闪亮登场，在他左右，则是他柳家花费巨资寻找的高手，无疑全都是7境以上的强者。虾人，拿命来！我就站在这里，看看你们谁有这个本事能取走我的性命！我要大闹一场，让这世界颤抖起来吧！正如当初那位老前辈所说的那样，你所走的这一条路，注定荆棘丛生，树敌无数。光是在场的这些仇家，就已经有数千之多。你虾人也不介意再多一些，最好举世皆敌。我就是你们最大的梦魇。一口鲜血吐出，柳青风不敢置信地看着眼前这个虾人，眼睁睁地看着他将自己的神骨又一次剥离了出来。该死的虾人，我与你势不两立！怒火在这一刻彻底爆发了出来，柳青风心有不甘，只能放下一句狠话。刹那间，他胸口处一块骨牌爆炸，惊天的爆炸声瞬间将整个大地覆盖。随着烟尘退散，他本来所站着的那一块土地早已没有了他的身影。家园，我柳无须在此立誓，柳家世代与你虾家势不两立，不死不休。这一刻，柳家彻底反水，不再是巨北王的支持者，柳无须更是立下了誓言，与虾家世代结仇。这个消息一出，全场都沸腾。发生了什么？怎么好端端的突然就决裂了？两大家族的事情，就算有点小摩擦，也犯不上闹到这种地步吧？虾人，我蛟龙一族与你虾家不死不休，还我儿子命来！又是晴天一声巨雷，全场沸腾。短短的几分钟时间，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元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还能是怎么回事？这个逆子已经彻底疯了，做事不顾后果，到处得罪人。现在人家找上门来要说法了呗。突然有人惊呼一声，只见着在排行榜上，一个名字以一种极快的速度迅速登顶，直接一跃出现在榜首的位置上。当看清那一个名字的那一刻，孔云峰都不由得咽了咽口水。我的个亲娘哎，我的小祖宗，你这是闹哪样啊？随着你的排名越来越高，也就证明死在手中的生灵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可怕的数字。孔云峰现在都有些慌了，这么多仇家，他心里没底，出来后到底能不能保住你虾人？完了完了，这下要出大事了！突然，天地传来一声震耳欲聋的声响，众人抬头看去，只见着一片血幕笼罩诸天。血族，他们想干什么？元哥，他们都是来找虾儿的吗？这逆子到底想干什么？还是说这就是他对我们的报复？非要搭上我巨北王府，虾家上下数十万条性命，他才肯善罢甘休。随着血族出现之后，海神一族、血族、许多远古神族纷纷现身，他们横跨一个大洲而来。虽然他们的真身无法抵达这里，但光是分身，压迫感就已经拉满了。虾人，你纵容我儿子，滥杀无辜，杀我子嗣。今日如若不给我一个交代，老夫便让你巨北王府永世不得安宁。交代？你们要什么交代？交出虾人！不可能，想让我交出儿子，你们死了这条心。既然你们不肯交人，那就做好迎接我血族怒火的准备吧。一时间，万族施压，即使是巨北王府也无法抵挡，哪怕再加上虾家也无济于事。虾园真正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倘若我儿真犯下弥天大祸，我虾园会给你们一个交代。可如若他没有，你们所有人都要为你们今天所说的话付出代价。站在亲情和大义面前，虾园选择了大义，哪怕需要牺牲自己儿子的性命。诛杀魔头虾人！放肆！进了这股战场，生死有命，你们的儿子、孙子死了，那是他们没本事。你们想要什么交代？不就打吗？我天下读书人何止千万，想打我们随时奉陪。此话一出，犹如干柴遇猎物，瞬间所有人的情绪都被点燃。虾园也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吓了一跳，只见着孔云峰脸色铁青地站了出来。我们不是被吓大的，想用天下人性命来威胁我们。我告诉你们，痴人说梦话都只是已经发生一次了，这一次我们绝不退让。众人冷眼看着眼前的一幕，仿佛花都的惨案历历在目。那一刻，孔云峰的双眼瞬间通红了。他已经做过一次错误的选择，而那一次险些让你虾人丧命，至此他愧疚了很久。这一次他绝对不可能再妥协。你们当真敢与我们开战？你可知道，一旦开战，你们面对的可不只是我们，还有你们帝王州的各大族。那又何妨？既然这天道不公，那孔某便用着一双拳头打出一个公道来。在所有读书人的心中，你虾人从始至终都没有做过一件对不起天下苍生的事情。你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在濒临绝望、被逼到走投无路之下做出的选择。你只是想活命，你有什么所谓？
如果这天地连这么一个正直善良的可怜孩子都容不下，那他也没有存在的必要。曾经连鸡都不敢杀的文弱书生，却在亿万苦战中把莫上世家所有的天骄全都屠戮殆尽，一直打压你的父母得知后，竟被他们世家联合起来威胁，等等战场结束后要把你就地正法。他们却不知，你那年迈90的外公，竟是成仙的圣人，在你身后更是有成千上万读书人的保护。孔玉峰，你们这群读书人疯了吗？为了一个家人，你们这群读书人难道想搭上北海数千万乃至整个帝王州所有人的性命吗？刹那间，山呼海啸一般的逼迫声传来，孔云峰真正见识到了什么叫山倒众人推。这一刻，没有人选择站在他这一边，全是向他施压，让他交出你虾人的。如果这天地连这么一个正直善良的可怜孩子都容不下，那他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这群读书人是疯了吗？连人家的亲生父亲都准备妥协交人了，这些儒道读书人还跟着掺和干什么？当真敢与我们开战，你可知道，一旦开战，你们面对的可不只是我们，还有你们帝王州的各大族。那又何妨？既然这天道不公，那孔某便用这一双拳头打出一个公道来。不就打吗？我天下读书人何止千千万，想打我们随时奉陪。天雷滚滚，乌云席卷而来。这一刻，数十万读书人纷纷响应。全死了！短短半个时辰，数万生灵，其中不乏一些王族血统，太古一众，居然全都被虾人一个人给杀了。这一战可以说是险些杀得蛟龙一族断层，年轻一代全部战死，这是多么辉煌的战绩！这就是魔神之躯的极致癫狂状态吗？一声狂笑，不等下面那些人的反应，你虾人直接带着你的战利品消失在人山人海之中，直到你的身影彻底离开，在场的众人才松了一口气。吓死我了！还好他还没有到丧心病狂的程度，否则他要是发难，老子估计也得交代在这里。你对了吧你没发现他杀的都是那些尊贵的血统后代吗？你这样的货色，连让他提剑的资格都没有。平生第一次觉得，原来平庸也是一种幸福。还好我走不掉，不然要是带上了滴血后代的标签，我今天可就要交代在这里了。一时间，现场炸开了锅，所有亲眼目睹这一场大战的生灵，全都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随着这一场大战的落幕，以虾人魔神之名，彻底响彻整个大荒，令无数人闻风丧胆。而此时的你，已经出现在一座不知名的洞府之中。恭喜宿主达成里程成就，小试牛刀，奖励至尊称号屠龙者。屠龙者称号效果对一切真龙血脉的生灵具有灵魂碾压效果，攻击时可100%无视其防御力。正好我的人黄帆需要很多的龙骨提炼，你们不来还好，来了都进我的人黄帆里面团聚吧。来你空中闪跃，在山洞之中，以虾人直接布置下天杀地煞阵法，为确保万无一失，这1个月你决定就在这里面度过。这次小阁主闯的祸可不小啊，外面估计已经闹翻天了，真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无妨，小阁主身上有神树桑叶，有姜氏一族担保，他们还掀不起什么浪花。再说了，老阁主还活着呢，他们想动小阁主，痴人说梦。我总有预感，将有大事发生，马上回禀堂主这里面的情况。随着花莲一句话落下，数道身影急匆匆的离去，以最快的速度离开古战场，将消息传给场外监视着这里的灵异。3000州，好一个3000州！看来当年那一剑还不够让他们清醒，这么久也该是时候出去走走了。义父还没到这个地步吧？那姜氏桑叶还没用上呢。会用上，不过老夫有预感，此一去，要么成仙得道，要么命丧黄泉。我已大劫将至，这最后一劫，便用来给我的可怜的外孙换一线生机吧。笑声从天外传来，苏朝风的身影消失在云木天府，望着他消失的背影，林毅内心一股不甘之意涌上心头。虾然，你就是个懦夫！谁若是敢让我义父伤到一根手指头，纵使千年万年，我林毅也要将你碎尸万段！林毅紧追着苏朝风的身影离开了云木天府。与此同时，一处荒芜死寂的土地之上，一道洁白的身影缓缓落在了枯死的树木之上。感受到胸口的玉牌传来的微弱动静，明月微微皱眉。宝贝闺女，特大消息，那个叫虾人的小伙子又惹祸了，你可得离他远点。这小子现在六亲不认，危险得很。那家伙一战之间斩杀了数万天骄，蛟龙一族险些都被他杀断层了。现在外面已经闹翻天了，你要是遇到了他，可千万离他远点，知道了吗？听爹爹的话，不要招惹那个魔头，算爹求你了。家人，没想到你能在这古战场犯下这么狠的罪行，你可真是个惹祸高手啊！不过这种好事怎么能少得了我明月呢？只见着明月的身影飞速穿梭，不到片刻，便已经到达一处矿脉之下。他在漫无目的的寻找你虾人的踪迹。虾长生，这是血祭阵法。虾长生一直躲在这里偷偷的修炼，短短几天，他的修为就已经达到了7进8品。我一直以为你小子是一个挺正直的青年，像你哥哥一样正直善良，没想到你竟然是这种人。
当明月意识到虾长生的疯狂做法的那一刻，一个不好的念头顿时涌上心头，随即将自己从死泽之地抓来的一只古魔虫拿在手中，一个没拿稳，古魔虫突然掉进了血池之中。随着那古魔虫掉入血池，刹那间一股血气瞬间释放，恐怖的戾气骤然席卷整个血池。这是什么情况啊？怎么会这样？看着眼前这一个血雾腾腾的血池，虾长生整个人都懵了。修炼的好好的，血祭大阵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难道是我哪个环节记错了？随着一股恐怖的戾气涌入体内，那一刻，虾长生感觉整个人都变得癫狂了起来，好似走火入魔了一般。一定是这阵法出了差错，导致我心魔业障难消，走火入魔了。不行，我不能就这么倒下，绝对不能！惨烈的嘶吼声在峡谷之中持续回荡，虾长生在极力压制着心中的戾气，无尽的杀戮欲望在他的内心延续，逐渐失控。好惊人的戾气，这股气息莫不是虾人？天底下除了他，好像也没有谁能拥有如此恐怖的力气了吧？过去看看，如果真的是他，直接将其拿下。这个魔头必须趁其伤势尚未恢复，直接铲除。一时间，方圆数百里的人都感觉到了那一股戾气，纷纷朝着那一片峡谷飞去。虾人，我要杀了你！你这个该死的家伙！是你抢走了所有本该属于我的东西，抢走了爹娘的疼爱，抢走了我最心爱的女人！我要杀了你不可！疯狂的宣泄之中，一把利剑凶猛地绽放着无尽的光芒，地动山摇，那峡谷竟硬生生被他砍成了废墟。在所有人的注视下，突然，那崩塌的峡谷之中，一道身影突然杀了出来。当所有人看清那人的模样之后，顿时怔了一下。你是谁？虾人呢？虾人，又是这该死的虾人！为什么总是他？难道我连被人提起的资格都没有吗？难道我生来就不如他吗？心中的戾气再一次暴涨，虾长生内心逐渐变得狂躁恐惧。这里没有你要找的虾人，站在你面前的乃是不老山圣子，据北王府吉廷朝剑阁唯一传人虾长生。抱歉，这里没有你们要找的儿子。现在站在你们面前的人，是来自九幽魔地的最强魔神，是世界的终结者。我说过了，这里没有你要找的虾人，站在你面前的乃是不老山圣子，据北王府吉廷朝剑阁唯一传人虾长生。跪下！同样是据北王的儿子，凭什么世人只关心你虾人的死，却从来没有人看过他一眼？心中的戾气再一次暴涨，虾长生内心逐渐变得狂躁扭曲。虾长生，那是谁？什么时候又冒出来一个据北王世子？我怎么没听说过？虾长生我认识啊，据北王府那个不成器的小儿子，虾人是他哥还是亲哥？此话一出，华云飞顿时来了兴趣。他刚刚进入古战场，在今天与虾人一战斩杀了数万天骄之后，一直想找到你虾人，想见识一下你到底有什么本事。你就是虾人的弟弟，不许在我面前提起那个人的名字。我即便是提了，你又能怎样？那我便杀了你！虾长生怒了，刹那间，猛烈的煞气瞬间染红了天空。看到这一幕，明月等人顿时一怔。气尽巅峰，这家伙在极度疯狂的情况下，竟然意外激发了血脉的觉醒，将其实力提升到了七境的巅峰。传闻中，那虾家血脉本就存在一丝魔神血脉，往往在战斗之中，越愤怒越能激发你身体里的潜能。此刻的虾长生就是这种状态。只见着他剑势如同山呼海啸一般，凶猛地朝华云飞发起攻势。那一刻，连风都看呆了。小看我的人都得死！你不行，让你哥哥来，我在这里等他。我绝不可能倒下！你们所有人都觉得我不如虾人，那我就证明给你们看，我才是真正的天选。去你丫的！无理傲慢的家伙，今天我便让你为你的傲慢付出惨痛的代价。你去让他清醒清醒，这种货色杀了有损我的威名，留着吧，免得到时候虾园找上门来，怪麻烦的。大哥，你就看好吧，收拾这种货色，何须用你出手？住口！我要杀了你们！彻底癫狂的虾长生，一股强大的血雾骤然散开，恐怖的宝树古纹撕裂着虚空，万千剑气骤然散发出来，所有人顿时一惊，纷纷后退。这股戾气还行，不过跟我之前见到的那一位差远了。几天前那一场屠杀盛宴，直到现在我还惊魂未定。平生从未见过如此血腥残暴的一幕，跟他哥哥比起来，这小子确实不行。难怪华云飞这么看不上他，跟真正的天才比起来，他空有其表，修为是没落下，但战斗力一言难尽啊！
你比忽必烈还多一脸。小子，就这实力也想挑战我大哥，你连我都打不过。为什么我这么努力，还是无法为世人所认可，还是无法成为最惊艳的那一批人？心中的哀嚎、怒吼，对上苍的质问，此刻已经彻底让夏长生失去了理智。他想不通，他付出了这么多，这么努力，还是无法得到所有人的认可。而有的人仿佛天生就是主角，他们甚至都不需要做什么，稍微的一点举动就能引起所有人的关注。看来你还不是很服气啊，那我今天就打到你彻底服。只见着他突然出手，直接将夏长生抓起来丢向天空，猛然一脚将其踹出数百米远。那惨绝人寰的毒打，是夏长生人生从未受过的耻辱。适可而止吧，你们若想玩，我可以陪你们过几招。你是何人？怎么以前从未见过？帝王州连峰。连峰有点意思，我好像听说那家人有个未婚妻，好像就叫连峰吧？不会就是你吧？此话一出，现场的气氛顿时紧张了起来。很显然，在连峰现身的那一刻，这位高高在上的华光圣子终于来了一点兴趣，一股压迫感瞬间袭来。若是抓了你，应该能把那个藏头露尾的家伙引出来吧？倘若他还是一个男人的话，总不能连自己的女人都不管吧？要打要杀，尽管放马过来吧，我奉陪到底便是了。御剑横扫，连峰一身洁白的长裙在风中缭乱，他的眼神坚定，不畏恐惧。真是废物啊！竟然废到需要一个女人保护，这就是所谓的具备王世子吗？你简直丢尽了你们夏家的脸面。他不是废物，他只是太焦虑、太着急了，所以他才会败。他今年才18岁，心智还不够成熟。你们也没什么可骄傲的，在同样的年纪，你们甚至还不如他。大哥，跟他废什么话？直接绑了他！看着这紧张的局势，连峰不动如山，始终握着那一把琉璃玉剑。刹那间，只见华云飞一步踏出，杆长矛骤然出现在手。赤锋矛，不朽盾，斩尽先王，灭九天。恐怖的气拳骤然爆发，几乎没有还手之力，连峰直接被击飞了出去，洁白的衣裙直接被染红了一片。这根本不是什么势均力敌的对决，而是单方面的碾压。夏长生，你这个窝囊废，你还要窝囊到什么时候？华云飞，我杀了你！一拳砸向虚空，那一刻，夏长生仿佛完成了蜕变，全身的力气彻底爆发了出来。懦夫永远是懦夫，你始终无法成为一个人人敬畏的强者，因为你心里压根就没有信念，永远是3分钟的狂热。信念这东西不是靠一时的怒火能激出来的，你注定是一个失败者。扶住！你是什么人？想在我面前救人？清朝剑阁花莲。华光圣子，我家主子有句话让我带给你，让你洗干净脖子等着，不日他会亲临华光圣地。花莲丝毫没有拖泥带水，直接将夏长生带走了。随着他那一句话落下，现场瞬间掀起一场巨浪。清朝剑阁那位老剑仙还活着，这怎么可能？不是都说他大限将至，已经死了吗？一时间，所有人都惊了。要知道，几百年前苏朝峰的那一剑，可是横扫了14州的至强者，直到现在都还是一个传奇。大哥，情况不妙啊！故弄玄虚罢了。我爷爷亲自算过，那苏朝峰天命枯竭，死期已至，他绝无可能度过死劫。你们无需慌张，此间之事优势在我，属于听朝剑阁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接下来将是由我华光大圣子统治的时代。世间凡颂我真名者，永生不灭。与此同时，北海边荒的上空，3000州各大势力齐聚，俨然有一场大战爆发的意思。然而，谁也不敢轻易开头炮，一直在互相拉扯。面对如此艰难的局面，孔云峰丝毫没有退却，依旧站在最前端。一群土鸡娃犬，也敢在我等神族面前摇唇鼓舌、行鹰狂吠！我告诉你们，虾人我杀定了，谁也保不住。你们最好祈祷他千万别活着从里面走出来。就凭你们，当年你们不行，现在你们还是不行。想要虾人的性命，我们第一个不答应。如果有这么多读书人相保的话，那逆子或许还有一条活路。只是我若是为了自己私心袒护他虾人，一旦战乱爆发，我将成为最大的罪人。虾元他在纠结，在犹豫，是选择大义还是选择儿子？就在这时，几道身影匆匆从禁区之中飞出，直接落在了虾元的身旁。王爷，不好了，二少爷他不知因为什么缘故，修炼出来一点小问题，导致魔障新生，遭到了各大族的针对。不可能，长生他一直都是最优秀的，心理无比健康，怎么会生出魔障？你一定是在胡说，对不对？王妃，属下没有胡说，这件事确实发生了。最后还是听朝剑阁的紧密暗卫救走了二少爷，我们没来得及出手。随着夏美美这一句话落下，那一刻，苏婉清感觉自己的人生彻底崩塌了一般。家园，我不管，长生就算入魔了，也是我的好儿子，哪怕举世皆敌，我也要保护他。
生老病死3000集，唯有相思不可医。你明明是万族之首的弃子，却在3000州天才大会福尽这满山天骄。曾经嫌弃你的父母得知后，竟想用来这里观赏3000州天才大会的借口把你杀死。还好你身后有一群读书人的保护，一时间谁也不敢先动手。殊不知古战场内的你，竟借助魔神血脉成就魔神。家人，你果然躲在这里，害得我一阵好找。你怎么知道我在这？我一路过这里，就闻到了你身上的那一股死人味，天上更是徘徊着一股阴霾，始终挥之不去。这天底下能拥有如此沉重煞气的人，除了我们帅气迷人的虾公子，还能有谁？你找我做什么？莫不是想我想的睡不着了？其实你有这样的想法也很正常，毕竟像我这么优秀的男人，你太放肆了！我一直很好奇，你这酒到底是怎么炼的？为何让人有种非常上瘾的感觉？明明我不喜欢喝酒的，上次喝过一口之后，就对这个味道一直忘不了。你虾人咧嘴一笑，这炼酒的配方只有你自己知道，这可不能说，要是说了，指不定明月会提着剑追杀他几百万。毕竟不是谁都能接受喝人血，更何况他这样的绝代佳人。瞧你那小气样！好恐怖的力量，比上一次喝的力道强了不知几百倍，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随着一杯酒下肚，明月那白皙的脸蛋瞬间红了起来。乍一看，一个娇滴滴的大美人立马呈现在虾人眼中，看着让人想犯罪。怎么样，我这酒可还入得了你的法眼？等我一会，我先破个境界，等我忙完，我再跟你说细节。对了，给你看个好东西。什么意思？是想让我照照镜子吗？你往镜子里注入一丝灵力，会有意外惊喜哦。伴随着灵力的注入，镜子中缓缓出现虾人的弟弟虾长生利用数万战死的圣灵血肉修炼，修为突飞猛进的画面，却突然被明月的蛊魔虫害得走火入魔，被众人讨伐。千钧一发之际，被听朝剑阁救走。虾园啊虾园，现在你爽翻天了，同时拥有2个魔头儿子，直接超级加倍。我现在很想看看你的大英雄、大豪杰形象还能维持多久。正当你虾人还沉浸在自己的美梦之中时，耳边传来一声轰响，抬头看去，只见这明月身上盛放着一缕神圣光芒。没想到你会是第一个突破8境的，你真是个妖孽。相比于你，我感觉我还算正常吧。你从1境到7境巅峰用了多久？半年。你听听，这特么是人？那能一样吗？我特么是开挂。你现在打算怎么做？外面可是有很多双眼盯着你呢，一旦你现身，慌什么？大丈夫生居天地之间，畏首畏尾，岂能成事？纵使千万敌，我虾人也无惧任何挑战，让他们尽管放马过来吧。要不我借你一件宝贝，可以让你满天过海离开禁区的宝贝。此话一出，你虾人顿时来了兴趣，只看着那寂静的山洞之中，2个人开始大声密谋着什么。我以为我的心已经够黑了，没想到你比我还黑。我可什么都没干，我只是给你一个小小的建议罢了。至于你干不干，跟我没关系。为什么不干？这多好玩啊！想想都觉得刺激。小崽子啊，小崽子，别着急，哥哥马上来找你了。这一次肯定让你爽得不能呼吸。与此同时，一处山谷之中，只见着天地朦胧，突然一道天梯自9天之上落下，光芒普照，瞬间引来无数人的注视，所有人都露出了向往的表情。天梯，终于等到你现身了。随着短暂的画面出现，所有大族、各大圣地同时投去了目光，开始紧张地看着里面的一幕幕，在寻找着本族子弟。你们知道明月去哪了吗？不仅是他，还有很多成名多年的天才都没有出现，比如那天之圣子贺无双，还有虾人也没有出现。你们忘了，那聚北王府还有一个天才呢，虾长生，他也没有出现呀。一时间，现场议论纷纷，而虾园和苏婉清更是面露担忧。到底怎么回事？为何我儿还没有现身？难道说他遇到了什么麻烦？王爷，你先别担心，我马上让人进去打探情况。想必少爷肯定吉人自有天相，不会有事的。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忽然一股光芒自天边传来，只见着一道绝代风华的身影缓缓落在了梧桐树下。明月，他竟然破8境了！这怎么可能？他今年才多大呀？如此年纪便拥有了8境实力，若是再给他几年，岂不是成仙得道了？明月仙子，好久不见。你就是当年在仙谷试炼之地被一头地狱犬蛰得抱头鼠窜的华光圣子吧？你什么意思？本公子与你无冤无仇，犯不着一见面就如此羞辱我吧？羞辱？你错了，你还不配让我羞辱。要羞辱你的人也不是我，而是另有其人。天上天下，谁敢羞辱我华光圣子？只见着明月似笑非笑，突然轻轻侧身，一道血红的光芒浮现，紧接着天空出现了一轮血色的月亮，乌鸦嘶哑的声音传来。血色的光幕之后，一道身影缓缓落在了悬崖之上。虾人，他就是虾人，就是那个一战斩杀数万生灵的虾人。以前只是听说这家伙一身煞气惊人，今日一见，这妥妥的一尊魔神了。想起弟弟古月
约的惨状，以及家族惨遭大火，险些灭族，古阳心中的恨意已经达到了巅峰。除此之外，人群之中还有不少昔日的仇家，也都在虎视眈眈地看着你虾人。听说你在找我。听说你在找我。虾人，你终于敢现身了。我还以为你不敢来了。早先听闻你的手段很凶残，只可惜一直没有机会见到。不过你的弟弟我倒是见识过了，他让我很失望。就是不知道你这位所谓的巨北王世子有没有资格成为我的对手。看你修行不易，还算有点天赋，我不忍心杀你，你快退去！我今天倒是要看看你的实力和你的嘴哪个最硬。华云飞怒了，刹那间，一把赤锋矛赫然被他凝聚于胸前。那一刻，铺天盖地的气势碾压了。蝼蚁终究是蝼蚁，也想企图撼青天，不自量。仙骨青帝之法，青莲宝术，给我诛魔！突然，一股恐怖的力量扩散开来，云海翻腾之际，只见这一株青莲极致绽放，那万千秩序法则骤然席卷，那一刻，举世震动。虾人，今日我倒是想看看你这一身魔力能发挥出几成。所有人都在看着你虾人，面对华云飞的青莲宝术，你该如何应对？只见着你虾人一身的魔力逐渐被消除，突然，一股水墨天地从天外起，犹如狂风过境一般，瞬间洗礼整个天空。水墨天地，那是儒道至圣真法，他怎么还能施展儒道真法？他不是已经入魔了吗？这怎么可能？一个人体内竟然同时存在浩然正气和魔道真气！我就知道他没有放弃儒道，他还是我们所熟悉的那个虾人，他依旧是我儒道的天选。随着浩然正气出现的那一刻，场外所有的读书人都沸腾，陷入了无比激动的狂欢之中。你青帝之法又如何？在我儒道真气面前，世间任何法则都是纸老虎。我们有足够的勇气去面对一切敌人。浩然正气现出现，那一刻，至圣之躯散发出的璀璨光芒，照耀了在场的所有读书人，所有人都跟着热血沸腾起来。只见你虾人稳稳地拿着天邪剑，缓缓升天而起。今日我便斩了你这一身技法，一剑诛仙。只见你虾人缓缓闭上了双眼，那一刻，周天的剑意猛然扩散开，整个天地都沉浸在那水墨之中。只见一道剑气迎着9天之上的青莲电斩过去，那一刻，恍若天地都被分割开了一般，万千时间之口，在天上留下了一个巨大的天堑鸿沟。这是什么逆天剑诀？那剑气之中竟然还蕴含着天地间最恐怖的秩序法则——时间。这一刻，举世皆惊，谁也不敢相信，一度被视为神话一般的青帝之法，竟然被一剑就斩了。虾人，这一刻，华云飞的道心彻底破碎，从神坛跌入了谷底，他的不败神话彻底被打破，自己此前的所有大话更是沦为了笑话。华云飞，你终究会死在我的手里，我会让你体会永世的痛苦，这就是得罪我的代价。我才是那个笑到最后的王者，你们所有人都得死！只见着那华云飞被虾长生一手抓住，在所有人不敢置信的目光之中，他竟然张开了血盆大口，直接将他吃了下去。没想到，一向被虾人当成骄傲的虾长生，竟然是那个最癫狂的人。这一刻，所有大族都露出了幸灾乐祸的笑容，谁也没想到事情反转得如此之快。此刻的虾园脸色已经彻底铁青了下来，杀气暴涨。那些曾经瞧不起我、想要置我于死地的人，准备好迎接来自地狱的怒火吧！随着虾长生一道禁忌法则打出，刹那间，整个峡谷都笼罩上一层阴霾，诡异的气息彻底爆发，八境之力铺天盖地碾压而起。那一刻，所有人都有种窒息的感觉。不好，这家伙想用在场所有人的命助他一步登天。你来还是我来？当然是我来，那可是我最亲爱的弟弟，即使他如今误入邪道，作为哥哥也不能放弃他啊！我可是还有好多掏心掏肺的话要对他说呢。在所有人的注视下，你虾人缓缓走出，无数人的心弦都紧张到了嗓子眼。9天之上，一张面目狰狞的脸从天上俯瞰而下，光是看着这个场面就让人窒息。虾人，今天就让世人看看，你就算再努力一辈子，也不是我的对手。所有的一切都是我的，你没有资格跟我抢。就凭你执笔绘天地，儒道至圣领域，立于9天之下。刹那间，至圣之躯全力爆发，与天上的诡异浊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一刻的虾人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我曾经不止一次跟你说过，你从来都不配成为我的对手，曾经是，将来也不会改变。我给你时间追赶，直至你遥不可及。太可怕了！一门双绝，这就是巨北王府的实力吗？
这才是真正的巅峰对决。这一场盛会最激烈的一场战斗，来自于血脉相连的两兄弟。那一刻，无论是虾伦、朱婉清，还是一众天骄，全都露出了震撼的目光。走路只用麒麟步，看人只用重衡术。这个少年有多狠？为了杀死他亲哥哥，竟然直接修炼魔道，转眼修为就来到了8级巅峰。虾仁，为什么你要如此优秀？为什么你会成为儒道的天选圣子？你明明才是巨北王府的废物，我才是巨北王府吉听朝见德唯一传人，你为什么要跟我抢？中赤血气红了眼，虾长生此刻的怒火滔天，恍若一尊邪神。他已经不再是一个正常人了。在所有人的注视下，以虾仁缓缓走出，无数人的心弦都紧张到了死。傻小子，你可千万别犯傻啊！那小子已经疯了，你就算不管他，他也会内耗而死，何必去搭理他？这10几年来的恩恩怨怨，就在此时做个了结吧。当初他怎么羞辱我的，今日我要他100倍奉还。过去无法改变，就算用尽一生，我也要重振我内心的那道光芒。立于9天之下，以虾仁大手一挥，刹那间，一股天地之阳之气骤然爆发出来，与天上的诡异浊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至圣之躯全力爆发，恐怖的霸道真气直接压了过去。虾仁、朱婉清，你们如果不一直打压他虾仁，或许他兄弟俩又会是另一番场景。没有我们的打压，他虾仁能有如此优秀吗？他能成为儒道的天选圣子吗？他应该感谢我们。见到恐怖大师发话，苏婉清猛然惊醒，连滚带爬直接冲了过去。大师，可有办法救我儿子？令郎道心破损，业障缠身，想要令其迷途知返，唯有遁入空门，放下执念，方能洗掉全身的业果。此话一出，虾元如遭雷击，遁入空门，那岂不是说他虾元要绝后？眼神中闪烁着不甘、绝望、悲愤。为什么老天爷为什么要这样对我？我虾元自认为无愧天地，你却让我绝子绝孙。气血上头，虾元直接一口鲜血吐了出来，丧子之痛瞬间击垮了他，黄道真气险些失控。虾仁，不要让你陷入血神的事情，生不如死。冲天的血气笼罩而来，9天苍穹之巅，一尊邪神吐痰大开。这一刻，光谱阴晴上下，似乎被笼罩上了一层雾霾，狂风四舞，电闪电闪。我让你下去了吗？给老子办！这才有点意思嘛！我愚蠢的弟弟，准备好迎接来自哥哥的疼爱吧！一口天仙醉下肚，全身的血液瞬间燃起。那一刻，以虾仁彻底进入了癫狂状态，嗜血魔神启动，以虾仁如同炮弹发射一般直接冲了上去。焚天的烈火瞬间将整个天空覆盖，两股正邪之力交集在一起，这一刻全场都沸腾了。为什么这关键时刻看不到了？到底谁会赢？两子相争，不管谁赢，必定是一死一伤的局面，这下有好戏看哦！只听着天空之上轰隆隆的声音作响，天地一阵动荡。这一场战斗直接打了1天1夜，没有人看得见里面发生了什么。充血剂来了，给我砸！不可能，我所修之禁法乃仙古10大禁术的修罗秘法，我才是天地间最邪恶的邪神。以引以为傲的邪神不能拯救你，但伟大的魔神可以。放弃抵抗吧，你亲爱的哥哥会宽恕你，并赐予你最高的神位，让你执掌神旗。惊悚诡异的笑声传来，那一刻，虾长生恍若看见了一尊真魔一般，猩红的血幕笼罩在你虾人的头顶。这一幕我已经在脑海里想了无数次，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看到你的头在地上滚着，滚到虾元面前时，他会是怎样的一种表情了？虾仁，你不能杀我，你若是杀了我，爹娘这辈子都不可能原谅你。你放心，你的小命我还不想要。不过我有一个游戏想跟你玩一玩，希望你能挺住。只见着以虾人拿出一个古怪的法器，在他虾长生身上照了下来，还没等他反应过来，立即吸出了那烈火柱。与此同时，禁区外面天地动荡，天界之门大开，整个荒原都陷入一阵地动山摇之中。天界神族降临了！怎么会这样？他们不会是来找虾人的吧？这是华光圣地的神圣光环，他们是天界华光圣地的天神。虾人这一次真的有危险了。该死，知魂院长不在，若是他在，让他们来再多人又如何？在人间，纵使是天神，也发挥不出全部的实力。孔云峰顿时一阵怒骂，顾正阳目光看向了他，心中不知道在思索着什么，内心好似在挣扎。许久，他的眼睛顿时变得青绿。白如明能做的，老夫也能做。如果一定要牺牲，才能为后世子孙开辟出一条生路，老夫愿化作心性之火，为后世子孙指引道路。前辈，您这是？无需多问，
若需要老夫出手之时，老夫自会出手，尔等只需要静观其变即可。突然间，一道苍老庞大的神族生灵坐着王座从遥远的天外飞来，在光芒的照耀之下，没有人能看清他的脸，但那一股压迫隔着数百万里，便让人灵魂都在颤抖。元哥，现在我们怎么办？这个逆子今日闯下的祸，已经不是你我能平息的了。除非岳父大人亲自出马，否则你得做好心理准备。此话一出，苏婉清瞬间瘫倒了下来，眼中满是绝望。真的没有任何可能了吗？有人出来了！话音落下，一道狼狈的人影出现在了众人面前。是虾仁，他怎么换衣服了？他之前不是最喜欢穿灰衣服吗？在看见你虾仁的那一刻，在场的所有人顿时躁动了起来，因为所有人都清楚，天上那些虎视眈眈的人，全都是奔着你来的。杀了虾仁，为我儿子报仇！爹，救我！快救救我！死过的都知道，身体变凉是开始的第一步。王爷，快救救大少爷吧，他好像有点死了。都给我住口！你们以为我不想救吗？这孩子犯下的错已经无法挽回。如果需要用千万人的生命去救我虾仁的儿子，那我宁愿不救。此话一出，众人立马明白虾仁的决心，他依旧是那么的果断心狠。在听到这一句话的时候，虾仁彻底心灰意冷。家园，今日我便将这一具你们养育了18年的肉身还给你们。从今天开始，我虾长生不再欠你们什么。在看到这一幕的那一刻，所有人都惊了，虾园更是不敢置信的回过头，看着那一团炸响在天空之中的身体。在自爆的最后一刻，苏婉清终于认出了自己的儿子，那不是虾仁，而是他养育了18年的儿子虾长生。虾长生咋变成了虾仁？难道是为他哥哥挡劫？你说这话不觉得可笑吗？不用猜，肯定是那虾仁搞的鬼。谁知道他在那焚天礼狱之中做了什么？反正最后进去崩塌的时候，谁也没看见他出来。一时间，现场陷入了一阵激烈的议论之中，而沉浸在丧子之痛之中的虾园身上的戾气逐渐爆发了出来。长生既死，是非对错，我已无心分辨，我只想弄死各位，或者被各位弄死。大道无极摔杯手。刹那间，万里荒原震动，大地都被拍出了一个巨大的峡谷。虾园疯了，他彻底化身巨北大魔王，体内的魔神血脉彻底被激活。那些追杀你虾人的世家，甚至都还没来得及反抗，便被一掌拍成了血骨。虾仁，你想成为天下的罪人吗？罪人，你们还没有资格给我定罪。只见着天地变幻，阴霾滚滚而来，王道真身以俯瞰天地之势，笼罩在所有人的头顶。所有的大族族长纷纷露出了惊恐的表情，谁也没想到，那个被逼的自爆人竟然会是夏长生。儿子都死了，现在摆出这个姿态给谁看？无非就是宣泄一下心中的怒火，用这些无辜的生灵换回自己的一点心安罢了。这个天神他一直在等着那一个真正的罪魁祸首出现。随着时间的一点一点流逝，突然一道血色的身影从你身后是虾仁，是真的虾仁。随着你虾仁现身的那一刻，所有的大族同时将仇恨的目光看过来，虾园也是如此。是你害死了你弟弟。你错了，真正害死他的不是我，是你，是你给了他希望，又将他推向了深渊，是你害死了他，你才是那个罪魁祸首。混账！你心中就算有再多的怨气，你大可冲着我来，但你弟弟是无辜的，他才18岁，你已经心狠到了这种程度。此刻的虾园彻底崩溃了，不断的指责着你虾人。心狠的人一直不是我，而是你，是你放弃了他，你枉为人父。若不是你选择坐视不管，他又怎么会选择自爆？谎言不会伤人，认清现实吧。虾园，你就不配做一个父亲。你虾人无情的回应，一时间让虾园愣在了当场。那一刻，他的内心是悲痛的。我没有错，错的是你，是你害死了你弟弟，用他的命换你的苟活于世，你不该活在这个世上。今天他所经历的一切，何尝又不是我曾经所经历过的一切？你觉得他不该死，所以该死的人就是我。来吧，杀死我吧，为你的好儿子报仇。杀了我，你还是为民除害的大英雄、大豪杰。虾人猛然抬起手，想要一掌拍死你虾人，可看着你虾人那决绝的目光，他又停了下来。那一刻，他的头发仿佛一下子苍白了下来，心里纵使有万分悲愤，可他还是下不去手。这已经是他最后的儿子了。一口鲜血吐出，虾人的王道真身瞬间瓦解，一身王道真气瞬间烟消云散。你说的对，这一切所有的错都是我一手酿成的，是我的疏忽管教，
才导致你误入歧途，是我心狠，害死了你弟弟。所有的一切都是我的错，我没有当好一个父亲。重重的咳嗽一声，虾元的头发瞬间白了下来，看得所有人一阵揪心。就在这时，无数道光芒从天外飞来，所有人顿时抬头一看，只见着一道仙风道骨的身影率先出现在荒原之上。你这个混账，天底下有你这么当爹的吗？连自己的儿子都保不住。我是窝囊废，可你呢？你又有什么资格说我？孩子被逼得走投无路时，你又在哪？这天底下谁都可以说我，唯独你不行，你没有这个资格。此话一出，现场瞬间哗然，这父子对峙的场面，赫然从虾仁和虾元变成了虾元和虾天启。事情已经发生了，孙子也已经死了，现在说再多也没有用。现在最主要的是，该想什么办法保住这最后的血脉。虾天启目光看向了你虾仁，你那英气的外貌上有几分虾元年轻时的影子，眼神不由得慈爱了几分。孩子，爷爷知道你心里怨恨爷爷，怨恨爷爷这么多年没来看你一眼，但爷爷跟你保证，从今往后，爷爷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给你最好的资源，给你找最好的良师指导你，甚至整个虾家的资源都可以交由你来调动，只要你肯跟爷爷回家。听到这一番话之后，现场的其余人也全都吓了一跳。要知道，一旦你虾仁继承了虾家，那你可就是虾家的族长了。有了虾家这个庞大的家族作为宠器，你虾仁可以更加肆无忌惮、为所欲为了。我说了，我不是你孙子，和你们虾家也没有任何关系。大丈夫生于乱世，岂能依附他人之下？即使没有任何帮助，我虾仁一样可以闯出一番天地来。孩子，不管你心里怎么想爷爷都不会怪你。这个族长的位置，爷爷也会一直给你留着。只要你想通了，随时来找爷爷会一直等着你。说完，虾天启长长的舒了一口气，抬头看向天空，一股恐怖的气势骤然爆发。为了保住最后的血脉，即使是面对天神，他也要管上一把。真当我们这些读书人是摆什么？给老子上！今天就让这些该死的大族瞧瞧我们读书人的厉害！云峰一声令下，那一刻，全场的读书人瞬间热血沸腾起来，一场大战瞬间展开。这一刻，整个北海荒原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这就是天神的实力吗？随手打出来的围压，竟然把我的神魂都锁住了。一时间神魂被锁住，导致你虾仁连逃跑的机会都没有，内心顿时闪过一丝大事不妙的人。一念通天，神魔无惧。你拥有逆天气运，亲情却越用越少，好不容易得到众人支持，外公却因此丧志。小爷是魔，那又如何？若前方无路，那我就踏出一条路。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跪下！一时间神魂被锁住，导致你虾仁连逃跑的机会都没有，内心顿时闪过一丝大事不妙的感觉。给我！一声巨响，一股恐怖的力量从虾仁眉心处猛然爆发开来。只见九天之上出现密密麻麻的无数道身影。江氏一族，该死！那小子手里怎么会有扶桑神液的？几个月前，从狼牙洞天传来消息，那一位退隐多年的老剑仙第二次叩天门，至此一战之后生死不明，不知去向。你说会不会是他成功叩门，拿到了扶桑神液，并且送给了虾仁？不可能，就算他成功叩门，那神液也不可能送给虾仁，他应该送给虾长生才对。对啊，按理说，明明当初的虾长生才是最优秀的，也是最受宠的，这片神液不是应该在虾长生身上吗？为什么会出现在虾仁身上？随着现场的议论声持续传来，九天之上，那位来自华光圣地的大供奉也是意识到了神液的来历。老祖，还要不要动手？此子狼子野心，心狠手辣，掌握圣地气运，与我不共戴天，断不可留。今日纵使有江氏一族的庇护，本座也要杀了他。随着华光大供奉的一句话落下，那一刻，一个巨大的手掌从天上拍了下来。放肆！此子身怀我江氏神液，任何人胆敢动他一分一毫，便是与我江氏为敌。本座此番前来，只为诛杀掌握天道气运之贼，与你江氏无关。不管他虾仁是人是鬼，是神是魔，只要他身怀神液，他便是江氏要保护的人。给你们1分钟滚出人间，否则休怪老夫不讲情面。刹那间，两股强大的气场瞬间发生碰撞，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江燕凭借着9境的气势，竟然能和天神达到分体对抗的趋势。该死的虾仁，他为什么命这么好？不管走到哪，都有这么多人拥护。见这么多人保护你虾仁，华光圣殿也在权衡利弊。最主要的是，他们想夺回圣殿在华云飞身上种下的青莲种。身为天神，他们非常清晰地感知到，那种子就在你虾仁身上。在虾长生吃掉华云飞之前，
这颗种子就被你以诡异的手段偷偷挖了去。如果能夺回种子，他们还能将华云飞再一次培养出第二个道台。眼看气氛僵持不下，所有人的呼吸都变得紧凑了起来。动手杀了家人。赤峰矛，不朽盾，斩尽先王，灭九天。刹那间，数千名僵尸族人同时出手。这一次的大战要比上一场要激烈数倍。有了僵尸一族的加入，险些打得整个北海崩塌。虾人，给我死！突然，一道剑气自9天之外斩来，竟毫无意外地将那一只巨手给斩了下来。那一刻，所有人都惊了。桃花神剑，孙朝风。只见着一道苍老的身影从漆黑的夜幕之中飞出，他单手而立，空荡荡的袖袍显得格外的显眼。伤我外孙，你们已有取死之道。苏朝风目光看向了天空，杀气骤然冒出，其强大的剑势搅动天地风云聚集。天地之蛙也敢企图撼天地，可笑不自量！给我杀了他！踏过天门者，杀无赦。刹那间，百里风云动荡，一把巨剑划破天外天，片刻桃花凋零，整个荒原都弥漫在花海之中。太刺激了！不愧是当年威震天下的老剑仙，仅凭一剑便连斩2名天神。看着这触目惊心的一幕，孔云峰眼睛都在冒金光，只恨自己实力不济，不然他也想挑战一下来自天神的压迫。老祖，这老东西现在的气势太恐怖了，我们根本不是其对手。要不，我们先比他锋芒。我比他锋芒。放肆！胆敢言退者，杀无赦。在见识到苏朝风的恐怖之后，大供奉深刻的意识到，你虾人必须死。一旦让你安全离开这里，恐怕整个3000州都不得安宁。正当战斗十分焦灼之时，那一道血手在一侧从遥远的虚空渗透。怎么回事？这么多人想杀死他虾人，他到底犯了什么人神共怒的大罪？好孩子，好好看着，今天外公便替你清了所有的祸害。此话一出，你虾人表情瞬间凝重了起来。你能感觉到苏朝风的生命气息，心里不由得一阵钻心刺痛。难道我的一生注定是孤独的吗？小歌手，跟我走吧。我走了，老前辈怎么办？这些读书人怎么办？林毅内心一沉，他如何不知道一旦你虾人离开，苏朝风以及这里所有的读书人会面临怎样的灾难？可在大势之下，他不得不心狠，这也是苏朝风的决定。你走吧，此间之祸因我而起，如果能用我这一条小命化解这一场灾难，我何惜此头？就算无法化解，我也要和他们并肩作战到最后时刻。此刻的虾人浑身被一股圣光环绕，犹如一位至圣仙贤，充满了人格魅力。他是无畏的勇士，即使是死亡也无所畏惧。己愿无一，与子同袍。此时此刻，随着你虾人这一句话落下，仿佛引起了战场上万千冤魂的共鸣。那一刻，整个荒芜的土地都散发出一股诡异的光芒。怎么回事？这股古怪的力量从何而来？难不成他的魅力已经不只是征服这些读书人，连孤魂野鬼都被他征服了？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那些死灵可都是一些没有人性的孤魂野鬼，他们怎么可能听命于一个活人？刹那间，万千的力量涌入你虾人的体内，在一瞬间，你的修为便达到了顶峰的极致。这一刻，你便是天下读书人心中的极。关门，一个不留！走路只用麒麟步，看人只用重瞳术，衣角微脏普天术。我叫虾人，你记住。千万孤魂，把光借给我，家为你们打开往生之门。至圣之躯火力全开，以虾人的气势在不断的暴走，数百里荒原，无数的孤魂开始齐聚而来，他们身上所散发出来的光，赫然成为了你虾人身上的无上动力源泉。装神弄鬼，虾人，你的死期已至，今天哪怕是大罗神仙下凡，救不了你。你相信光吗？这小子哪怕届时强行突破到了9境，也绝不可能是9境巅峰的对手，怎么会一剑斩杀了老蛟龙？这根本不是人所能做到的事情，那可是9境啊！这修为越到后面，一个小小的境界差距都是天差地别的存在，他怎么可能斩杀得了9境巅峰的老蛟龙啊？一时间，全场都被震撼到了，谁也不敢相信自己所看到的这一幕。然而，只有你虾人自己清楚是为什么。这就是来自称号屠龙者的降维打击嘛！妙，实在是太妙了！不愧是系统出品。既然如此，那今天本少爷就给你们表演一波屠龙。老前辈，这头孽龙就交给我来收拾吧。我
非读书人，当有此等气魄，无惧生死，不畏强权。老夫今日便看你如何收拾这头孽龙。你尽管放手去战，如若不胜，老夫自会出手。突然，一声剑影响彻万里，在那极致的水墨天地之中，一股强大的剑势猛然散发开来。天地之势，无非纵横交替，蛟龙一族。今日便借你族千万剑命，为我这一剑正道伐仙。一剑诛仙之力骤然爆发，迎着九霄天外斩去，那轰天灭地的力量，仿佛回荡着万千公里的爱。太可怕了！这小子不仅天赋变态，连其所领悟的剑意以及掌控的宝术神通，都是世间最顶级的存在。若是让他安然成长下去，将来必成大祸。此子必须要除掉，否则一旦让他活着离开，将来死的就是我们。这一刻，原本彼此互相戒备的大族，仿佛达成了共识一般，不约而同的心里冒出了这个想法。凄惨的叫声传来，蛟龙一族绝望的闭上了双眼，其神魂都被你虾人掏出来的这面奇怪的旗帜全部吸了进去。这面旗子竟然可以将蛟龙一族所有的神魂都给收了进去，难不成这是什么邪物吗？堂堂巨北王世子，补天圣地的高徒，天下读书人的表率，竟然炼制这等邪物，其心何在？什么邪物？你在胡说八道什么？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难道看不出那旗子可以将神魂收走，让人永世不入轮回吗？我记得这面旗子之前在禁虚之时，他虾人便是靠着这面旗子屠杀了各大族的天骄之子，并且将其神魂收了去，其手段极其残忍，可谓是丧心病狂。我也可以证明，我亲眼所见，他就是用这面旗子杀死了无数大族子弟，他才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魔头。一时间，全场的气氛瞬间焦灼了下来，以虾人直接成为了天下人共同围攻的对象。看见这一幕，孔云峰顿时急了，好不容易才扭转了点局面，没想到会因为这一面旗子发生了反转。什么天地邪物？你家邪物会散发出这么纯正的浩然正气？你是在质疑他，还是在质疑天道啊？为什么这么邪恶的一面旗子会散发出这么纯正的气息？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陈市长言反，这是他故意伪装的神圣气息，故意误导我们。这一刻，整个荒原都展开了激烈的讨论，谁也无法理解以虾人手中的旗帜为什么会散发出如此纯正的浩然正气。我看这根本不是什么邪物，而是一件真正的圣物。满口胡言乱语。住口！你个小匹夫，这里还轮不到你说话。你们说他是邪物，有证据吗？见此情景，两边人马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双方各执一词。人群中的萧夜突然高喊道：“杀了虾人，毁了这泯灭人性的邪物！”此话一出，瞬间煽动了无数大族生灵，连带着各大圣地都开始蠢蠢欲动。虾人啦，虾人，跟我斗，你还嫩了点，准备受死吧！等你死了，这件宝物我会想尽一切办法拿到手，到那时，我便是整个3000州最惊艳的那一个。萧夜仿佛看到了自己梦想成真的那一刻，突然一杆血矛自天外插来，瞬间鲜血滴落在石地上。萧夜不敢置信地看着自己的胸口，那里赫然插着一根血矛。我放你一马，不是因为我不敢杀你，而是杀你怕脏了我的手。但这不意味着你可以在我面前胡言乱语、淫淫狂吠。想杀我的，尽管放马过来，我虾人的大刀早已饥渴难耐。好狂妄的小子！这一句话瞬间激怒了无数大族强者。孔云峰还想说什么，虾人却开口制止道：“前辈，此间灾祸皆因我而起，当由我结束，不必再为我辩解什么。天地自有公道，男儿坦荡荡，我虾人何惧这些莫须有的罪名？”一声咆哮，以虾人直接拒绝了所有人的帮助，选择直面挑战。那一刻，以高大的身材显得格外的威武雄壮，恍若一位巨人一般。这一刻，所有读书人都热血沸腾，纷纷投来了崇拜的目光。这才是我心中读书人该有的形象。他是那么的伟岸善良，哪怕面对1000万人，也不接受任何帮助，毅然决然地选择一个人面对。虾人师兄，请状我如道。虾人师兄，请状我如道。走路只用麒麟步，看人只用纯红术。你明明是万族之首的长子，却被3000州7大家族联合牵扯把你杀死，就连你那神圣的外公也因此丧命。曾经打压你父母之后，开始后悔以前对你的刻薄。当知道你被世家杀死时，竟哭着要给你报仇。家园，你还要看到什么时候？难道你真的想失去最后的儿子吗？这一句话仿佛唤醒了患得患失的虾园，他猛然惊醒。我不能断子绝孙，我虾园无愧于天地，老天爷不能这样对我。今天哪怕是他为天下的罪人，我也要保住自己最后的儿子。猛然间，虾园一声怒吼，抬起头刚想出手，突然一道血色的芳华绽放开来。家园迟来的关心狗都不要，哪怕我背负天渊，举一只手保护着这3000州，我虾人一样无敌于世间。让我看一看，所谓世上最强的8大世家联手，究竟是否能够横扫9天10地。
管你虾仁是魔是仙，今日你得死在这里。震天的怒吼声传来，在所有人不敢置信的目光之中，原本早就战死的老蛟龙突然再一次现身，那恐怖的酒劲之力突然发力，瞬间将那一名偷袭者击碎。这席子果真是天下第一邪物。一名老者脸色阴沉地说道，但眼神中却流露出一股贪婪之意。其余各大家族也是如此，仅收服一个酒境巅峰的神魂，就可以拥有一个酒境巅峰的大圣，这已经不能说是仙气了，应该叫神器。如此圣物留在那虾人手中，实在是太浪费了，一定要想办法得到手。或许我族能否成为天地霸主，就靠这一面旗子了。全境听令，不惜一切代价击杀虾人。当你虾人被刺中的那一刻，苏婉清顿时泣不成声，瘫软在地。此刻的他，眼神里再也没有光。看着漂浮在天空中那一具冰冷的尸体，所有人都想不到，祸害了整个3000州的魔头虾人，竟然这么容易就死。不可能，他怎么可能这么容易就死了？他一定是假死！给我上！老夫要亲眼看见他的肉身毁灭为止！柳无绪一声暴喝，所有人瞬间一拥而上，愤怒的吼声回荡在整个天空，天空下起了血雨。此刻那一道倒在血泊之中的躯体，显得格外的落寞狼狈。这不是真的，这不是真的！此刻的虾元眼神通红，他懊悔为什么自己到了这一步还在犹豫不决。如果他早一点出手，也不至于让自己的儿子孤立无援，葬身在这群刽子手手中。虾元，是你杀了我的2个儿子，我这辈子都不可能再原谅你。虾元还想狡辩什么，苏婉清却给了他一个失望透顶的眼神。他从来没想过当什么大英雄、大豪杰，他只想要自己的儿子看着他们开心快乐的成长。然而，这个看似简单的心愿，却是他一生都无法做到的事情。我的儿子死了，以后我不再是你的妻子，你也不再是我的丈夫。虾元他好似疯了，再也没有了往日的王者姿态，整个人进入了疯癫的状态。就在这时，一把桃花神剑自天外飞来，一剑斩杀了数十名强者。所有人不可置信地看着天上那一道狼狈的独臂身影，他拖着千疮百孔的身体返回地面。苏朝风，他竟然没死，难不成天神也不是他的对手吗？天上的战斗也没有结束，江燕以及江氏一族的所有人都在支撑着，苏朝风却返回了这里。这一刻，周围的空气瞬间凝固到了极点，越发的冰冷。苏老施主，还请节哀。我不想节哀，我只想让你们所有人都节哀。刹那间，万千剑意瞬间笼罩而来，所有人顿时露出了惊恐的目光。这老不死的要发火了，快撤！往哪撤？这里已经被他的剑雨笼罩了，不杀了他，谁也别想活着离开。你们这些该死的世家，我要用你们的鲜血祭奠我儿的在天之灵。朝风，你想干什么？当着我的面打我儿子，老匹夫，你当我不存在吗？夏天启，你伤我女儿的事情，我还没找你算账呢。正好今天你也在，你们父子2人欠我老苏家的债，便好好算一算这笔账吧。随着苏朝风话音刚落，忽然一把仙剑自天外飞来，一剑凶猛地斩向夏天启。这突如其来的一幕，让所有人都始料不及。在没交手之前，夏天启根本没想到苏朝风的实力竟然达到了如此地步。夏天启以为自己就算不敌，那也是势均力敌的情况，可最终还是他想多了。我能让你起来，同样也能让你倒下，连我的女儿都敢打，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眼看着夏天启即将命丧在苏朝风剑下，苏婉清顿时急了，带着哀求的目光看向了苏朝风。夏天启，我女儿心善念旧情，不忍心杀你们。这次就算是一次警告，但你不要以为我也心善。若是再让我发现这样的事情发生，我定叫你整个家族血流成河。有了父亲撑腰，此刻的苏婉清再也没有了之前的无助，变得强势了起来。他默默地站在苏朝风身前，表情冷漠地看着虾元以及虾家一众人。虾元，正好今天我爹、你爹以及家族的所有人都在，我们之间的事情也该是时候好好聊一聊了。今天我苏婉清要休了你。堂堂居北大魔王，曾经不可一世的大英雄、大豪杰，今天竟然让自己的妻子给休了。最不可思议的是，竟然还是女修男。曾经被无数人为之歌颂、赞美的神仙眷侣，今天竟然走到了分道扬镳的结局。虾元，你若还是个男人，便接了这一纸休书，至此我们形同陌路，井水不犯河水。你根本不配做一个父亲，你害死了我的2个儿子，我一辈子也不会原谅你。苏婉清的话如同一把利剑，狠狠地戳中虾元的内心。他挣扎地看着苏婉清，无比痛苦地看着那一纸休书。他知道，从今天开始，他虾元成为了帝王州第一个被妻子休了的男人。世人都有弱点，而他的弱点却倒在了血泊中，唯一挚爱的妻子也离他远去。虾元，你根本不配做一个父亲，你害死了我的2个儿子，我一辈子也不会原谅你。
一定要这样吗？虾元双眼通红的看着苏婉清，他仿佛做出了最艰难的决定，将休书丢到他虾元手中，转身痛苦的离去。没了，什么都没了。我努力了半生，没想到换来的是这样的一个结果。虾元，当年我就瞧不上你，现在我还是那一句话，你就是烂泥扶不上墙。儿子都死了，还在这里哭哭啼啼。既然你们不想报仇，那就交给老夫代劳吧。贱人！刹那间，万千剑意瞬间笼罩而来，所有人顿时露出了惊恐的目光。杀我外孙！你们所有人都去给他陪葬！冲天的剑气笼罩而来，九天苍穹之巅，一尊剑神俯瞰大地。这一刻，北海的土地上，鲜血染红了那一片荒芜的土地，一具具冰冷的尸体倒在了血泊之中。不愧是老剑仙，不愧是我的偶像，他竟然真的把这些参与围剿虾人的凶手全宰了！太疯狂了，那可是足足数十万人啊！3000州各大超级大族可全都在这里了。魔头，他才是真正的魔头。这不服老不行啊！这身子骨稍微动弹那么一下，便跟要了这条老命似的。若是让老夫再年轻了100岁，何至于如此狼狈？一声苦笑，这一场历时3天3夜的大战，几乎抽空了苏朝风最后的一丝力气。他无力地瘫坐在荒芜的土地上，桃花神剑就这么放在一边。天上地下，那些还活着的大族生灵，此刻无一人赶上一步。看着苏朝风倒下的那一刻，苏婉清热泪盈眶，心中万般心疼难言于口。曾经他那一个不可一世，像一座大山一样的父亲，老了，他再也没有了当年的意气风发，犹如一个微微垂倚的老朽，就这么坐在那里，让人不禁心疼。诸位，那老东西已经无力再战，我等只要联手，必定能将他一举击溃。这个时候，大家就不要再藏着掖着了，想要活命的，把看家的本领都拿出来吧。可以啊，你先上来。面对一个垂死老人，竟然无一人敢主动出手，他坐在那里就如同一座大山一般，给人一种无形的压迫感。难道我们得一直困在这里，他恢复过来吗？你想多了，这老东西的生命已经枯竭，能站起来已经算不错了，还想恢复，他只会越来越弱。等着看吧，不出1天，他必死无疑。这老东西总算是要死了，杀我那么多族人，等着吧，必定灭你前族，报仇雪恨。众人瞬间情绪高涨，看着那一个个倒在血泊之中的尸体，心中有无尽的怒火。苏老头，你特娘的在干什么？一身剑气散尽也就算了，拼着力竭也要带走这么多生灵的性命，我实在无法理解你的行为。残正也是个死，能拉上这么多人跟我作伴，值啊！没那么简单吧？以我对你的了解，你怎么可能做这种不切实际的事情？江燕心中在暗暗思考，突然想起来什么，心头不由一颤。桑叶怎么还在？难道说……江燕突然意识到了什么，顿时脸色骤变，随后又舒展开了，长舒了一口气。江燕抬头看着天上的阴霾，她很清楚，一场大灾难正在来临。苏老头，这一仗我将是已经履行了承诺，答应你的事情我也已经办到了，接下来能不能顺利度过这一劫，就看你的了。我得为我江氏保留血脉，倘若你这一次不死，你我便还有重逢之日，到那时再把酒言欢，好好的喝一场。随着江燕离去，一股阴霾骤然笼罩起来，只见这滚滚天雷浮现，阴霾万里，血红的天空浮现出了一个无比庞大的身影，他背对着众生，犹如高高在上的神明，不可一世。尔等屡次坏我大计，毁我青莲道果，使业果产生，本座也饶不得你。一声天雷贯注而下，苏朝风一脸坦然，似乎他早有心理准备。只不过此刻的他身形稍显落寞，如同一个等待自己死亡的老者，安详地站着。我可怜的孩子是外公无能，没能为你扫清一切障碍，你要好好活下去，活下去。想死没那么容易，我要用你的血来祭奠我圣殿死去的冤魂，将你永世囚困在炼狱的牢笼里，忍受万箭穿心之苦。一双巨手从苍穹之上伸来，一把将苏朝风牢牢地抓了起来，一缕仙气绽放，苏朝风那原本枯竭的生命，在这一刻竟然重新掉了回来。天上地下，凡反抗我圣剑者，死！把老剑仙交出来！一声咆哮，孔云峰如同炮弹发射一般直接冲了上去，却没想仅仅一个照应，他便被对方打落天渊。无尽的毒之人一拥而上，将垂死的孔云峰又重新拉了回来。随着一道光幕闪烁，苍穹之上的巨人彻底消失了，随他一起消失的还有昔日威震天下的老剑仙苏朝风。无法接受这一幕的苏婉清直接昏厥当场。老天爷，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我到底做错了吗？难道我这些年为天下为苍生所付出的还少吗？你却要搞得我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世人都有遗憾，而他虾元的遗憾却是成为了帝王州第一个被妻子休了的人，唯一挚爱的儿子也被世上最强的8大世家联手杀死，他们却不知你已经借助魔神血脉偷偷复活。
华光圣殿，你给我等着！他日我若杀至天界，必屠你满门，全部抓起来炼酒。狠话还没说完，一道金雷电满拳砸了下来。此刻的你，仿佛就是如来手掌心的那只猴子。今日之仇，他日我必当100倍奉还！几根颈脖子等着我很快就上去找你们。随着你虾人的一句话落下，你的身体再一次被轰成了渣子，这已经是你的第3次死亡了。现在我们该怎么办？虾人没抓到，种子还被毁了，店主那边不好交代啊。这小子也是邪门了，一身诡异的身法狗都撵不上，还有那重生的本领，连肉身碎了都还能重新拼凑。如今青莲种子被毁，一旦店主知道了，搞不好他真会灭了整个3000州，进行一场大迁徙。先回去吧，一切交给店主决定。随着那圣殿的离去，荒芜的土地上，阴霾并没有退散，土坑里重新爬出来一道黑色的身影。以虾人站在狂风之中，沉默不语。听起来挺刺激啊，正好省了我好多事情。若是顺利的话，说不定还能借此布下神魔炼狱吞天阵，血祭千万生灵，一步登天。心里打定主意，以虾人身上赫然套上了一套黑色的长袍，戴上帽子、面具，直奔死灵深渊而去。树上那个，我乃瀚海王堂小公主，只要你肯出手救我，并且将我安全护送回宫，我一定礼貌我父皇，给你一份重礼作为答谢。这位道友，在下无意得罪任何人，奈何这瀚海王朝欺人太甚，抢我们的猎物也就算了，还仗势欺人，杀我小弟。李某实在是忍无可忍，才铤而走险，为死去的兄弟讨回一个公道，还请道友给李某一个面子，李某感激不尽。别误会，我只是路过，你们继续，正好旅途劳顿，让本公子看一场好戏，解解乏。混蛋，你以为你是谁？本公主让你救我，那是给你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你别不识好歹。本公主可是瀚海王朝鼎鼎有名的大美人，多少世家公子为了能获得本公主的青睐，甚至是为了让我多看他们一眼，打得头破血流。差不多行了，你这种货色都不配出现在我的菜谱里面。你有多少追求者，那是你的事情，跟我有勾八关系。此话一出，子怡瞬间大怒，他实在受不了你虾人这种傲慢无礼的姿态。他从来没有见过有一个男人看见他却能保持无动于衷。太可恶了！你以为你是谁啊？难不成你以为你是虾人吗？可笑，就算是那虾人来了，也不敢这么对我。你们两个还搞不搞？赶紧的，趁着小爷这会兴致正高，速战速决，别耽误了我的行程，小心我要了你们的命。此话一出，李阳立马收起了笑容，大手一挥，身后的几个小弟立马奸笑着朝子怡走去。谁敢伤害我子怡妹妹？萧哥哥，沈家这一次可是背着父皇偷偷跑出来找你的，没想到意外遇到了这几个中贼，杀了我的侍卫，他们竟然还想。说到这里，子怡眼角的泪水顿时流了下来，欲言又止。看见他那我见犹怜的模样，萧无才顿时火冒三丈。几个小中贼还想在本公子面前行凶，三叔宰了他们！大哥，快走！金色门跟着你，是我做过的最对的决定。在你虾人的注视下，又一名小弟挡在了前面，他们仓促出死，为李阳寻求一条活路的样子，惊呆了你虾人。少爷，逃了一个，其余人全部处死。子怡妹妹，这些毛贼已经处理完了，不知这样处置可还顺你心意？萧哥哥，还有一位呢，就是树上那个，那该死的风流子，刚才竟然出言不逊，侮辱我，他比刚才那几个小中贼还可恶呢。闻言，萧无才瞬间大怒，抬头看去，那树上赫然坐着一个吊儿郎当的身影，一身灰色的长袍将全身都遮掩住，头上戴着一顶帽子，脸上还有一张面具，整个人都被掩盖在阴霾之下。少爷，此人气息非常沉稳，戾气十足，怕是不太好对付，要不咱们还是不要招惹了。老三，你若是怕了，大可退下，何必在此长他人志气，灭自家威风？少爷，在下请求一剑将此人斩杀于此，如若不胜，可斩我头。好，现在就去斩了他，给子怡妹妹出口恶气。萧哥哥，最好把他四肢都废了，然后一点一点将他折磨致死。小子，别怪我，要怪只能怪你命不好。天底下还真有不怕死的，连魔神都敢惹。小子，你有种，我很佩服你的勇气。突然一阵风吹过，他那激动的笑容逐渐凝固。阁下到底何人？我手下之人只是想试探一下阁下的底细，你竟然残忍地将他杀害，其手段如此残忍，莫不是不把我萧家放在眼里？萧家，你就是那个江陵萧家的人。想知道我是谁？放心，你很快就知道了。不过在此之前，我们需要去一个地方，等到了那里，保准让你快活的想死。随着虾人那诡异的笑声传来，萧无才只觉身体一凛，突然一股风吹过，他身边的两名长老瞬间应声倒地。这一刻，他彻底明白自己惹到了不该惹的人，心里不由得懊悔。明明危机已经解除了，为什么还要多此一举，非要找人家麻烦？当萧无才再一次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处在一个漆黑的环境当中，浑身疼痛难忍，看着地上那干渴的血迹，
以及模糊的血肉，心里顿时一阵反胃。子怡妹妹，你别担心，对方既然没有第一时间杀了我们，那就说明他有所忌惮。你放心吧，只要他不是虾人，我们就不会有事的。那万一他就是呢？我早就打听过了，那虾人几天前就死在北海了，此人绝对不可能是他。正在两人商讨对策之时，眼前出现了一道灰色的身影。阁下到底是何人？你可知道抓了我会有什么后？这方圆数百里之地，除了我，你们再也找不到第二个还活着的人。叫吧，你们就算叫破喉咙，也不会有人来救你们的。你个混蛋，你到底是谁？你虾人邪恶一笑，默默揭开了脸上的面具。刹那间，一张白皙帅气的脸蛋出现在萧无才的视线中。怎么样，惊不惊喜，意不意外？无敌道3000州，你明明是这世间唯一的9幽魔帝的最强魔神，却修得一身浩然正气，天下才气共识本。你独占12级，天下众生更是道歉你两回，如今却为了突破只剩8级，竟抓人来练酒。虾人哥哥，人家错了，你放我一马吧。都是这个人，刚才是他冒犯了你，跟我没有一点关系。求求你放过我吧！子怡那哀求的声音传来，那略带着几分楚楚可怜的模样。若是换做一般男人，还真不忍心杀他。看看这可怜兮兮的小模样，真叫人心疼。放心，一会我保证给你一个非常温柔的死法，一定要听话哦，不然可是会很疼的。来，张嘴！你虾人非常温柔地捏起他的下巴，子怡满脸惊恐地看着这个恶魔，根本无法反抗。虾人，有种你就杀了我，不然一旦我爹找到这里，我一定让你知道什么叫生不如死。把心放肚子里吧，在这种鬼地方，你就算喊破喉咙，也不会有人来救你的。安心当我的母体，别把我的小宠物吓到了，不然你可要遭老罪了。顺利将吞天蛊放入他俩体内，以虾人心满意足地拍拍手，回到药炉旁，开始了自己的炼酒大业。废物，全都是一群废物！好端端的一个人，怎么会莫名其妙的失踪？都给我去找！就算是绝地3尺，把整个黎阳翻过来，也要把人给我找到。族长，你说会不会是那虾人干的？虾人早就死了。再说了，就算他还活着，我儿子跟他无冤无仇，他没事抓我儿子干什么？我不相信他死了，说不定北海那一场动乱，他用了一招瞒天过海的伎俩骗了所有人，他肯定还活着。在得知少爷失踪的消息的那一刻，他脑海中下意识出现的凶手就是你虾人。可惜萧恨有眼无珠，竟然不相信你，还打你。族长，现在当务之急不是寻找大少爷，而是为我萧家延续血脉，家族不可一日无继承人。如果实在找不到的话，您看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把小少爷接回来？此话一出，所有人顿时脸色一变，整个大殿的气氛顿时陷入了诡异之中。萧恨此刻没有大喊大叫，在接手家族这么多年后，他的心态也逐渐沉稳了许，也改变了许，深刻的意识到当初自己的偏见对这个孩子的打击有多沉重。这件事是他这个做父亲的错，没有考虑到儿子的感受，一直用带有偏见的目光去看待他。如今醒悟过来的萧恨也想过把儿子接回来，可是他和虾人有同样的心结，那就是无法低下这个头。那逆子现在身在何处？小少爷目前身在寒江城，我听说那天下第1楼黄鹤楼就是小少爷开的。黄鹤楼是他开的，怎么可能？离开了我萧家，他估计连填饱肚子都是个问题。萧美，你在开什么玩笑？你难道没听说虾人醉饮题诗，风流天下的事迹吗？那这是和小少爷一起喝的酒，才写出的《将进酒》这等千古名诗。此话一出，萧恨内心顿时一惊，他完全没想到自己那不争气的小儿子竟然跟虾人关系这么好。你虾人是何等风云人物，所有人都心中有数。光是那3000州一战，便足以证明你的功力，更别说后来北海的那一场动乱。可以说，如果你不死，将来必定也是一位凌驾于白鹿鸣之上的大圣人。族长，在下建议应该马上将小少爷接回来，再酌情安排寻找大少爷的事情。小梅，这件事你去办，务必把那个逆子给接回来。此时此刻，萧无一正愁眉苦脸地坐在阁楼上，他还不知道他那个不值钱的老爹此刻已经派人前来找他，依旧沉浸在你虾人死亡的消息之中。小少爷，族长让我前来接你回家。萧长老，你说笑了，黄鹤楼就是我的家，我回哪个家啊？萧无一，你在摆什么谱？我们能来接你，已经是给了你最大的排场了，别不识好歹。真以为你是什么稀罕货？若不是族长心软，就你犯下的那些错，你这辈子也别想回萧家。小少爷，族长很想你，当初的事情已经过去了，希望你能放下仇恨。等我们回去，家族会好好补偿你们娘俩的。此话一出，现场的气氛瞬间冰冷了下来。那黄鹤楼中所有的读书人顿时被争吵吸引了过来。我好像听明白了，早些年那萧家曾经闹出过一桩丑闻，说是那萧家族长风流成性，在风月之地曾与一女子诞下一个私生子。此子出生后，他娘便被赶出了风月楼，因其独自一人无法养活儿子，不得不找上孩子的爹，为此闹出了一件丑闻。迫于舆论的压力，那萧家不得不接受这个孩子，将这对母子养在了杂院之中，和寻常下人一起劳作，常年饱受欺辱，甚至连族里的下人都瞧不起他们，日子过得那叫一个苦。
我本以为虾元已经是天下无敌了，没想到这世间竟然还有能与之匹敌的存在。他是谁？说出来，老夫非得写书骂死他不可。我是完全没想到，那虾元竟然还有口碑反转的一天。你们这群穷酸儒，指责我们族长！反了你了，敢在我们的地盘大喊大叫！你当这里是你的江陵城吗？萧长老，你们走吧，这里没有你们的小少爷，我也不再姓萧，而是姓柳，我叫柳无一。此话一出，萧美心头一颤，内心陷入了一阵悲戚之中。柳无一，柳无一，那是他娘的姓，他今天选择放弃自己的萧姓，选择了柳姓，便足以表达他的内心。身上流淌着我萧家的血液，这姓氏岂是你想放弃就能放弃的？你以为你是谁？说句实话，我挺可怜你们的，一生都在为这个所谓的姓氏努力，骄傲了一辈子。不过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们，我不稀罕，从今往后，我和你们萧家再无半点瓜葛。萧无一最后说了一句，潇洒转身离去，走得那么释怀。然而他身后的萧家族人十分的不爽，当场就要发作，却没想独有到那虎背熊腰的身板往那里一站，所有人都熄火了。该死的穷酸儒，你们给我等着，早晚有一天我会拆了你们这间黄鹤楼。听闻此事的萧恨，只觉得自己全身的毛孔都在散发热气，气得浑身发抖。族长，让我带一众族人前往，势必要让这些读书人知道我们萧家的厉害。一时间，整个大殿吵得不可开交。萧恨眼眸冰冷地看着这一幕，一时气死，险些昏厥过去。马上派人把这个逆子给我绑回来，杀了这群穷酸儒，毁了黄鹤楼。与此同时，紫灵深渊之下，一道极致的血色光芒闪烁，整个山洞都发出一阵颤抖。这就是集齐万族宝血之精华炼制而成的酒吗？光是闻一闻，便足以敌过所有至尊宝血炼制出来的酒。看着你如此癫狂的模样，子怡和萧无才已经彻底吓傻了。魔鬼，他就是一个魔鬼，他邪炼酒，而且里面竟然还加入了各种世间剧毒之物，一种几乎都能要了一名9斤强者的性命。给我破！至圣发现，天下财气共10斗，我独占12斗。现在天上地下，该有谁能杀死我？华光圣殿，你们准备好迎接本魔神的审判了吗？我的刀盾来！走路只用麒麟步，看人只用重瞳术。眼前这个老头有多狠？为了救你大帝之资的外孙，竟被天神抓走，就连儒道之圣孔云峰也被打到筋骨寸断，沦为废人。如今只能够出身八级，却得知儒道天选竟要结婚了。你们听说了吗？那孔云峰现在已经是个废人了。听说北海那一战，清朝剑客苏朝风被华光圣殿抓走，孔云峰拼死相救，被打成重伤，一身修为尽毁，英雄末路，竟落得如此惨淡收场。这是你虾人时隔半个月听到的第一个消息。原本在虾人的计划当中，在你死后，一切的纷争都会结束。他是想给我报仇吗？在听完整件事的来龙去脉之后，你虾人眼眶略微有些茫然。你能感觉到，这个从黎阳出来便一直偷偷跟着自己的外公，是发自内心的关心你。这种感觉是你虾人从未得到过的。系统，所以我选择了这一条魔神之路。凡任何对我好的人都不会有好下场吗？人的一生之中，难免会这样那样不顺心的事情发生，但我相信，即使前路荆棘丛生，你依旧能笑脸迎风，展望未来。魔神之路注定是残酷的，考验的不仅仅是你的求生能力，更是对心性的一种磨练。但我还是那句话，不过是些许风霜罢了。不过是些许风霜罢了。作为一个伟大的魔神大人，区区挫折又岂能将我打倒？华光圣殿，等着吧，这笔账不久的将来，我会亲自找你们算的。一拜天地，二拜高堂。自今日后，哪怕你沦为凡人，道行尽失，我也会跟你一同生活下去。萧控啊，我可是把女儿交给你了，我希望你能好好对她。你的情况我已经了解了，我来想办法，其他的事情你就不用操心了。此话一出，孔云峰身躯一颤，红玉更是不敢置信地看着自己的父亲。你不必多言，为父心中有数。他红禅并非是一个冷酷无情的人，心中只觉得亏欠自己的女儿。如果能在临走之前解决女婿的问题，便是他此刻最大的心愿，哪怕付出再大的代价，他也在所不辞。孔前辈，我对您的敬仰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今日恰逢时宜，我便祝你们天生才子佳人配，只羡鸳鸯不羡仙。世道虽无常，但人间总有真情在。你们之间的感情，经过岁月蹉跎，情比金坚。只道是风有约，花不误，年年岁岁不相负。随着你虾人的几句诗词落下，刹那间，整个大殿寂静无声，谁也不知道这个突然冒出来的小伙子什么来头，竟然出口就是绝句，一句比一句狠。一时间，所有人都懵了。风有约，花不误，年年岁岁不相负，说得好。随着一口酒下肚，骤然间，孔云峰感觉浑身的气血都躁动了起来，脸色瞬间涨红，原本断裂的骨头隐约有愈合的迹象。
除此之外，折磨了他半个月的疼痛，在这一刻全部得到了缓解。小兄弟，你给我喝的是什么酒？威力竟如此恐怖，红毛体内的诡异仙气竟然全都被排出来了。此乃晚辈家传宝酒，今日不请自来，为表歉意，这坛酒便当作我的贺礼了，您尽管拿去喝。此酒只因天上有，如此极品仙酒当作贺礼，实在太贵重了。孔前辈，您如果当我是您的晚辈，就请收下吧。说完，以下人也没等孔云峰拒绝，潇洒转身离去。前辈，您别赠言，人生海海，山山而川，不过尔尔，一时的蹉跎证明不了什么。愿你不负初心，不负韶华，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只听剑吟之声贯彻长空，那一道洒脱的身影如同一把利剑飞向天外，消失得无影无踪。所有人不敢置信地看着远方的天空，久久不能回神。你们说，此人到底是何来历？他自称无名，体内又蕴含我儒道正气，虽穿着行为古怪，但不难看出他也是一位非常正直善良的人。倘若虾仁不死，我觉得他们俩可以组成我儒道的2大绝代双骄，未来的泰山北斗也不为过。我怎么感觉这就是一个人呢？难道是错觉吗？这种熟悉又陌生的感觉，一时间也让他有点茫然，同时心里也是非常惊讶，没想到这大千世界竟然隐藏着这么多天资卓越的奇才。正当在场的所有人都还沉浸在女虾人所带来的震撼之时，突然天空传来一阵破空之声，所有人不由得抬头看去，脸色顿时一沉。逆子见了为父，为何不跪？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我没有那么高的名望，也没有多么崇高的理想抱负。如今大哥已死，天下间也再无一人懂我。那今日便做不了断了。抱歉，这里没有你们要找的儿子。现在站在你们面前的人，是来自九幽魔地的最强魔神，是世界的终结者。小组长，这里可没有你的儿子。早在5年前，我们之间的父子之情已经被你亲手斩断了。以萧无一冷冷地直视着萧恨，想起母亲在家族忍受的屈辱，心中只有恨意。果然，跟什么样的人待在一起，就会变成什么德行。一身的坏毛病都是跟虾人学的吧？你敢侮辱我偶像，给我死！我今天来这里不是来跟你们找茬的，我现在要带我儿子回去，跟你们没有何关系。我希望诸位不要多管闲事。若是他愿意跟你走，我们绝不阻拦；但如果他不愿意，你大可试试自己能不能带走。看着这剑拔弩张的气势逐渐愈烈，萧恨有些下不来台，毕竟这里的读书人太多。我本以为将你逐出家族，让你在人间历一番，你会有所成长，没想到你还是如此的冥顽不灵，不可教化。好一句历练，一句历练，让他无数次险些冻死在寒冬腊月的小破庙里，让他漂流四海，忍受着孤独，忍受着饥饿。为了生存，他去跟狗抢吃的，去虎口夺食，被打得遍体鳞伤。然而这些都不是萧无一最痛恨的，他能忍受这种煎熬，唯独无法忍受来自萧恨的无情羞辱。萧恨，你说这些话，难道心里就没有一点羞耻之心吗？说我冥顽不灵，不可教化，你扪心自问，你教过我什么？你管过我什么？你说我犯了错，所以要把我赶出家门，让我在红尘历练。可是你有没有想过，我为什么会犯错？是因为你的冷漠无情，对我们母子的态度，导致了这些族人变本加厉的欺辱。我只不过是为了死去的娘出口气，你便将我逐出家门。你现在又跟我谈什么父子之情？你没有资格当我的父。萧恨怒了，他完全没想到，一向看见他就怂的连话都不敢说的儿子，今天不仅硬气，还敢公开跟他打擂台。跟我回萧家，你做我萧家继承人。我承认之前为父确实有做的不对的地方，但如今我已经做出了最大的让步，亲自来接你，算是给足了你颜面。我希望你见好就收。萧恨，我和你的父子关系早就断了，我和你们萧家也再无半点瓜葛。你说你养育了我，这份恩情，今天我便以100倍还给你。当看见账本的那一刻，萧恨脸色顿时阴沉到了极点，有点说不出的怒。我倒是想看看你这些年在我萧家吃了多少，你能还得清吗？随着账单打开，众人全都围过来，但看清里面写的每一条内容的那一刻，在场的所有人都呆滞住。15年，整整15年，萧家竟然只在萧无一身上花费了15块灵石，也就是说，他们母子俩1年也才从萧家获得1块灵石。一时间，所有人都被账本上的每一笔数字气到，堂堂江陵城萧家养一个孩子，竟然真的只用了15块灵石。在看完里面的每一笔账单的那一刻，所有人的眼睛不由得红润了起来。这是一个伟大的母亲，为了自己的孩子，在满是冷眼嫌恶的家族之中艰难地扛过了15个春夏秋冬。难道真是我的疏忽害死了他？这就是你的恨吗？你恨我的无所作为，害死了你娘，你恨我没有管过你。你错了，我从来没有恨过你，因为在我心里，你根本不是我父亲，何谈恨？没
没想到我萧恨浪荡一生，最终却落得如此下场。萧恨似乎受到了刺激，在半个月前，他甚至还在为虾园的事情感到不耻。可如今这么一算下来，他好像连虾园都不如。这里有150块零食，是我这些年从你们萧家获得的所有花销的10倍。今天我便一并还给你们。从今天开始，你我两清，再无半点瓜葛。似乎连老天爷都看不下去，一声天雷响彻天空，阴云密布，徘徊在黄鹤楼的上空。所有读书人眼眶红润地看着这一切，没人能想象得到，萧无一的童年竟然过得如此凄惨。这一年，萧无一21岁，他迎来了自己的新生，一个新的名字，他已经偿还了自己所欠的债。娘，你看到了吗？孩儿不用再忍受他们的白眼欺辱，不用在他们傲慢厌恶的眼神下苟且偷生，卑微乞怜。现在只要弄死萧无一，也就意味着萧恨彻底绝后，那将来萧家的祖业不就落到我的身上了？萧无一目中无人，擅自更改姓氏，乃是藐视我萧家，此举离经叛道，罪不容诛，就让我杀了他，给族长你出口气吧。夏天帝，你在哪里？听到我的呼唤了吗？在，我一直都在。我已至天门外，你放手厮杀便是。试问天上仙人，谁敢来此人间？捏我这狮子之牙子！你们这些所谓的世家，以尸山血海著称，一把权柄天下的利剑，竟想企图抹杀世间所有的公道。如此，那我虾天帝就送你们一份大礼。突然，天空掉下来一个黑黑的东西，只听砰的一声巨响，众人围了过去，顿时脸色一白。那尸体赫然就是他们失踪已久的二少爷萧无才。萧恨冷冷地看着这一幕，一股惊天的杀意猛然爆发。他抬头看向天空，那里却空无一人。追你就算逃到天涯海角，也要给我把他找出来，杀了他！一时间，整个萧家都跟着动了起来。看见这动静，柳家也在困惑，到底发生了什么。爷爷，你这是怎么了？爷爷没事，只是不知道为什么，今天莫名感觉有点心慌，好像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即将发生。您就是太谨慎了，能有什么不好的事情？苏朝风已死，天下间还有谁能奈何得了您？柳絮得意一笑，突然一声惊雷打破了长空，天空中莫名出来一股诡异的气息。第1个，第2个，第3个，第4个，第5个。杀戮才刚刚开始，你们这些世家，乖乖洗干净脖子等着吧。一道剑气自9天之外传来，片刻间，无数柳家族人丧命。柳无绪瞬间出现在天空上，还没等他看清楚偷袭之人是谁时，对方竟然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是谁？谁与我柳家有仇，竟行此下三滥的偷袭手段，杀害我族人？谁在称无敌？哪个敢言不败？恐怖的酒精之力爆发，柳无绪心头一惊，立马提剑抵挡。刹那间，一种极致的火花在天空绽放。是，随着他一剑落下，那天空的乌云也逐渐散去。怎么回事？危机解除了吗？城中百姓不知所措地看着这一切，内心隐约有种不安的预感。正欲过时，城头上突然出现了一行血淋淋的大字：死亡正在敲门，你们可要小心了！藏头露尾、装神弄鬼的家伙，有胆子出来面对我，你吓唬谁呢？然而，面对他的无能狂怒，始终没有得到任何回应。爷爷，会不会是有什么仇家上门寻仇啊？不然，对方为何独独对我柳家出手？一时间，柳无绪陷入了思考当中。他想不通，天底下除了你虾人之外，还有谁能做出这种事情来？可是那个人不是死了吗？还是说他根本没死？想到这里，柳无绪猛然吸了一口凉气。他已经见识过你虾人的报复手段，如果你真的没死，这确实像是你能干出来的事情，让所有人在恐惧之中患得患失，度日如年。不管这个人到底是谁，孙儿，明天你就返回浮光洞天去，别过几天去一趟昆仑仙境，给你寻找再生神骨的办法去。柳清风郑重地点了点头，对于柳无绪的话那是言听计从。毕竟只要他还活着，柳家不管承受多大的灾难都能再次站起来。可他一旦死了，柳家就彻底没有希望了。与此同时，数百里之外的荒芜土地之上，以虾人竖立于高山之巅，俯瞰着荒芜大地。日子还长着呢，这次就当先收点利息吧。我会让你们一点一点的在恐惧之中死亡，让你们体会一下什么叫麻木不仁。你们这些世家大族，曾经无数次想置我于死地的家族，一个也跑不了。光芒消散，
此刻，逍遥御风火力全开，全速施展起来，顷刻间便回到了死灵深渊。突然，一道极致的光芒从黑暗中发出，在你虾人惊讶的目光之中，海面上一轮明月高高挂起，让整个黑暗的世界拥有了光明。只见那万米海崖之上出现了一道白色的身影，它就如同月光中的仙子，翩若惊鸿，宛若游龙。明月，这死丫头跑这里来做什么？可以啊，这地方不错，我喜欢。与世无争，有花有草，还有一块天然的灵泉，就是这味道有点冲，血腥味太重了。你来这里做什么？我来找一件东西，但是没想到你会躲在这里，还真是让人感到意外啊。我们伟大的魔神大人，什么时候也做起了老鼠？什么老鼠？你多冒昧啊！言归正传，你现在已经欠我2笔债了，你打算什么时候还我？身为伟大的魔神大人，我还是很讲诚信的。你想要什么补偿？食物的补偿就算了，毕竟你的那些死人宝贝，我不一定看得上。这样吧，你陪我下一趟幽冥绝海，就当是你的补偿了。说到这里，明月脸上的玩味表情逐渐消失，也变得认真了起来。你下幽冥绝海去做什么？那里面可是有许多久近的怪物。看着他黯然伤神的样子，你虾人有一种莫名的心疼。这还是你虾人第一次看见他出现这种表情，以往的他强大、冷静、聪明果断，一直是他特有的标签。世人都有执念，为救如道之圣火云峰，你和明月在下幽冥绝海，却意外开启海底仙人。仙人，我此番前来，为寻良物而来。这第一件宝贝是为我娘亲寻的，此物乃碧落黄泉之地生长的长生果，没有它，我娘亲可能就永远离我而去了。此话一出，你虾人顿时内心一颤，却默不作声，继续听他说下去。这第2件宝贝乃碧血玉液化，此物关乎着孔前辈能否痊愈恢复如初，最至关重要的宝贝。可惜就算找到此物，也没人会炼制淬体汤。你说的这个淬体汤我会炼啊！你这家伙还真没有让我失望啊，果然什么邪门歪道你都会，不愧是伟大的魔神大人。明月玩味一笑，一句一个伟大的魔神大人，似乎对你虾人这一句中二的台词特别上瘾。本来嘛，本魔神大人还想好好补偿一下某人的，但是某人好像看不上我的死人宝贝，看来这颗黄泉果只能我自己吃了。在你虾人拿出黄泉果的那一瞬间，明月脸上的笑容瞬间戛然而止，立马变得严肃了起来。你手里怎么会有黄泉果？你虾人玩味一笑，明月则是微微一愣，随后露出了一丝甜甜的笑容。哥哥，人家错了吗？这突如其来的撒娇，差点给你虾人整一激灵。帝王州第一美人撒娇，那可太要命了。停！谁给你的胆子，敢在本魔神大人面前玩这种把戏？开玩笑，哪个魔神经得起这样的考验？给你了，别喊了，怪肉麻的。我还是比较喜欢你一开始时桀骜不驯的样子。明月似笑非笑地说道，心满意足地将自己的战利品收入囊中。接下来他可以放心大胆地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淬体汤，这汤药的炼制方法不算特别，和寻常的汤药差不多，但唯一最让人接受不了，便是炼制它所需要的材料，那就是铁石阴煞。需要选一块养尸之地，布下阴煞阵法，然后将里面的所有生灵困在里面，让他们在恐惧、害怕之中死去，其体内的怨气便会形成煞气，再通过阵法将其煞气引回尸体之中进行养尸。这种办法可以说是丧心病狂。用其炼制出来的淬体汤，可以将你的肉身完全重塑，并且还能淬炼至至高无上的地步。看来这件事想顺利办成，还得瞒着老孔才行。思索了片刻，你虾人缓缓站起身来，自山洞的边缘俯瞰整个深渊，眼神逐渐变得深邃。幽冥绝海之下隐藏着一头吞天牛蟒，其实力十分强大，以你我之力根本无法将其击溃。想要进入绝海的深处，还得智取。一会你再用你的那一个以身化法的手段先闪他一波，我再放出几个魔灵骚扰他，趁其不注意，我们直接杀进去。那就这么办吧。所谓艺高人胆大，明月当下就同意了这个决断。只见着他玉手在天空轻轻划出一个圆弧，突然一股无比纯净的光芒绽放开来，黑暗的大海上头骤然升起了一轮皓月。擅闯无之境地者死！随着你猛然摇晃的旗帜，一头头魔灵自人头干之中杀出，如同嗜血的凶灵一般，疯狂的朝吞天牛蟒杀了过去。早了！在这关键时刻，你虾人拉起明月的手，逍遥御风火力全开，仅一个照面的目的，两人便穿过了由吞天牛蟒所镇守的海域。难怪你能在这么多次追杀下活下来，这速度你太快了。江湖上谁不知道我可是出了名的快，别的不敢说，至少在这方面我绝对数第一。你还挺骄傲呗。不知穿行了多久，两人突然一头扎进了海水，似乎受到了某种空间的束缚，根本无法飞行。两人置身于海底深渊之中，漫无目的的畅游其中。看来我们俩算是翻车了，准备好和我共赴黄泉了吗？
谁要跟你共赴黄泉啊？我才不想死呢！我可是要成为你弟的女人。只见着他玉手往前一伸，轻轻一划，整个海底世界瞬间照亮。随着明月照亮海底世界之后，一座水晶大门浮现在两人的视线之中。找到了，失落的海底仙宫，通往往生世界的大门。就在你二人即将进入海底仙宫的一瞬间，突然感觉到了一股诡异的气息从深渊底下传来。这东西你从哪里得来的？此物乃海神一族的神器。传闻中，三叉戟内蕴含着一个惊天大秘密，除了海神一族外，任何人携带它都有可能带来厄运、诅咒。诅咒？我偏偏不信这个邪。听着明月刚才的解释，以下人微微一笑：“你就是这个世界最大的诅咒，你需要害怕吗？”从刚才的反应来看，这把三叉戟应该和这一座仙宫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说不定它就是打开仙宫的钥匙。此话一出，明月脸色顿时凝重了起来，结合之前的传闻，思路立马清晰了起来。也就是说，之前那位从彼岸漂洋过海而来的诡异生灵，是为了这把三叉戟而来的，而且他们一直在寻找仙宫的下落。走吧，今天我们就来揭开这座尘封多年的仙宫到底隐藏着怎样的秘密。随着两人越来越靠近，那一股令人窒息的压迫感越发强烈，整个海域散发出来的煞气更是无比惊人。给我开！随着你虾人将三叉戟插入其中，刹那间，整个海底开始发出剧烈的震动，海底深渊之下，恐怖的浪潮席卷而来。吞天牛蟒来了，他应该就是这座海底仙宫的守护神兽，我们必须尽快离开。你虾人入伍，用尽全力去撬动仙宫的大门，整个仙宫发出剧烈的抖动，刹那间，无尽的光芒自仙宫内部散发出来，闪耀刺眼。失落的仙宫遗址，我已经在岁月的长河之中寻找了万万年之久，今日你总算现身了。来自诡异禁区的不朽生灵，用藐视天下的姿态注视着你和明月。诡异禁区的不朽生灵啊，我等你很久了。来战至血肉相融，赢者得仙宫，败者死。等着我族的报复吧，你们这群卑下的奴役！败在我手中之敌，从来不会被我视为对手。我给你时间追赶，直至你遥望不见。随着诡异禁区的不朽生灵死亡，天地风云变幻，一层阴霾笼罩在死灵深渊的上空，好似大劫将至一般。各大家族、各大圣地、洞天、宗门、书院，哪怕是那些隐世多年的老怪物，几乎在这一瞬间都出动了。只因为这一场动乱引发的动静实在太大了。这是大劫将至的预兆吗？我等读书人，你们先不要轻举妄动，此间之事实在古怪，待老夫亲自下去勘察一番，再行定夺。顾老，我们怎么放心让你一个人下去？这要是出个好歹，你让我们怎么办？身为儒道最后的支柱，顾正阳的安危如今比他们的命都要重要，他不能再倒下了。白鹿鸣飞升了，孔云峰也修为尽失了，以下人也已经死了。如果顾正阳再出事，儒道还有希望吗？他们还有未来吗？放心，我若想走，天下间没有人能拦得住，不会有事的。随着顾正阳刚刚踏入禁区，突然一声剧烈的声响自深渊底部传来，好恐怖的气息！那是九境强者的对决刹那的动荡吗？这股气势，怕是早已经超出了9境的界限。大家快退！人群突然躁动了起来，所有人不约而同地往身后数十里撤退。只见着那深不见底的深渊，突然一道身影飞了出来。那震碎九霄的怒吼之声回荡在整个荒原之上。那一刻，所有人都震惊了。顾老，底下到底什么情况？老夫也不知，我刚进入死灵深渊底部，就遇到了吞天牛蟒。他似乎正在被一群奇怪的生灵围攻，为此暴怒，将整个深渊搅得天翻地覆，战况十分惨烈。众人一惊，孟天正缓缓走了过来，手指轻轻掐算着，脸色不由得一沉。如果老夫没有看错的话，这群奇怪的生灵应该来自地底。我在一篇古籍上看到过，传闻中在地底100万米之下生活着一群实力十分惊人的地底生灵。他们本是死去的远古先民，因其尸体染上了不祥的诅咒，被尘封在地底下。经过万万年的封印后，其产生了尸变，从而演变成了传说中的葬尸。这一刻，所有人都震惊了，谁也想不到，那万米地下竟然还隐藏着这么一个神秘的族群。诸位，如果老夫没有算错的话，一场真正的浩劫即将降临，此浩劫很有可能关乎我3000州的生死存亡。既是浩劫，吾辈修士当团结起来，一同抵抗这场浩劫，平定这一场动乱。突然，一阵地动山摇，弥天的黑雾瞬间扩散，从深渊之下疯狂涌出。不到片刻，整个9天被笼罩上一层阴霾，方圆数百万里持续扩散。里面的禁忌结界被打破了，所有的死灵都跑出来了。阿弥陀佛，
只听着苦度大师突然一句，刹那间金光闪烁，那大悲佛音瞬间回荡在整个天空，于混沌之下，犹如一尊怒目大佛俯瞰而下。他出手了，试图阻止这些死灵扩散，奈何其数量太过于庞大，还有源源不断的死灵从深渊之下涌出，不到片刻的时间，他便已经支撑不住了。此卷浩劫，已非贫僧一人能阻止。苦度大师在一众僧人的搀扶下，仓皇地逃离了现场。看着这一幕，顾正阳脸色凝重，他身后便是数十万的读书人，他们个个翘首以盼，满怀期待地看着顾正阳。当下也唯有退守寒江城，静待时变了。短短一天的时间，万千死灵席卷人间，各大都城都受到了巨大的影响，天地乌云密布，笼罩在所有心头上的一层阴霾，始终挥之不去。我的孩子，谁来救救我的孩子？老天爷啊！你为什么如此狠心，夺走了我的妻子儿子？如今连孙子也被你残忍的害死，你让我可怎么活呀？这哀嚎遍野的画面在北海不断的上演，无数仙家弟子疯狂的抵抗着死灵的肆虐。王爷到底去了呢？他为什么不站出来主持大局？面对所有人质问的目光，虾阳内心无比挣扎绝望。他当然知道虾元在哪，可是这又有什么用？当初虾元被万人唾骂，世人指责的时候，没有人站出来为他说话。如今天下大乱，世人又想起了他，这是多么可笑的一件事！王爷已经不在巨北城了，他走了，我也不知道他去了呢。此话一出，一瞬间所有人的心头一凉。这一刻，对于他们而言，这就是最坏的一个消息。不在巨北城，那岂不是说这一座孤城即将成为死城？你快看！走路只用麒麟步，看人只用纯红术。眼前这个北海位高权重的巨北大魔王，为了挽回自己的挚爱，竟在大雪坪跪地求原谅。殊不知巨北城上空已被诡异生灵入侵。这里应该就是主人所说的王道之城吧。9天之上，掌控着万千死灵的藏尸为犹如一位高高在上的神明，他一手拿着镰刀，一边戏谑地看着底下的万千生灵，露出了一抹诡异的笑容。天地间颁送无主真名者，可得长生，让你们的王出来跪迎。你算什么东西啊？也配让我王跪迎？所有人都心头一颤，谁也看不清对方是什么时候出手，更不知道他用了什么手段。如此恐怖的压迫感，压得所有人难以喘息。但还是有人站了出来，他们都是身经百战的老兵，追随虾元征战多年，早已经练就了铁一般的意志。来自地底的肮脏生物也配合我王对话，有种你放马过来啊！老夫但凡眨一下眼睛，我跟你姓。不听话的蠢货已经没有活下去的必要了。刹那间，百万死灵倾巢而出，眼看着那黑云压城而来，所有人的眼中只剩下绝望。殊不知，他们的王爷，传说中的虾元，此时此刻还在大雪坪苦苦跪求苏婉清的原谅。他在这里坐了多久了？彩莲也记不清了，似乎从小姐回来之后，那个男人就一直坐在对面，他也没有打扰，只是静静地坐着。现在外面是不是很乱？自死灵深渊爆发了一场动乱，导致无数的死灵从里面跑了出来，如今整个人间生灵涂炭，百姓民不聊生。算算时间，这股动乱应该到北海了吗？此话一出，苏婉清脸色一变，一旦这些死灵杀到北海，那将是一场巨大的浩劫。北海之主更是不在北海，反而在他这里。但那些死灵进入北海，北海那几百万百姓将会成为待宰的羔羊。这一刻，苏婉清的内心是无比挣扎的。他恨虾元，恨他的所作所为，导致自己的2个儿子被杀。苏婉清也被自己气笑了，人真是贱啊！嘴上说着恨人家，可心里又见不得他伤心落寞的样子。让他回去吧，为了曾经和我一起守护了多年的都城。王爷，您应该回巨北城，巨北城的子民需要您，他们现在正在水深火热之中，等着您回去解救他们。闻言，虾元露出了讽刺的笑容。巨北城，多么可笑的一句话！曾经他为了这一座城，为了天下苍生，付出了多少？可在自己受到外界的质疑、冷嘲热讽时，他们又为虾元做了什么？是背叛，是随波逐流的诋毁。如今的我已经不想再过问世间任何事情，此刻只想着守在听潮湖边，哪怕只是远远的看他一眼，我就已经很满足了。就算在这里等1000年、10000年，小姐都不会见你的。如果你还有一点良心，就应该回到你的封地去，那里曾是你和小姐守护了多年的都城。此话一出，虾元突然抬起头来，眼神迷离。纵使你饱受质疑揣测，但那些百姓却是无辜的，他们世代以你为荣，奉你如神明，你不应该抛弃他们。说到这里，虾元终于有了一点反应，他看向了听潮阁的方向，那一道白色的身影就站在阁中，远远地注视着他。这一刻，虾元眼神里仿佛重焕生机一般。你说的对，或许我真的错了，我是该走了。这一切的错误都是我酿成的，我会用我的一生去弥补，去承担所带来的痛苦。
告诉他，等我解决完所有事情，我再来这里等他。如果哪天他突然回心转意了，请派人过来告知我一声，我会亲自上门接他回家。随着虾园的离开，一道白色的身影缓缓落在了原来他坐着的地方。苏婉清内心痛苦地看着那一道落寞离去的背影，最终还是无法直视那一。突然，一道血红色的光芒乍现，突如其来的劲响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只见着那黑雾之中，一道高大威猛的身影缓缓出现在天渊之上。王爷，他回来了。你就是这座城池的主人，看样子你在这群愚昧的蝼蚁之中还算有点威望。他们眼神中带着欣喜、激动，好似看到了希望一般。不过我觉得他们的美梦很快就要破碎了，我会亲手砍下你的头，彻底碾碎他们的希望，这一定很有趣。放肆！一道恐怖的刀气自天外斩，霸道的力量将整个天空撕碎成了两半。待到他反应过来之时，一颗人头已经从天空掉落了下来。在这里，没有人敢这么跟我说话，你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此刻的虾园眼神恍若冒着红色的光芒，随着他这一刀落下，整个溃散的剧本大军再一次重振军心。弟兄们，上！随王爷一起征战沙场！一声声咆哮自剧北城传来，所有压抑了多日的剧本士兵，在这一刻全都爆发。虾园就这么站在那里，犹如一位高高在上的神王。他俯瞰众生，面无表情。除了这群无辜百姓之外，当初自己遭受世人指责的时候，他们全都站在自己的对面。如今在遇到生死存亡之时，他们又变成了自己最忠实的追随者。虾园此刻的心境如走马观花，大梦初醒一般，千百万人在齐声呐喊胜利，高呼着万岁。可又有几个人是真心？这个问题我早就应该想清楚的，只是当初的自己太过于在乎这所谓的名誉。如果我能早一点发现，早一点清醒过来，或许就不会酿成这样的悲剧。儿子死了，妻子也不再见自己，落得这样的下场，他没有怪任何人，只怪自己咎由自取。随着战火的洗礼，不到1天的时间，巨北城重新建立起了坚固的防御，将方圆几百里的死灵尽数消灭。在虾园准备离开之际，突然于迷雾之中一道身影一闪而过，他内心顿时一颤。虾长生，是你吗？你没死。死过的都知道，身体变凉是开始的第一步。眼前这个北海位高权重的巨本大魔王，只因唯一挚爱的妻子离他远去，就要结束自己的生命。儿子死了，妻子也不再见自己，我堂堂巨北大魔王竟然落得这样的下场。这一切都是我的错，我还有什么脸活在世上？什么打压式教育？孩子，我来了，我来陪你了。就在虾园即将自爆之际，突然天边传来一种邪恶又熟悉的气息，他内心顿时一颤。长生，是你吗？你没死，对吗？那一刻，原本一脸颓废的虾园，恍若重焕新生一般，疯了一样朝着那一片迷雾之中寻去。王爷，你怎么了？是长生，我的儿子，他没死，我刚刚看见他了。怎么可能？当初所有人都看得清清楚楚，二少爷已经自爆了，连一块完整的肉都没留下。如果他连这样都能活下来的话，那岂不是说大少爷也能活了？毕竟虾人的死状可是比虾长生好看多了。你住口！我儿有大帝之资，我不可能看错，那是我的儿子，就算他化成灰，我也认得。我儿还活着，他还活着。虾园疯了，仿佛压抑在心中多日的郁气煎熬，在这一刻终于找到了宣泄的源头。看见逐渐癫狂的虾园，北王府一众亲卫面面相觑。王爷，虾人死了，虾长生也死了，活着的人应该把目光放在前面，不能总停留在过去。这个千军万马也未曾后退一步的战神，如今像泼妇一样寻找，几次闯入迷雾之中，几乎将整个荒原都翻了过来，愣是没有找到虾长生的身影。在苦苦寻找了几遍之后，虾园重新回到了巨北城中。此刻的他眼神有些落寞。你是在恨我当初没有救你吗？难道你真就如此狠心？看着最疼爱自己的娘亲整日以泪洗面，在痛苦的煎熬之中度日如年。虾阳，你现在立马去一趟听朝剑阁，告诉王妃长生还活着。此话一出，虾阳顿时一愣，他不理解虾园到底想做什么。明明虾长生已经死了，还要把这个不切实际的消息传去听朝剑阁，是觉得王妃还不够痛苦吗？看来王爷真的是昏了头了。随着虾阳的离去，深渊的禁区之中，一道黑雾笼罩的身影从地底之下缓缓露出了头。他的周身环绕着一股诡异的气息，其面目狰狞，早已没有了当初的少年锐气。我的大计未成，绝对不能回去。虾人，我知道你没死，你等着吧。总有一天，我会亲手夺回本就属于我的一切。注视着巨北城上的那一道落寞的身影，虾长生眼神复杂，闪过一丝恨意，但又有几分不舍、担忧。当初他选择自爆的时候，他确实产生过痛恨虾园的念头。可是，在经历了一场又一场黑暗孤独的洗礼之后，他脑海中总是回忆起年幼时父亲总是慈爱的面孔。说恨吗？心里好像也不是那么的恨，更多的是想证明给他看，自己并不是一无是处。或许在每个男人心中，都想在自己的父亲面前证明自己。爷，孩儿走了，你们放心，等我解决完所有的事情，我会回来的。我会好好当一个孝顺的好儿子。
默默地留下一句话，虾长生朝着深渊的禁区走去，消失得无影无踪。怎么样，你还适应吧？区区阴沙还无法影响到我。你虾人目光环视着整个海底仙宫，从外面看，整个仙宫保存的都比较完好。可是进入里面之后才发现，这里一地狼藉，到处都是骨头，满地碎渣，空气中更是弥漫着一股腐朽的味道。你看上面是12神像。什么12神像？成为仙谷混沌之时，一位神秘强者曾在浩瀚的岁月长河中漫游万万年，参悟轮回之法。后古仙域爆发万族之劫，天地被打得分崩离析，秩序破碎。为拯救万千生灵于水火，这位神秘至强者执掌轮回，打造了这一座轮回仙宫，并且为千万孤魂开辟了往生路。此话一出，虾人内心一颤。关于这一段过往，你还是第一次听到。突然，黑暗中一丝微弱的亮光，让你眼前顿时一亮。一座水晶塔。小塔在明月接触的那一刻，突然发出了璀璨的光芒，似乎被唤醒一般。他很兴奋。他好像很喜欢你，你这小塔什么意思嘛？没看到我伟大的魔神大人在这里吗？我能感觉到他非常喜欢我身上的气息，好似冥冥之中自有的缘分一般。只是这小塔到底什么来历？虾人目光环视着整个冰冷的大殿。其实，相比于明月手中的小塔，你更看重这一座轮回仙宫。若是能将其拿到手中，你的无尽魔域就可以初步成型了。而这座轮回仙宫也将成为你的大本营。你说我有没有可能把这一整座仙宫给收了？你不要太荒谬。明月有被无语道，这个男人一直在挑战他的承受能力，也不管人家受得了受不了。这可是号称仙王坟冢的轮回仙宫啊！当年那一场浩劫，死在这里的仙王无敌者不计其数。打了吗？不行吗？看着虾人那一脸认真的表情，明月终于意识到你没有开玩笑，随即表情严肃了下来，开始认真思考这个方案的可行性。当年也不是没有人想过要将轮回仙宫收入囊中，只是这种难度非常大。只要你能通过轮回12试炼，打败这12尊雕像，便可掌控这座仙宫。那就试试看吧。如今仙宫的大门已经关闭，短时间内那头吞天牛蟒应该进不来，我给你保驾护航。随着你虾人开启战斗姿态，一股庞大的煞气扑面而来，整个仙宫震动不已。儒道之圣普云峰一不小心被天神打到根骨寸断，沦为废物。你为了救他开启了轮回试炼，没想到第一关竟是对战100%复刻的你自己。娘青兰，欢迎来到轮回试炼之地。说吧，你要考什么？单挑还是群殴？此言一出，神像沉默了。他这么多年来接待过无数个试炼者，像你虾人这么嚣张的还是头一次见。看见这块石壁了吗？上面记载着神灵明秘法，我给你1年的时间，参悟它，掌握它，最后再向我发起挑战。考核的条件就是用任何你喜欢的方式打败我，你便可通关。如此看来，想要打败他，或许仅靠我之前所学的东西根本不够。因此，这一篇神灵名才是最关键的因素，也可能是通关的核心所在。虽然你虾人还不知道神像有什么逆天手段，但从地上的皑皑白骨能看出，古往今来曾有很多人抵达过这里，但他们都失败了。不过你虾人并不怕失败，毕竟你是有外挂的男人，别人无法成功，不意味着你也无法成功。即使靠着无限复活的 buff， 我磨也能把他磨死。这仙宫我拿定了。轮回试炼之地的时间流速与外界不同，因此你不用担心在里面过得太久，导致与外界脱节。里面的1年等于外面的1天，请开始吧。1年后我会再次苏醒。说完最后的注意事项，神像再一次闭上了双眼，重新进入沉睡状态。而你虾人则是默默来到了石碑前，开始研究起这一片果。看起来有点挑战性啊！只是看了一眼，便有种神游天外、畅游宇宙的感觉。不得不说，这仙法秘术属实让人着迷，只一眼你虾人就已经移不开视线。明白了，生生不息，念念回响。当全身的灵力开始调动，气血开始沸腾的那一刻，你虾人恍若置身深海，封存于宇宙的长河之中。不可思议，这就是神灵明的奥妙吗？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便可以拥有使不完的灵力，哪怕千疮百孔的躯体，也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恢复过来。不愧是至尊神术，这次发了。随着你虾人掌握神灵明起源篇，那一尊沉睡了1年的神像终于复苏了。看来你已经掌握了这篇秘法的奥妙，恭喜你！我很好奇，你从这一篇起源章中领悟出了什么至尊奥义？难不成这一篇起源章写的东西，每个人悟出来的神通都不一样吗？正如你所想的那样，1000个人看这一篇章，便会有1000种不一样的领悟，有好自然也有坏。而我现在最好奇的是，你悟出了什么？我领悟出了什么？一会你就知道了。废话少说，来战！看样子你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既然如此，那就开始吧，挑战者，祝你好运。随着神像的最后一句话落下，一道虚无缥缈的身影从神像之中落了下来，虾人瞳孔瞬间收缩，露出了震撼的表情。
谁在称无敌，哪个敢言不败？好家伙，自己打自己吗？说句实话，我还真有点下不去手，毕竟我这英俊潇洒的脸，要是打坏了怎么办？来战，战至血肉相融，赢者得神术，败者死。说干就干，不聊聊。让我看一看，所谓世上最强的你，究竟是否能够横扫9天10地？败在我手中之敌，从来不会被我视为对手。你是虾仁，那我是水。这小子怎么感觉比本魔神还要邪性？天才只是遇见我的门槛，你在我眼里不过是一只小小的蚂蚁。复刻我的宝术神通也就算了，竟然连台词性格也复刻过去了。一剑诛仙，刹那间，一把仙剑腾空出世。那一刻，周天的剑意猛然扩散，整个天地都沉浸在那水墨之中，滚滚阴霾而至，于苍穹之上，那一道影子一样发出了一剑诛仙剑势。这一刻的碰撞产生的巨大波动，直接影响了整个试炼空间。我已经找到了你的破绽，你注定是失败者。之前神像说过，通关的条件就是用在石碑上领悟到的神灵明之法打败他，才可通过考验。换句话说，现在的你唯一和影子不同的一点，就是你掌握的生生不息神通。你很有自信，不过像你这没有自信的人，我已经见识过很多个了，但很可惜，他们全都失败了。没有人可以打败自己，因为很多人都无法正视自己，面对自己。你虾仁邪恶一笑，逐渐放肆。你基本已经找到了打败影子的办法，那就是靠着生生不息之法慢慢耗死他。别着急，一会看我如何把你的头拧下来。你放心，我会很温柔的。与此同时，仙宫大殿之内，明月独自一人守在神像前，警惕着周围的一举一动。忽然，那仙宫的大门发出一声剧烈的声响，明月猛然抬头看去，只见着于黑暗之中，一道身影缓缓出现在仙宫之内。没想到这一座被尘封多年的仙宫，竟然也有被人打开的一天。你是谁？天地间，奉我者可生，逆我者当死。我即为天。好大的口气！天眼一开，明月刚想查看对方的实力，突然一股恐怖的力量反射，明月眉心瞬间留下了一点血迹。人族女人，资质倒是不错，不过在本座面前，不要试图用你那点微末的小伎俩试探了。惹怒我的代价，你承受不起。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你并非我3000州生灵吧？你身上有一股非常诡异的死气，而且这股死气已经存在多年，略见愈甚。据我所知，天地间能拥有如此沉重死气的生灵其实并不多。我还能感觉到你身上十分厚重的土壤气息，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你应该是来自地底吧？此话一出，一股杀意瞬间铺天盖地而来，明月内心一喜。你急了？也就是说，我猜的基本全对。你不敢暴露自己的气息，把自己放在斗篷里面，试图掩盖住自己身上的死气。这一刻，这位来自神秘地底的藏主终于对明月投来了别样的目光。我突然对你有点兴趣了，不介意将你埋葬在藏土之下，尘封个1000年万年。你应该感到高兴，能提起我的兴趣，就证明了你的优秀。瞧瞧这美丽的脸蛋，你完全有资格侍奉在我左右，随我一同征战万仙劫。一股诡异的黑气瞬间蔓延开来，明月眉头一皱，刚想挣脱，明月发现自己被一股神秘的符合禁忌控制住了。不要试图挣扎，能追随于我左右是你的荣幸，你应该感到庆幸。我会等你1万年。那你可能要失望了，我要等的人可不是你，你也不可能和他相比。在诡异秩序的禁锢之中，原本还在苦苦挣扎的明月，突然露出了一丝邪性的笑容。神机，月影摇光。无敌道3000州，你是这世间唯一的9幽魔帝的最强魔神，却修得一身浩然正气，天下才气共10斗，你独占12斗，天下众生更是倒欠你2斗。如今你却被一座仙宫困住，你青梅竹马的未婚妻也要被天神抓走。不要试图挣扎，能追随于我左右是你的荣幸，你应该感到庆幸。于黑雾之中传来藏主戏谑玩味的表情，他喜欢恐惧，更喜欢制造恐惧，能让猎物在这种惶恐不安、深深的恐惧之中死亡，是他最喜欢做的事情。那你可能要失望了，我要等的人可不是你，你也不可能和他相比。神机，月影摇光。此话一出，藏主猛然一惊，
只见这明月身上突然爆发出了一股恐怖的力量，一道璀璨的白色光芒绽放，犹如一轮明月，高高腾空而起。月光之上，一道绝代风华的身影逐渐浮现。在看清那一道身影的那一刻，藏主露出了惊恐的表情。出来，给我展开这方天地！算你命大，不过下一次你未必就有这么好的运气了。以虾人眼神环顾四周，瞬间察觉到了不对劲，这里似乎爆发过一场大战，原本就杂乱的大殿，如今显得更加破败。是哪个不长眼的敢拆我的房子？怎么样，你通过考验了？他们耍赖皮，不让我玩了，直接给我丢出来了。此刻的明月水灵灵的大眼睛满是疑惑，他参加过这么多场试炼，还从来没有遇到过直接把挑战者丢出来。没办法，本魔神的魅力实在太大了，难免会遭人嫉妒，这是很正常的事情。说人话。其实我只是一不小心把维持试炼空间的法阵基石给挖出来了，然后他们就破防了，直接给我丢出来了。还能这么玩，你可真是人才。看见他被沉默的样子，虾人随即拿出那一块基石捏在手中，露出了玩味的笑容。手中的基石其实只有巴掌大，但这块石头可是整个仙宫的内核所在。你把这块石头挖出来了，岂不是说整个仙宫从此彻底封闭，不再存在任何考验了？可以这么理解，不过仙宫我已经拿到手了。此话一出，明月瞳孔震惊，只见着你虾人一手催动着基石，刹那间，整个仙宫直接被你收入囊中。随着仙宫被收走，海底的世界逐渐浮现在两人的视线之中。回头望去，黑压压的一片，虾人瞬间倒吸了一口凉气。我的乖乖，这得有多少海底巨兽啊！从海底的暴动来看，明月有所预感，上面的情况肯定也不会好到哪里去。他最担心的是长安，虽说长安有他爹守护，但动乱若是太大，仅靠他一个人的力量也扛不住多久。应该是刚才那只臭虫引来的动乱，不知道现在上面到底什么情况。看来我们得尽快解决完剩下的事情，早点返回地面才行。闻言，虾人点了点头，在那些凶灵即将杀来的一瞬间，重新将魔神殿放出，两人直接钻了进去。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通往碧落黄泉的通道就在仙宫的最里面。随着一道涟漪波动，一股腐朽的气息从深宫之中传来，那金黄色的光芒在黑暗的环境之中显得格外显眼。吞天牛蟒，他怎么会在这里？他的躯体已经被鬼道真气所腐蚀，已经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他躲在这里，可能是想独自安静的离开。滚开！你这该死的臭虫！小气什么？你都快没了，这东西不能浪费啊！给我一点怎么了？小气鬼！明月看着这一幕，再次无言以对。他本以为看着这头微微垂倚的曾经霸主，以虾人会感叹几句人生无常的话，没想到你直接冲着人家的腰子去了，赐了一大碗酒。又收集了一种特殊血，不知道效果怎么样，回头试试。别以为我重伤了就可以任你摆布，惹怒了我，临死我也要带走你们。听着吞天牛蟒破防的咆哮，虾人心满意足地将抽好的酒小心翼翼地放进储物袋之中。说吧，是谁把你伤成这样的？你又为什么躲在这里？我为什么要告诉你？你可以不告诉我，也可以保持沉默。你是选择把秘密带入地底下，还是选择公之于众？那都是你的选择，没有人可以强迫你。只是隐藏这个秘密会带来怎样的后果，那就不得而知了。闻言，吞天牛蟒愣了一下，心中似乎很挣扎。他本是轮回仙宫的守护神兽，他的使命就是镇守这一座仙宫。他本以为这一座仙宫会永远的埋葬在这深海之中，却没想到最终还是暴露。毕竟这里面埋葬的秘密实在太多了，哪怕是他花费了上万年的时间，也无法解开其中的奥妙。吞天牛蟒的身后有一颗非常巨大的蛋，那里应该就是他的幼崽了吧？你想干嘛？看着那一颗巨大的蛋，以虾人咽了咽口水，突然想起来自己还有一道自制的小菜。虾人，你想要干什么？走路只用麒麟步，看人只用纯藤术。以那年迈九世成圣的外公，为了救你这个大地之资的外孙，竟为天神抓走，每日承受万箭穿心之苦，却不知因此误导成仙。苏长风，你倒不如先可怜可怜你自己吧。进入这幽冥禁地，没有人可以活着离开这里，你会遭受永世的痛苦。我早已经看过了外面的世界，也体验过无敌于天下的绝世风采，人世间的快意恩仇。我的人生也早就该走到了终结，可是你却被困在这一间密室之中，根本不知道外面是怎样一个美丽的世界。不然，这一刻，李然彻底控制不住了，一鞭子狠狠地抽打在苏朝风的身上，他在疯狂地发泄。
为什么我已经这么优秀了，却还在饱受这样不公的待遇？就因为我出身贫寒，就活该一辈子做这些又脏又累、不见天日的事情。积压了多年的情绪，在这一刻彻底宣泄了出来。看到这一幕，苏朝风便知道他的时机到了。他苦苦地承受了1个月的苦难折磨，等待的就是这一天。外孙，等着，外公会给你扫清一切障碍的。天际，我苏朝风来了！随着一道剑气划过，那个马仔的头发顿时掉落在地。苏朝风没有回头，其身影瞬间化作一道迷雾，逐渐消失在密室之中。找到他，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圣主俨然动了真怒，哪怕是他亲手种下的青莲道果种子被杀，他都没有如此愤怒。他曾推演过天机，于时间长河之中看到了血染山河的一幕，看到了那一个站在尸山血海之中的一抹鲜活。虽然他能看到的画面有限，也推演不出具体发生了什么，但是他知道一件事，这天地间或许唯一能压住这一场浩劫的人，就是那个行将朽木的老头。我们已经派出所有弟子前去搜捕，以那老头的实力，就算让他逃出圣殿，这茫茫仙域他也逃不到哪里去，肯定能将其重新抓捕。更何况他的身体已经被种下了谪仙咒，哪怕他逃出圣殿，也不会对我们形成太大的威胁。我说了，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凡与此事有牵连之人，一个不留。众人议论纷纷，圣主则是缓缓抬起手，刹那间，说话那名长老瞬间化成了血雾。那一刻，所有人都吓了一跳，脸色瞬间变得惨白。苏朝风，你是第一个敢挑战本座神威的人，你以为逃出这一座禁地囚笼就可以鱼入大海了吗？随着圣主的一声令下，下面的人全都动了起来，谁也不敢触怒真主，都怕被牵连。小林子，你有点敷衍我了。晚辈不知前辈的口味，这酒有何不对之处？这种酒以前老夫倒是挺喜欢喝的，不过在尝过一次你义父给的仙酒后，那才是真正的仙酒啊！只需一杯便能让人回味无穷，无比上头。只可惜你义父太抠门了，小老头有这么好的酒，竟然还藏着掖着不告诉我。前辈放心，下次晚辈再来之时，一定给前辈准备足够的好酒，保证让你一次喝个够。这一刻，天机老人终于露出了满意的笑容。随后，只见着他微微抬手，刹那间，天上的星辰变化，移形换位。只见着一颗存在于轨迹之中的星辰，突然从轨道之中脱离了轨，消散于远方，彻底不见踪影。站在浩瀚虚空之中，华光圣殿的所有人都懵了。这是怎么回事？遗落之地怎么没了？难不成有什么巨头将遗落之地带走啊？不可能吧！此乃遗落之地，百万年无人踏足的虚无地界，怎么可能有至尊强者住在里面？这突如其来的一幕，让华光圣殿的所有人都始料不及。他们一路追捕苏朝风至此，眼看着马上就要找到他了，却被这突如其来的异变吓到。谁能想到，一块遗落的仙骨遗址，突然莫名其妙就消失了。小林子，你不必担心，苏朝风接人自有天相，该到拨开云雾之时，自会见到青天。你义父虽命中有此一劫，但他若能侥幸度过，便是鱼入大海，如鸟上青天，不再受羁绊。多谢前辈解惑，灵义感激不尽。好了，你回去吧，老夫要休息了。下次来的时候，记得给我带几坛好酒过来。随着天机老人的离去，林毅无比迷茫地游荡在昆仑仙境。突然，他在青山云海之上看到了2道熟悉的身影。爷爷，这就是传说中最接近上苍的昆仑仙境吗？没错，一回到了仙境，你尽量少说话，不可失了礼数，小心惹怒仙人。你放心吧，爷爷肯定能找到重新让你长出一块神骨的办法来的。听到柳无绪的这一番话，柳清风眼睛瞬间变得红润，还得是自己的亲爷爷好啊，对自己无微不至的关心，为了他到处奔走，低头求人。家人，就算你实力再强又有什么用？还不是沦落为家族的弃子？你的一生就是一个笑话，你又拿什么跟本公子斗？柳清风无比开心，在这一方面，李虾仁没有资格和他斗。他有一个无比疼爱自己的爷爷，族人也对他十分尊敬，爹娘疼爱，不像某些人，爹不疼，娘不爱，弟弟不敬，连未婚妻都看不起。这样的人生，你就算再优秀又能怎样呢？还不是到头来只能孤独的一个人。神骨，这是又准备给我家小阁主准备礼物来了吗？有点意思。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应该是第3块了吧？这里就是碧落黄泉之地吗？李虾仁好奇地打量着眼前这个漫天冤魂肆虐、白骨皑皑的荒芜土地，内心一阵凄凉感涌上心头。黄沙的远方，一条浑浊的大河映入眼帘，徘徊在上空的是无尽的孤魂。这些孤魂为何会徘徊在此？明月也不解，眉头皱了皱，突然眼前的苦情石发出耀眼光芒，李虾仁脸色突然一变。有点意思啊，这石头难不成还能看到未来？在触碰到3生石的那一瞬间，李虾仁看到了奇怪的画面，画面中只有一道孤独的血色身影，他站在尸山血海的土地之上，身后空无一人，仿佛经历了一场旷世大战，整个天地都被血色染红，黑暗笼罩了天地。画面中的身影是那么的孤独彷徨，他分不清方向，像一个在大荒上走丢了的孩子。你看到了什么？
什么也没有看到，莫名其妙的。这怎么可能？你什么也没看到？正当他疑惑时，黄泉河畔传来一声剧烈的声响，只见着一股巨大的抖动从河下传来，好恐怖的气息！这是恶主！只见着不知道何时起，身后的那一棵歪脖子树上出现了一个奇怪的老者。两位小朋友，你们好啊！晚辈明月，见过老前辈。你就是瑶光圣地的那一位绝代风华小神女明月，果然后生可畏，如此年纪便达到了此等境界，当真是万古无双之姿。突然一阵电闪雷鸣，数十道身影蜂拥而至，显然都被这一股动静所吸引，朝着三生石的方向而来。今天这是怎么回事？这黄泉之地怎么还闹人了？这么热闹，这不是孤魂野鬼的地盘吗？这有什么好奇怪的？仙骨遗址现世，各大圣地殿堂纷纷出手，都想找到失落的仙骨遗址。我们本来是从上面的死亡禁区进来的，但因为发生了一点偏差，导致时空乱流，全部都被卷入了碧落黄泉之地。现在这整个黄泉彼岸，估计早就人满为患了，大家都在苦苦寻找离开的办法呢。听完丹青子的解释，明月和家人恍然大悟。随着至尊殿堂的队伍缓缓飞来，为首的一名相貌俊秀的年轻人瞬间如临大敌。明月仙子，好久不见。这谁啊？你的追求者吗？一个喜欢臭美的自大狂，以为自己有点天赋，就漫天要画面，不入流的小角色罢了。也就比你弟弟强那么一点点，不必理会。随着明月这一句话落下，那一刻，四周的空气仿佛凝固了下来，在场的所有人呼吸都变得紧凑起来。不愧是明月，这颗牢的也太硬了吧！人家好歹也是堂堂九州第一人，至尊殿堂的首席大弟子，在明月眼里就这么的不堪。该死的女人，你简直无法无天，目中无人。这一刻，明月已经彻底压制不住内心的怒，砰的一声，明月直接拔地而起，直接朝着明月大开宝术符文，显然想证明自己的实力。你太放肆了！我没有骗你吧？确实是个不入流的小角色。好没有教养的女娃娃，目中无人，不知尊敬前辈，毫无礼数，这就是瑶光圣女吗？我看也不过如此。你若不服，大可直接上，不管来多少，本姑娘都照单全收。一时间，碧落黄泉之中剑拔弩张，谁也没想到这段时间出尽风头的明月，竟然会引来这样的反应。诸位，如今我们都身陷黄泉禁区，这里危机重重，随时可能发生生命危险。当下我们最应该做的是找到如何离开这个鬼地方的办法，而不是内斗。两位，不妨给老夫一个面子，此事暂且放下，带出去之后，你们想怎么解决，我绝不插手。现在最要紧的是赶紧找到碧血玉叶花，老孔那边还等着呢。闻言，明月点了点头。突然，一声震碎九霄的怒吼从黄泉河下传来，只见这一头巨大的巨鳄从河中翻涌而出，掀起了惊涛骇浪。好大一头鳄鱼，这气势莫不是已经达到了恐怖的实境？绝对不止实境，这股气息隔着这么远，就让我灵魂都在震荡。西修为怕是早已经达到了传说中的12境。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头巨鳄应该就是上古典籍之中记载的那一头，诞生于生命长河之中，于天地混沌之时，吸收了第一股混沌之气的混沌魔兽恶主。恶主很厉害吗？在万族之劫时，天地曾诞生了10大霸主级别的巨兽，分别是真龙、鲲鹏、真凤等等，又被统称为10大至尊凶兽。他们只手遮天，主宰着天地万万年。难道说这头巨鳄也是其中之一？它是于混沌之中苏醒的魔兽，其实力也非常的恐怖，曾在乱古黑暗时代制造了惊天杀戮，为此得到一个凶名恶主。因其造成的灾难险些将整个乱古纪元毁灭，后被神秘强者出手强行镇压，双方一战打得十分激烈。最终的结局就是双双销声匿迹，天地再无恶主。如此说来，当年那一场大战，恶主其实已经被斩杀了，他的躯体被埋葬在这一条黄泉河中，其灵魂吸收了无数往生孤魂的力气后，重新复苏。难不成是因为我的一生太苦了，给了他最大的力量源泉，才致使他从远古的封印之中醒来？很有可能啊，我伟大的魔神大人，你成功放出了一头足以逆乱整个时代的杀神，不知又有多少无辜之人会因此而丧命，你身上的因果可太大了。你虾人微微一笑，心中顿时有个大胆的想法。这头恶主实力如此强悍，如果可以收入人黄帆的话，那你虾人就可以在这大陆横着走了。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好好活着，不要作死了，我可不想给你收尸。执笔绘天地，儒道至圣领域。传说中的天准备承受我人族10万年的怒火吗？
王星阵，移形换位。你疯了吗？恶主那超越12境的实力，随时可能将你撕碎。这个时候想收复他，你不是找死吗？笑话，本魔神可是打不死的小强。就在这时，突然于漫天黄沙之中，一道虚幻的身影再一次现身，其恐怖的气势瞬间爆发开来，似乎双方有着什么宿命之争一般。他的每一次出现都与恶主有关。真武，我要杀了你！真武大帝，真武荡魔天尊，还真有这么一号人物啊！真武大帝又名真武荡魔天尊，说起来，他和你还有一点渊源。昔年阴阳逆乱之时，曾有一人族少年于万千书海之中习得一身浩然之气，凭借着一套拳法荡平世间一切魔，由此便开启了属于读书人的时代。他不应该是修炼仙道的吗？怎么会和儒道有关？确切的说，他是三教归一的集大成者，乃仙魔儒三道俱鼎的无上大帝，曾在逆乱的纪元中凭借一双拳头砸出了一个新的纪元来。千言万语下，以虾人总结下来只有2个字：牛批。难怪恶主这种企图灭世的灾星，能让他镇压了万年之久。没事吧？你不该存在这个世界，回到河里去，那是你最好的归宿。正午，今天就是你的死期。从今往后，天地间再也没有人能阻止我。我会让你看到血染山河、天地倾覆是怎样的一个画面。迎接黑暗的到来吧。看来你还是没有彻底醒悟过来。那今日不便将你打回现实。话音刚落，9天之上骤然漫天浩然之气绽放，3朵稻花凝聚在真武大帝的头顶，一股无比恐怖的压迫感瞬间袭来。无为地，切回吧，真武，尝尝我万年的怒火吧！放！这一刻，整个黄泉地界都发出了剧烈的颤抖，大地瞬间裂开了一道巨大的峡谷，真武大帝的一拳直接将整个碧落黄泉之地打得分崩离析。这都是什么怪物啊！轻描淡写的一拳，险些将一整个黄泉地界打崩。此地不宜久留，先离开这里。这种级别的战斗，不是我们可以参与的。魔神殿出来！随着那一座浩瀚的大殿现身的那一刻，万千逆流都被抵挡在外，一股恐怖的力量从身边之中散发了出来。分不清，在这里根本分不清风向，更无法知道在黄沙之中隐藏着怎样的危险。我将化身天上的明月，为你指引方向。话音刚落，一轮明月赫然出现在魔神殿的上空，映照古今。随着那一轮明月的出现，眼前的所有画面瞬间变得清晰了起来。我看到了。这一刻，以虾人不再犹豫，直接驾驭着魔神殿朝着那一条生机勃勃的道路飞去。这里应该就是传说中的生命之泉了，极地血莲混元果就是这里。此处正是碧血玉叶花最佳的生长之地，也是诸多黄泉至宝的生命源泉。快找找看，说不定碧血玉叶花就藏在其中。闻言，以虾人立马重视了起来，在水潭方圆数十里疯狂地搜寻了起来，终于在湖畔的一处角落里发现了一株生长的漂亮花朵。碧血玉叶花，总算找到你了！来都来了，要是放过了，那多可惜呀！都到我袋子里来吧。随后，你将目光看向了方圆数十里的奇花异草，开始大肆搜刮。随着时间一点一点流逝，突然一道恐怖的力量瞬间绽放开来，明月双手合十，以一个日月乾坤之势，将周天的气势全部归拢收回。这是突破了，不愧是开了挂的女人，这突破速度简直跟吃饭喝水一样简单。我问你，这些灵草仙药呢？你糊涂了，哪有什么灵草仙药？看来你真的伤得不轻，都出现错觉了。不愧是你啊，伟大的魔神大人，有时候我都怀疑你是不是蝗虫变的，所过之处寸草不生啊。你好歹也给后面的人留点啊！我给他们留着，然后等哪天他们拿到这些宝贝再回来杀我，开什么玩笑？我不跟你争，你的诡辩能力我已经见识过了。碧血玉叶花找到了吗？闻言，以虾人点了点头，从储物袋之中取出了那一株碧血玉叶花。太好了，孔前辈有救了！事不宜迟，我们赶紧离开吧，以防夜长梦多。要不你先走？你还想做什么？来都来了，要是不拼一次，我不甘心。所谓风浪越大，鱼越贵。若是能将恶主收入人皇番中，将来到来天界，他将是你虾人摧毁华光圣殿最得力的助力。你虾人可没忘了，你还有一笔账要跟华光圣殿算。行，我帮你。你为什么要帮我？这和你也没什么关系，没有必要去冒险。我们是朋友，不是吗？不得不说，你心真大，敢跟一个已知宇宙最大的魔头做朋友，也算是前无古人了。你想怎么做？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如今真武大帝与恶主的大战已经进入白热化的阶段，双方打得难舍难分，最后的结局肯定是两败俱伤的下场。这个时候出手，蚁人黄帆的恐怖灵魂压制效果直接对其收服，成功率高达2%。
人皇帆如今已经渐为仙气，但不知道能不能承受得住恶主如此强大的神魂。不管了，赌一把，大不了直接嗜血重生，反正我现在血源充足，管够。心中犹豫了1秒，以虾人决定铤而走险，直接离开了这一片小世界，再一次出现在荒芜的废丘之上。漫天的黄沙滚滚袭来，天上哀嚎遍野，无数被卷入这一场纷争的生灵在拼死抵抗着。恶主，你我之间的因果，今日便在这里彻底了结吧。少在那故弄玄虚，哪怕你手中有真武剑又如何？以你现在的实力，根本无法发挥出奇招地兵的威力。傲然天道，至正之剑。随着真武剑出现的那一刻，一道惊世骇俗的剑诀便自九天一斩而下。虚空裂缝大开，万千冤魂四处逃窜，流向各个世界，将会酿成一场史无前例的大灾难。你想怎么做？我必须去引渡他们，将他们重新引回往生路。你疯了！那时空乱流，随时可能将你撕碎。这个时候进入虚空裂缝，不是找死吗？或许这条道路很艰难，不过我相信，只要心中有信念，一轮明月可照不尽。说完，明月登天而上，犹如一轮皓月，缓缓升空而起。他不顾你虾人的阻拦，毅然决然地进入了虚空裂缝之中。这一刻，你虾人的内心是动容的。真的值得吗？他不由得扪心自问，或许值得，也或许不值。我们每个人活在世上，都是自己故事里的主角，有着自己的使命。随着明月以身化月，进入了黑暗的洪流之中，成为了万千孤魂的引路明灯，照亮了万千孤魂。她是那月中的仙子，是那么的圣洁无瑕。在她的照耀下，无数孤魂找到了回家的道路，陆续从裂缝之中返回。我们未来的女帝年纪轻轻，说睡就睡。你虾人将他小心翼翼地放回魔神殿之中安置好，心中突然想起之前在三生石上看到的画面，以及明月方才所说的那一句话，泛起一丝哀伤。这难道就是你的宿命吗？如果是的话，我希望这一切永远都不会发生。既然正事干完了，接下来该轮到本魔神表演了吧？只在1秒的时间，你虾人身上的衣服瞬间变得血红，其头发迎风飘扬，整个人显得邪性无比。你们有没有发现，这家伙的穿着形象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让我想想，喜欢穿红衣，一身魔气滔天，身边还有个明月。不可能吧？他不是死了吗？那魔气滔天、一身血衣的形象，曾经是多少人心中的噩梦。天底下找不出第二个如此相似的人，光是感受到那一股气息，就给他们一种无比强烈的压迫感。绝对不能让他卷土重来！大家注意，你有机会即刻将他处死！原本混乱的黄泉之地，一瞬间平静了下来，所有人都在虎视眈眈，秘密谋划着一场针对于你虾人的计划。恭喜宿主成功收集属于自己的第1剑级道地兵。这不是白给吗？你好歹演一下啊！朕，你总算死了。从此以后，这天地再无一人能拦得住我。从此以后，天上地下唯我独尊。属于我的时代终于要来了。拨开云雾见青天，这积压在恶主肩头上万年的大山，终于被他搬掉。拨开云雾的那一刻，原本以为能看到青天，却想到一块奇怪的果实布从天上铺天盖地的照下来。你高兴的太早了，准备到我的人黄帆里面当旗主吧。该死的小子，他将你撕开碾碎。极道地兵，今天就试试你的威力如何。他拼了命的挣扎，险些冲破了人皇帆的束缚，却没想到下一秒，一股恐怖的灵魂压制你。进了人皇帆，任凭你实力通天，也逃不出我的手掌心。我就不信等不到你完全屈服。随着恶主的消失，整个崩塌的地底世界开始恢复平静，无数孤魂开始顺着明月的指引，陆续返回了地底黄泉。你们真的看清了，那真的是虾人。如果他真的是虾人，那事情就麻烦了。此子睚眦必报，生性残暴。若是让他有再次卷土重来的机会，怕是会引起一场真正的大灾难。当初北海一战之后，那一面奇怪的旗帜就销声匿迹了，谁也找不到他的下落。说不定那旗帜还在虾人手中，如果能抓住他。此话一出，所有人顿时眼前一亮。对于那人黄帆的诱惑，太让人难以抵挡。毕竟这世上有一件随时能制造百万乃至千万不死阴兵的神器，谁能抵挡得住？宁可错杀，不可放过，绝不允许这尊魔头卷土重来。只见这虚空之上，一个庞大如神明的身影从9天之上俯瞰而下，他就站在血色的天平之中，强烈的压迫感瞬间袭来。你们是在这里等我吗？你们是在这里等我吗？不可能，这才短短1个月，他的实力为何突破得如此之快？他到底是人还是鬼？或者说，他已经敬畏为神明了？这一刻，
所有人都慌了，现场引起了一阵巨大的骚动，所有人都不敢置信地看着天上的那一尊神明真身，是那么的庞大，那么的具有压迫感。此事关系重大，必须尽快通知宗门。一旦让这小子离开黄泉地界，对我们而言，绝对是一场大灾难。各大圣地、古地、大族开始议论纷纷，商讨对策。一道道消息从黄泉地府发出，以虾人就这么注视着。想摇人，不过很可惜，你们等不来帮手了。区小小虾人，就算没有帮手，老夫也能再杀你一次。寂灭蟹，天崩斩。这怎么可能？寂灭之力怎么会被冻结？你们不用着急，今天我先收点利息，回头我会亲自挨个登门拜访，让你们也体会一番深陷绝望的感觉。6道轮回天宫。你们伟大的九幽魔神虾人，我回来了。此刻的虾人犹如神境，不可一世。故弄玄虚的家伙，大家不用怕，他的修为最多也就8境1品，如今的气势只不过是强撑起来的罢了。只要我们联起手来，一定能为天地除了这一大害，杀了这个魔头。此话一出，现场所有人顿时热血沸腾了起来。杀了这个魔头！所有人齐声呐喊，而少部分人则是暗中保全实力，随时准备好打败虾人之后抢夺人皇幡。浩然天道，至正之剑。一时间，天上滚滚天雷轰鸣。这一刻，所有人腿脚不由得一软。神明真身加上一把极道地兵，此刻再也没有人敢说出那一句“杀死魔头虾人”。真武剑，那不是真武大帝的宝剑吗？为什么会在他手上？看他，虾人他入魔了，苏醒了，猎杀时刻。一道极致的剑气自九天身上骤然斩过来，那些试图想将虾人围剿而死的人，在这一剑之下，彻底化为了尘土，成为了黄泉地界千万孤魂其中的一员。从此之后，在阳光下，我是儒道虾人；于黑夜降临中，我为魔神虾人。如同日出日落，周而复始。虾人，杀吧！你杀的越多，对本军的好处也就越大。你们听说了吗？最近荒原上突然出现了一个魔头，其手段残忍，嗜血残暴。如今已经有好几个新家圣地、大族队伍遭了他的毒手。那些尸体我都看过了，整个人都被吸成了人干，其场面太过于残暴，绝非正道所能干出的事情。如今正逢天下大乱，死灵肆虐，各地战乱四起，又有魔头作祟，真不知道我们还能有多少活头。人山人海的阁楼中，无数人开始小声讨论起最近发生的一些奇怪事情，其中关注度最高的无疑就是这几日突然冒出来的一个神秘魔头。你们说这个魔头不会是虾人吧？放肆！虾人是何等伟大的人物，他怎么可能做得出这种见不得人的事情来？再说了，虾人早就已经死了，让死人背锅，这种话你也说得出口？怎么不可能？他又不是没死过，而且根据活着逃回来的那些人口述，那魔头喜欢穿一身红衣，而且还喜欢对世家大族出手，种种迹象都表明他就是虾人。都给我住口！尔等蝇营狗苟之辈，也敢在背后妄议我儒道圣人之威名？虾人绝无可能干出这等丧尽天良之事。谁若是敢再多说一句，老娘当场就毙了他！怎么敢做还怕人说？你们的儒道圣人干过的缺德事还少吗？绑架各大世家子弟，屠杀各大圣地天骄，这一件件一桩桩，难道还不能说明？你说的这些人好像都想置他于死地吧？怎么照你这个意思，自卫反击也有错了？如果连这都有错的话，那是不是说我可以打你，你却不能还手？一旦你还手了，你就是魔头。那虾人不是自诩大圣人吗？既是圣人，当有一颗教化众生之心，又怎能行此恶毒的手段？圣贤有言，讲不通的道理，便用拳头打开。是谁给你的错觉，让你觉得我读书人不善拳脚，不好斗的？此话一出，刹那间，灵芝姐恐怖的气势瞬间暴涨，那大族长老顿时脸色一白。告诉你们，从始至终，虾人都没有做过一件祸害苍生的事情。他的伟大贤良，又岂是你们这些鼠目寸光之辈能妄议的？当初陌上动乱，为拯救陌上数千万百姓，平息各族的怒火，他毅然决然地选择牺牲自己，这难道不算大义吗？
随着林之杰的这一句话落下，现场瞬间寂静无声。云溪等人更是内心一颤，不敢置信地看着这一幕。当初陌上的那一场动乱，他们可都是见证者。虾人为了千万百姓，毅然决然选择孤身犯险，这种伟大的奉献精神是无法磨灭的，那是不争的事实。当初虾人确实为了陌上数千万生灵，选择慷慨赴死，这总不能是假的吧？那又怎么样？他最后不是照样背离大道，成魔了？就算成魔，那也是你们这些世家逼的。而且他成魔后做过什么丧尽天良的事情吗？难道北海上的数万孤魂不足以证明他干过了坏事？你说的是那些试图将他置于死地的可笑世家吗？你当天下人的眼睛都被蒙蔽了不成？一时间，整个酒楼陷入了一阵剧烈的争吵之中，无数人开始发表自己的意见，但出现了一个令人费解的事情，就是站在虾人这一边为他辩解，竟然占据了上风。我怎么感觉这几个黑子不像是来黑虾人的，反而像串子，怎么越黑越白了？那你说，虾人对天下苍生做出了什么伟大贡献？虾人为我儒道开辟了一条无上大道，他的诗包罗万象之法，且不仅限于儒道，乃至于佛门、仙道都有所涉及，让更多的人在没有天赋、没有资质平民百姓，也能凭借着阅读他的诗，成为一名修士。这算不算一件功德？那又如何？那只能说他对你们儒道有大贡献罢了。先有佛门苦度大师一朝变佛，从中悟出佛法精髓，至此修为一日千里。后有仙道天才于虾人的诗中领悟见到真意，名扬天下，这算不算大造化、大功德？这一刻，整个酒楼的人都沉默了下来。如果不是今天这一场辩论，谁也没想到虾人无声无息之间竟然做出了这么多伟大的事情，以改变了万千平民人家的孩子的命运，让他们拥有了可以修炼的机会。光是这一件就已经是最大的功德了。我只能说，非列丈夫安能如此？从始至终，你都是一个被遗弃的可怜人。为了生存，你放弃了所谓的尊严，在夹缝之中艰难的生存。而那些所谓的世家公子，却容不得你。在这种濒临绝望之下，别说是你，换做任何一个人都会反抗，这有错吗？虾人，他没毛病。一时间，这场辩论的胜负以林之杰压倒性的胜利结束，而你虾人的胜名，因为这一场辩论的传播，风声逐渐。此时还在黄泉地界大杀四方的虾人，根本不知道他什么也没做，莫名其妙竟成了许多百姓心中的胜利。怎么回事？儒道至圣之气怎么开始沸腾了？